大浩国陈第5年3月初9，皇都朱雀街上，一队送亲队伍张扬过街，锣鼓震天，鞭炮开道。好难受。陆雪欣挣扎着，一点点睁开沉重的眼皮，入眼凤光霞帔，古色古香，鲜艳喜庆的红。她穿着古时候新嫁娘的衣服，双手被红绸捆绑，勒紧破皮，留下刺目淤青。什么情况？陆雪欣动了动手指，浑身酸软无力，动弹不得。身为华夏最年轻妖孽的小医仙，陆雪欣立刻做出判断，她被下药泄了筋骨力气，还毒哑了嗓子，难怪喉咙疼得要命，半点声音发不出。陆雪欣皱紧眉头，她清楚记得他死了，现在这副状态又是什么情况？借尸还魂？喜轿突然晃了晃，外面敲锣打鼓，鞭炮和议论的动静全部消失。妇人谄媚哆嗦，惊恐的嗓子喊道：“小将军，您这是做什么？”摄政王有令，不办婚礼，不宴客，新娘子要么从后门抬进去，要么滚回丞相府。少年人张扬桀骜的声音，字字句句都是讥讽鄙夷。小将军，轿子里的可是丞相府大小姐，未来的王妃，怎么能走后门？利剑出鞘，嗡鸣轻颤，吓得不少人惊呼吸气。本将军不说第2遍。小将军饶命，走，快走，去后门。送亲的队伍连滚带爬，仓皇绕路，从后门抬进摄政王府。骆雪欣浑身无力，喜轿左摇右晃，他跟着从左边撞到右边，忍不住心底骂了声：赵嬷嬷，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过了今晚，他就是死人，怕什么？先前谄媚惊恐的嗓子，这会儿变了个人，又恶毒又不屑。哼，什么小将军，不过是摄政王的一条狗，威风什么？贱丫头，别傻愣着，去倒茶。盖头下的一双眼睛冰冷沉静，竖起耳朵听2个人说话。过了今夜，明儿早给他收尸，咱们任务就算完成了。回了丞相府，那可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赏赐。赵嬷嬷，摄政王真的会杀他吗？摄政王府昨儿年进了3个美妾，一个当晚被砍掉脑袋，一个惹怒摄政王，丢湖里给食人鱼吃的只剩下骨头渣了。赵嬷嬷打了个冷战。第3个呀，头次侍寝被摄政王刺了30多箭，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突然屋外传来仓皇脚步，语气极度惊恐害怕。快把人扶起来，坐着。哎呀，盖头衣服整理好，快再磨蹭，咱们都得掉脑袋。陆雪欣被人粗暴扯起来，拍拍打打整理，红盖头一直挡着视线。屋里屋外扑通跪了一地，颤颤巍巍地喊着：“拜见摄政王！”滚！清冷残忍的嗓音，冷血至极。立马所有陪嫁的人连滚带爬逃了出去。备热水。是。沉稳的脚步声不慌不忙走向骆雪欣，一步一步如敲击在心口的鼓声，压迫感十足。能动了？我不是丞相府大小姐，摄政王总不能杀一个无辜替嫁的人。一抬头，入眼的男人给骆雪欣极大的冲击。身高至少1.9米，挺拔强健的身体，墨袍绣金蟒，雍容尊贵至极。眼前蒙了一条纯黑色的布，也遮不住她俊美绝色的容貌，但再出众都掩盖不了一个真相：她瞎，一个瞎，一个哑，看不见和说不出。外面的吵闹成了哭啼，大门砰的关上。陆雪欣踉跄走到铜镜前，刚看了眼，差点没吓得蹦起来。浓妆艳抹，这妆化的是什么鬼玩意儿？陆雪欣扭头就着茶水擦去脸上妆容，这是我的脸，我的身体，还以为是借尸还魂，结果不是，到底怎么回事？起死回生，时空穿越，也只有玉佩能给他答案。可陆雪欣搜遍全身，除了凤冠霞帔，身无一物。
他的玉佩从不离身的珍宝暗器都不见了。该死的丞相府，大胆！我是你们摄政王妃的奶娘，让我进去，没有我伺候，王妃出事你担待得起吗？大门推开，骆雪欣拔下一根簪子藏在袖子里，转身冷冰冰地看着赵嬷嬷进屋。小贱人，谁准许你卸妆的？你做了什么？摄政王为什么把咱们都关起来了？小贱人，过来给我捶捶腿，跪了好几回，疼死了！快过来！不听话，把你乱棍打死！骆雪欣眼前一黑，内心绝望。这是什么天崩开局？我去，他现在就要杀我！好不容易活了，我可不想再死。身世没查清楚，拿我当替死鬼的丞相府没付出代价，我不甘心，不认命！骆雪欣眸光闪烁，紧急思索对策。拼了，赌一把！利剑落下的瞬间，骆雪欣身体滑下床榻，指尖蓄力按穴，瞬间胸腔一阵剧痛，血腥翻滚冲上喉头，滚烫鲜血喷出，溅了男人半身。来人！王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刺客？不是。景灵挥剑斩断被拽住的袍角，语气冷冽不悦。雨安，过来看看。丞相府大小姐化的什么妆容啊？这是想吓死王爷吗？幸好王爷看不见。启禀王爷，人晕了，血里有药味，好像被人下了药。难道丞相府想栽赃王爷？景灵眼前罩着黑布，神色冷淡无情。叫方福林过来看看，丞相府所有人和东西就地羁押，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得进出。若是吵闹，斩！末将遵命。王爷，您去哪儿？脏了，备水沐浴。这身衣服，待会儿去烧了。方福林愣了神儿，递出纸笔，温柔试探。方福林以为骆雪欣会否认，会狡辩，唯独没想到骆雪欣会配合。我不是骆雪欣，丞相府偷我传家宝，下毒逼我替嫁。只要你们能帮我夺回传家宝，我愿作证指认，听从摄政王安排。我这些一点弯弯绕绕迂回都没有，圣上赐婚，替嫁是欺君之罪，他就不怕吗？骆雪欣看了方福林一眼，好似知道他想什么，继续提笔写道：我无辜受害，成了哑巴，摄政王不会为难我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吧？姑娘放心，只要你是无辜的，王爷自会为你讨回公道。王爷明辨是非，只杀该杀之人。骆雪欣连连点头。不知姑娘姓甚名谁，哪里人士？握笔的手指左右磨蹭一秒，骆雪欣方才提笔写道：雪静，跟着乡野游医学医，居无定所。没想到还是个学医的。方某会如实禀告王爷，雪静姑娘好好休息，明日回门还需你配合。骆雪欣再次点点头，表情乖巧温顺。哦，方某前日遗落了一个珍包，雪静姑娘可有看见？骆雪欣迷茫无辜地摇了摇头。啊，那或许是落在别处了。西院外，方福林背着药箱，恭敬地站在景林身后，一字不落地复述。景林全程都听见了，唯独不知骆雪欣写了什么。你信啊？王爷，她一个弱女子，翻不了天。且再看看她明日的表现。出门不利，替死鬼没死，这下可怎么交差呀？骆雪欣眼底闪过冷色，弯腰半蹲在赵嬷嬷面前，伸手一握一捏，两条腿从膝盖脱臼，剧痛窜上脑子，惨叫刚到喉咙口，身上被点了2下。我问你答，我溺死，懂？赵嬷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活像是见了鬼一样。解药在夫人手里，我的东西呢？也在夫人手里，别杀我，求求你，让你替嫁是夫人和大小姐的主意。赵嬷嬷哆嗦着，两腿颤颤，染开一片黄，臭气扑鼻，竟是吓尿了。解药我可以自己配，但东西，尤其是玉佩，必须拿回来。眼下别无他法，
他只能继续当这个丞相府大小姐。这时屋外又传来脚步声，隐约听到有人喊：“方大夫请。”骆雪欣立马盯着赵嬷嬷：“想活听我的，赶紧喝。”骆雪欣表面胆怯温顺地接过药瓶，拔开塞子嗅了嗅，眼底掠过明了。他仰头一口喝了解药：“快说，敢有一个字骗了本夫人，割了你的舌头！”骆雪欣试了试，声音沙哑难听，说话还是疼：“小贱人，我没见到摄政王。”丞相夫人愣了愣，直勾勾瞪着骆雪欣追问：“当真？3天都没有见到摄政王，还发生了什么事？赵嬷嬷为什么没回来？”“没见到，我一直被关在西院，今天再出来，赵嬷嬷还被关着。”丞相夫人惊疑不定起来：“有一位叫方福林的大夫为我看过病。”丞相夫人惊吓后退，踉跄撞歪了椅子。骆雪欣静静欣赏了一会儿丞相夫人的狼狈惊恐，方才勾唇开口：“赵嬷嬷说我是出嫁前偶感风寒，喝错了药，方大夫信了。”丞相夫人顿时松口气，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夫人，我的东西呢？”“什么东西？”丞相夫人浑不在意，突然想起什么，脸色微微变化，重新审视打量起骆雪欣。这是一枚很好用的棋子。丞相夫人顿时心思活跃起来：“好孩子，先前我太着急，说错话，你别生气。当初要不是我救你，你早就喂了山里的狼。救命之恩，我也不要你涌泉相报，你就帮帮星儿，继续做这个王妃，好吗？”“我的东西呢？”“你这个孩子，当摄政王妃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要什么没有？你若真要你的旧玩意儿，那就听话。”“哼，我看起来就这么好欺负？”“我拒绝。”“你敢？”“我回去，方大夫会为我把脉。夫人猜猜，方大夫看到我身上的伤会怎么做？”翌日3朝回门，奴婢素月前来伺候王妃更衣回门。骆雪欣点了点头：“起死回生，穿越古代，玉佩是怎么做到的？一定要拿回玉佩，玉佩对我太重要了。”摄政王府的马车一路吸引了所有瞩目，尤其是看见马车往丞相府方向去的。呵，3朝回门，摄政王当女婿都没来呀，可见这第一美人也不受宠。摄政王看不见，再美也是给瞎子看，没用。哎，你们说王妃回门这么孤零零的，该不会摄政王连洞房都没做吧？丞相和丞相夫人听见了，不仅不怒，反而心底松了口气。恭迎王妃。丞相看都不看骆雪欣一眼，更不屑边上的丫鬟素月：“夫人，你们母女好好叙旧。”“哎呀，欣儿啊，母亲好想你呀，我们快进府，母亲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丞相夫人立马上前，手劲儿极大，一把抓住骆雪欣，眼含警告恐吓。骆雪欣没有挣扎，顺着力道进入丞相府。妹妹，你在摄政王府过得可好？丞相府大公子骆锦成走过来，色迷迷地盯着骆雪欣，伸手就想摸她的脸。“成儿！”丞相夫人压低声音怒斥，使眼色说还有外人。门内早就等候的3个嬷嬷膀粗腰圆，虎视眈眈围过来：“小贱人，你怎么没死？说，你嫁进摄政王府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赵嬷嬷人呢？”骆雪欣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她哑了，回答不了。嗓子没了，还有手，去纸笔来。夫人，她不认字儿。丞相夫人差点气晕过去，去把解药取来。骆雪欣垂下头，谁也没看到她眼底的冷幽，红唇浮现出一抹冰冷笑意。骆雪欣不仅不怕，还心生一计：王爷事务繁忙，不敢耽搁，等我取回旧物，这就随王爷回摄政王府。胡闹！丞相急了，虽然不知道景林为什么又来丞相府了，但不能就这么让人走了，传出去世人不知道怎么笑话。今日府中已经备好回门宴，恳请摄政王赏脸，留下来小酌几杯。不必了，本王是来接王妃的。景林语气冰冷无情，面朝骆雪欣继续说道：旧物取回来了吗？还没有。骆
洛雪欣似笑非笑地盯着丞相夫人，丞相夫人只好绷着僵硬的笑脸，使唤自己身边的王嬷嬷去取东西，接着继续陪笑，和丞相你一句我一句，试图和景林搭话。结果景林理都不理，当两人是空气。好霸道，好冷酷，只要玉佩能拿回来，便抵消了景林拔剑指着我的事。等报仇解决丞相府后，若是他能不计较替价放我离开。野心多看了一眼景林眼前蒙着的布，脑海中闪掠过无数治疗眼疾的经验和资料。王妃，您的旧物都在这儿了。洛雪欣打开一看，真包暗器尚在，玉佩是一块翠色冰种雕凤玉，价值昂贵不菲，但不是他的那块，这不是我的那块玉。星儿，你再看看，这块玉可比你那块破玉贵100倍，不要得寸进尺。我只要我原来的那块玉。丞相夫人眼睛都快把洛雪欣给瞪穿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已嫁给摄政王做王妃，要懂事儿，不要耍小性子。一块玉佩罢了，偌大的丞相府舍不得给。丞相夫人不敢搪塞景林，扯了扯嘴角解释：“启禀摄政王，不是臣妇不给，而是那块玉佩丢了。”在哪儿丢的？什么时候丢的？谁弄丢的？夫人不会不知道吧？丞相夫人额头手心都是冷汗，死死瞪向王嬷嬷。奴婢罪该万死，前天晚上收拾王妃的闺房，一不小心弄丢了，好像是落在了花园。雨安，末将遵命。来人，搜查花园，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王妃玉佩。摄政王府众府卫一拥而出，丞相府不敢拦，也拦不住。眼看着花园被掀翻，花倒土翻，动静极大。丞相夫妇身体发抖，又气又怕，说不出话来。放心，会找到的。洛雪欣无声吸气，愣愣看着景林，好像听到了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王爷，花园没有，多半是落在了别处。继续搜，找到为止。摄政王，丞相脸色铁青，颤抖张嘴。臣向摄政王保证，定会找到玉佩，完好无损地送去摄政王府。恳请摄政王收兵，不能再搜下去了。再搜，整个丞相府都要被掀翻了。王妃意下如何？丞相闻声直勾勾盯着洛雪欣。玉佩不能有一点损失，我在摄政王府等丞相好消息。好，恭送摄政王和王妃。景林没动。弄丢玉佩者，杖20。末将领命。饶命啊！夫人救！林雨安打了个手势，摄政王府府卫立即冲入屋内，捂着王嬷嬷嘴巴拖了下去。眼看景林当着他的面处置丞相府的人，啪啪打脸，丞相憋得脸色铁青，送祖宗一样，连忙送走景林和洛雪欣一行人。夫人，你是怎么办事的？叫一个替死鬼骑到本相头上，他不是毒哑了吗？还有玉佩又是怎么回事？丞相夫人哭丧着脸，捂着心口喊叫：“我哪知道摄政王会为那个贱人出头？本来打算让成儿好好教训一顿，再给他毒哑，谁知道摄政王来得这么快。”至于玉佩，丞相夫人表情精彩起来，又怄又无奈：“玉佩让星儿拿走了。”什么？他拿玉佩做什么？胡闹！丞相气得拍桌，连忙喊来管家，迅速去洛雪欣藏身的郊区别院取回玉佩。幸好摄政王还不知道他是个替价的冒牌货。丞相夫人表情变来变去，没吭声。成儿人呢？丞相夫人摇摇头，叫人去问，才知骆锦成翻窗摔了，躺在床上等大夫来看。骆锦成可是丞相夫妇的宝贝疙瘩，赶忙去看望。此时他们尚且不知，骆锦成的子孙根被废了，不是太监，却胜似太监。一道黑影趁乱鬼魅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丞相府。马车内，素月跪坐在一旁，张嘴轮流发出数人声音，活灵活现，如亲临现场。全因素月是个听力怪才，写上口技，这也是他被安排到洛雪欣身边的原因。文主，去打断骆景成2条腿。遵命。
黑衣男人闻竹抱拳行礼，转身跳下马车，眨眼消失在人群里，不见了踪影。素月低头安静。谁让陆景生觊觎王妃，活该。素月，你对他什么印象？素月心中一凛，仔细斟酌后开口：模样极美，一双眼睛最为漂亮，冷静聪明，不畏权势，不像是王爷的敌人。前有方福林，后有素月，都在夸我。雪静，景林心底琢磨这个名字，直觉是个假名，糊弄人的。美貌，我已经想了，再美也不过是有鼻子有眼的人，是个人。但他也不得不认可，这位替嫁王妃的确聪明冷静，不怕丞相，也不怕他，还会利用他来打压丞相，索要玉佩。思索良久，景林开口：“让他过来。”是。离开丞相府时有2辆马车，走时景林和洛雪欣分开，各坐各的。洛雪欣本来挺满意的，但没想到林雨安挤了进来，就坐在他对面。哎，方哥说你叫雪静，你今年多大了？18。又一个比我大的。林雨安嘟嘟囔囔，撇了撇嘴，又问：“喂，你嗓子能好吗？你长这么好看，要是嗓子好不了，多可惜啊！光有银针不够，还得有药，得想办法弄到草药。方哥是神医的徒弟，回去让他给你看看，肯定能治好。谢谢。”马车突然停下。素月掀开帘子，笑意浅浅地说道：“王妃，王爷召见。”洛雪欣眸光闪了闪，淡定的点点头，跟着素月去了前面的一辆马车。不愧是摄政王，真有钱，好会享受啊！木了。坐。景林感官异常敏锐，总能精准捕捉到洛雪欣的方向，伸手推过来一杯泛着香甜气息的温水。蜂蜜水，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是他们第2次独处。第1次他拔剑，他苟住装死；第2次。他会说什么，做什么？洛雪欣拿捏不准景林要做什么。3月初6，丞相夫人从西佛寺归来，半道救下一名女子。3月初9，丞相府嫁女。洛雪欣心神一凛，听景林继续说：“你替丞相府大小姐洛雪欣嫁入摄政王府，欺君之罪。丞相府没那个胆子，他们是算准你活不过当夜，人入关，土一埋，世人只当洛雪欣被本王折磨致死，真正的洛雪欣从此自由安全，而你至死无人得知。”景林的话很冷，洛雪欣眼神同样冰冷。我一直陷入昏迷，醒来时已经上了喜轿，动不了，说不出，没得选择。景林点点头。你吐血倒下去，是故意为之。洛雪欣猛地盯着景林，明明眼睛蒙着不是个瞎子，洛雪欣却有种被看穿的感觉，一时说不出话。算计本王的人，无一善终，丞相府不会例外。至于你，我可以指认丞相府所作所为，用不着。景林轻描淡写的说完这句话，便不再开口。洛雪欣有点看不懂他，不需要我指认作证，就不处置我。这位大号国摄政王究竟想做什么？袖里指尖夹着的银针随着心情变化慢慢转动。忽的，洛雪欣注意到马车外渐渐安静下来，抬手扶开窗帘往外看，不知什么时候出了皇城。这是去哪儿？带你去个地方，看看风景。洛雪欣满心问号。1个多时辰后，马车停下，景林不动，洛雪欣也不好下马车。洛雪欣带着满头的问号，推开窗往外看了看，只见不远处山脚下有一座别院，华贵大气，不像寻常人家。下一秒，别院里冒起白烟，很快变成黑烟滚滚，烈火熊熊，隔着距离都能听见别院里慌乱救火的喊声。火是你们放的？有麒麟卫盯着，出不了人命。先吓一下丞相府，收点利息。洛雪欣笑得更开心，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干得漂亮。完事才想起景林看不见，悻悻然收手，继续回头愉悦地欣赏远处的风景。洛雪欣没看见景林嘴角一瞬即逝的浅笑，这火是计算好的，没法救，只能眼睁睁看着烧光烧秃。人也的确没事儿，除了洛雪欣烧伤了半边胳膊，疼得哭爹喊娘。丞相夫妇刚为骆锦成焦头烂额，扭头又要为洛雪欣奔走，吓得肝胆俱裂。马车回城，雪静姑娘对大号国了解多少？很少，人都认不全。可知世家之乱？洛雪欣顿了顿，她听赵嬷嬷说过，这是陈第1年发生的大事，和大号国息息相关，也与景林有关，但起源却要再往前推一推。听闻了一些，王爷为什么问我这个？司马一族满门抄斩，柳氏放逐，宋氏安分守己，但世家传承300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本王需要一个可以打入世家的汉子。王爷说的不会是我吧？当今太后和丞相夫人皆出身宋氏，本王知道你是假的洛雪欣，但世人不知。本王不戳破，丞相府不敢背欺君之罪，权贵名门也不敢揭穿。景林的声音很好听，放慢了语气，恍惚叫人觉得有些温柔，有点刺激。丞相府毒害你，
利用你。雪静姑娘难道不想报仇吗？洛雪心眼睛闪了闪，直勾勾盯着景林问：“报仇是肯定要报复，但我为王爷做事有什么好处？”你可以提3个条件，不违背伦理纲常，不作恶犯奸，本王都可以满足。第一，我既然是王妃，我要有王妃的权利和自由。第二，必须拿回我的玉佩。好。第三，洛雪心想了想，留了条后路。第三，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好。洛雪心笑容明晃晃的，伸出手说：“成交。”景林看不见，但能感知到他的动作，微微偏头表达困惑。洛雪心笑了笑，主动握住景林的手晃3晃，这是交易达成，合作愉快的意思。景林低下头，隔着蒙眼部，好似盯着2个人相握的手。景林语气沉沉冷冽：“你跟谁都这么握手？”“对啊，有什么问题吗？”“男女授受不亲。”洛雪心惊得瞪圆了眼睛，握个手都能授受不亲？后知后觉，这里是古代，男女大房规矩多得很。洛雪心撇了撇嘴，心底嘲了声：“古板。”明面上顺着景林：“以后注意。”既是王妃，一言一行要注意形象，苏月会教你。哦。听出洛雪心的不悦，景林皱了皱眉头，继续说道：“有什么需求，吩咐苏月去办。你是王府的第2个主子，应有的权益都会有。”洛雪心露出笑容，语气真诚了2分。“好的。”马车回到摄政王府，景林先下车，领着凌雨安一边走进王府，一边吩咐着什么。素月微笑恭候：“王妃请。”一去一回，去的时候被监视看管，回来的时候自由解放，谁也想不到回趟门能发生这么多事儿。洛雪心适应良好，她从必死局里脱身，和景林合作，前景局势一片向好。洛雪心特地让素月领路，在摄政王府里转转。回到西院，府尉来禀告：“赵嬷嬷等人一直在柴房叫喊，问怎么处置。”素月静静看向洛雪心，洛雪心想了想，开口：“我只需要赵嬷嬷一个人，其他的，素月，你问问王爷，随便他处置。”素月领命。对了，素月，西园这么多间屋子，我都可以做主安排吧？素月点点头。洛雪心眼睛亮了亮，立马伸手点出2间屋子：“我要把它们改成草药房，各种草药能搜罗到的都来一份，还有工具，等会儿我给你写一张清单。”素月迟疑了2秒，方才开口：“王妃，您说的这些东西，方大夫的小西楼都有。小西楼不逊色宫中御医馆，王府已有一座小西楼，您是王妃都可以取用，不必再建一间草药房。”洛雪心想起方福林，立马追问：“小西楼在哪？”“从这儿走，一炷香路程。”素月带路。洛雪心迫不及待：“公鸭嗓又痛又难听，其他的都放一放，先配药治治嗓子。”刚进院，先看见院中晾晒的10几个药筐架子。洛雪心走到近前，打量着一筐，每一个药筐里都装着不同的草药，种种品质上乘，不见瑕疵次品。洛雪心看得津津有味，忽然听素月恭敬唤了声：“方大夫。”洛雪心这才抬头，对上方福林诧异的眼神：“王妃这是？”“我来取草药，王爷有令，今后王妃便是王府的第2个主子。”素月接着开口，解了方福林的困惑，也宣告了洛雪心的权利。方福林掩去眼底诧异，点了点头：“王妃请便。”洛雪心不需旁人帮忙，自己走过去，挨个抓药、称重、打包，动作流畅熟稔。方福林静静瞧着，眼神略有深意：“这是治嗓子的，他有几分本事？今后同在摄政王府，有的是时间机会探讨。”洛雪心不只拿了治嗓子的，还挑了其他草药。方福林全程安静旁观，等他拿完了才问：“王妃需要方某煎好送到西院吗？”“谢谢，不用。”拿完药，洛雪心返回西院。方福林悄无声息换了身衣裳，前往东院，随即走进书房。方福林先行礼，然后说了洛雪心取药的事。景林手中把玩一件玉佩，淡淡点头：“他是本王打入世家的探子，王妃的身份也能帮本王解决很多的麻烦。”“这么说，王爷相信雪心姑娘了？”景林动作微顿，摇了摇头：“连雪静这个名字都是假的，这位替嫁王妃身上的秘密多得数不清。”麒麟卫只查到丞相夫人救他，其他的查无此人。他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人。玉佩既是他的传家宝，便从玉佩下手，看看能否查到点东西。你们瞧瞧，有见过、听说过的吗？”方福林和凌雨安凑上前看，玉佩看起来古朴不值钱，是个陌生的图腾样式。2人都摇了摇头，心底也很是震惊错愕。麒麟卫是景林一手创建的组织，
在边疆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麒麟卫的情报机构能查敌国皇帝昨夜穿的什么裤衩，居然查不到洛雪欣丁点的行踪。这洛雪欣不简单呐。王爷，他看起来很宝贝这块玉佩，既然拿回来，要不要还给他？暂时不。为什么？还他玉佩，他不是会更忠心吗？景林又拿起玉佩把玩，他不好开口，他有种直觉，给了洛雪欣玉佩，他肯定扭头就跑了。丞相府，丞相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又是胆战心惊，又是心疼流泪，围着洛锦城和洛雪欣兄妹俩团团转。星儿，是不是你拿那替嫁小贱人的玉佩了？洛雪欣点点头。丞相夫人更气恼了，星儿，拿他玉佩做什么呀？差点害了娘和你爹。玉佩呢？快拿来。一个破玉佩，为什么不能拿？我都这么疼了，娘还骂我。洛雪欣又哭嚎起来，丞相夫人赶忙安抚，又叫丫鬟去找玉佩。谁也没瞧见一道黑影从梁上飞出窗，消失不见踪影。丞相夫人见到玉佩，方才长松一口气。娘，我今这块玉佩花样特别才拿的，有什么问题吗？丞相夫人表情难堪，将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通。洛雪欣听呆了，她一直躲在别院，不知外面状况。他为什么没死？不是说摄政王酷爱折磨女人吗？娘，你和爹爹快弄死他，不能让他顶着我的名头享福作乐。洛雪欣脸孔扭曲，妒忌怨毒至极。丞相夫人狠狠咬牙，娘比你更想弄死他，但现在有摄政王撑腰，谁也动不了他。玉佩有了，过几日琼花宴，骗他出摄政王府，这回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洛雪欣连连点头，眼神怨毒。一个替嫁死的小贱人，不许风光潇洒，必须过得很惨，越惨越好。西院，简药、煎药，昨日一碗，今早一碗，2碗药下肚，加针灸治疗。洛雪欣嗓子还是沙哑难听，但好歹是不疼了，痊愈在望。王妃，素月喊了声，洛雪欣这才发现自己想得入了神儿，已经过了西院门口。洛雪欣对素月笑笑，扭头走回去。一进西院，洛雪欣抬头看见一个漂亮小公子抓着她的药丸正往嘴里塞。住口，别吃，药多。漂亮小公子扭头看他，一脸天真无邪，又往嘴里塞了一颗。你是傻子吗？说了有毒不能吃。王妃，素月，你拦我干什么？必须马上让他吐出来，虽然不死人，但也有他好受的。王妃，他是……不必，让他吃。素月和景林的声音同时响起。景林从西院外走来，素月急忙转身行礼。景林站在洛雪欣面前3步远。名臣百毒不侵，没事的。漂亮小公子点头如捣蒜，就冲洛雪欣笑得天真无邪。姐姐的药丸子好香，甜甜的，好吃。洛雪欣默了，她眼神深幽锐利，上上下下盯着李明晨打量审视。百毒不侵，真的？我小时候吃虫子，大点吃各种药，有次差点死掉，是义兄救了我。什么倒霉人生？等等，洛雪欣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景林喊他明臣，当今圣上臣弟的大名就是李明臣，能喊摄政王义兄，除了李明臣不会有第二人。好家伙！洛雪欣眼睛闪了闪，假装没认出来，他可不想行古人的3跪9拜大礼。就算百毒不侵，也不能乱吃。你来西院做什么？我来瞧瞧义兄的新媳妇儿。李明晨歪着脑袋，好奇困惑地看着洛雪欣。姐姐好漂亮，但怎么跟我印象里长得不一样？面对李明晨的困惑，洛雪欣下意识冲景林使眼色，可惜瞎子看不见。洛雪欣只能轻轻咳嗽了一声提醒。景林不动声色，从容淡定地问李明晨：“哪里不一样？”这个姐姐更漂亮，眼角有泪痣，我可以摸摸吗？李明晨说着，不等洛雪欣回答，直接踮起脚尖伸手要摸，结果半道被景林提着衣领子转到了他面前。景林声音冷沉金贵：“不可以，男女授受不亲。”义兄吃醋了。胡言乱语。景林松开他，又抬手拍了拍李明晨的脑袋：“私下出宫，不许再有下次，自己回宫处理奏章。”哎呀，我的肚子好痛，走不动道了。谁知李明晨惨叫一声，一屁股躺了下去，滚了圈抱住洛雪欣的小腿，脸色煞白，哼哼唧唧：“漂亮姐姐，你跟义兄说说，我得躺躺，回不去了。”洛雪欣，景林深呼吸：“起来，一国之君成何体统？”起不来，正浑身都疼。哎，用过午膳，立马滚。好的，谢谢义兄收留。李明晨分分钟变脸，从洛雪欣身后探出一张笑开花的脸。
见此，洛雪心凝重沉思：我会不会被灭口啊？好在没事儿，洛雪心还跟着景林、李明晨一块用午膳，色香味俱全的满汉全席，吃得洛雪心肚子满足，身心舒坦。不过洛雪心发现李明晨吃东西百无禁忌，辣椒、花椒、姜也在吃，怪哉！洛雪心眸光悠悠，李明晨似乎没有味觉。这位年幼的臣弟实在是让人超出想象，有些病娇，与众不同。李明晨和景林的关系也不一般，如沐粘人的不像义兄义弟，更像父子。饭后，凌雨安进来禀告：启禀王爷，丞相府送了张帖子给王妃。景林微微点头，凌雨安这才将帖子送到洛雪心手中。洛雪心打开瞧时，凌雨安毕恭毕敬地向景林禀告：王爷，是邀请王妃3日后赴琼花宴。琼花宴今年由林国公夫人负责，在北陵山中举办，只要1众女眷。丞相夫人还有一句话带给王妃，说玉佩找到了。洛雪心啪地合上帖子，眼神冷幽，语气肃杀：我去。景林转了转玄铁扳指：放心去，本王做你的后盾。琼花宴，鱼饵该咬钩了。转眼3日后，洛雪心和景林合作后再次出门，给足了牌面。文竹率10余位摄政王府卫骑马护送，马车也换了一辆，外面奢华贵气，内里五脏俱全，舒适又享受。不管丞相夫人玩什么花样，玉佩必须拿回来。北林山庄在郊外，快到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下，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姐姐好。洛雪心震惊，难以置信，见鬼似的盯着面前这个漂亮小姑娘。马车里还有个素月，同样惊呆了，艰难晦涩的张张嘴。嘘。李明晨以扇遮面，鬼机灵的摇摇头：换我锦绣小姐，可别再叫错了。你在做什么？我想看热闹啊，不是，怎么把真心话说出来了？李明晨摇头晃脑，咧嘴重新说：哼，那些坏女人肯定会欺负姐姐，我来帮姐姐呀。姐姐放心，我对付女人有一套。义兄说过，天下最毒的女人都在宫里。李明晨拍拍胸口，不知道塞的是什么，被拍得扁了一点，又慢慢胀回来。洛雪心看得嘴角抽搐，遇到这么个病娇不走寻常路的小皇帝，景林这个摄政王是真的不容易。山庄到了，阳春3月，百花齐放。进到前院，一众达官显贵的女眷们簇拥赏花，嬉笑打趣。这是谁啊？顿时安静下来，女眷们好奇地瞧着洛雪心，神色困惑。丞相夫人心底咬着牙，脸上端着激动的笑容，主动迎上前：心儿，你可算来了，娘等你许久。洛雪心，洛雪心。人群里顿时一阵低声哗然。许久不见雪心，出落的是越发漂亮了。又一名衣着华贵端庄、姿态优雅的妇人随后走来，笑盈盈地看着洛雪心。丞相夫人冲洛雪心使了个眼色：心儿还不见过林国公夫人。洛雪心懂了，她没死，景林也没有揭穿她，丞相夫人只得给她铺路，坐实洛雪心这个假身份，但不代表她就会乖乖听话。国公夫人年纪大了，便不用行礼。林国公夫人身体一僵，黑了脸。丞相夫人震惊地瞪大眼，死死地瞪着洛雪心：你怎么敢？林国公从一品，我姐姐是摄政王妃，正一品，你们不会不懂规矩吧？百合花灵扇下，露出李明晨一双桃花眼，语气明晃晃的鄙夷。人群议论纷纷，林国公夫人脸色愈发难看。看在宋家和丞相份上，我帮丞相夫人一把，已是仁至义尽。一个冒牌货，怎么敢让我行礼？真当自己是摄政王妃了。林国公夫人先瞪了丞相夫人一眼，再瞪着洛雪心和李明晨，语气生硬不善地转移话题：这位小姑娘是赴宴皆名门闺秀，她是谁？心儿，你怎能随意让人叫你姐姐？琼花宴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的。洛雪心看乐了，要不是病娇小皇帝穿了女装，真想让小皇帝露脸给他们看看，定吓得魂飞魄散。脸嘛是不能轻易露的，不过……洛雪心和李明晨对视一眼，嫣然一笑，语气愉悦：她呀是王爷的妹妹，姓景，名秀。摄政王是我哥哥。没听说过摄政王还有什么妹妹？林国公夫人脸色大变，声音有点抖。丞相夫人更惊恐，连连瞪洛雪心：心儿，你开玩笑的吧？没有哦。李明晨眼珠子一转，往洛雪心身上靠了靠，嗓子娇滴滴地说道：哥哥天天公务繁忙，不像我只会疼姐姐，我要保护姐姐。今儿谁欺负我姐姐，回去一定向哥哥告状。哼，你们都不向姐姐行礼，是不是欺负姐姐？林国公夫人心底惊慌，顾不得其他，急忙低头行礼：臣妇拜见摄政王妃。见林国公夫人都行礼了，众女眷也连忙行礼：
拜见摄政王妃。李明臣还瞪着丞相夫人，丞相夫人脸色坚硬难堪，只得跟着向洛雪欣行礼，硬生生矮了一个头。不用多礼，大家都起来吧。洛雪欣嗓音沙哑含笑，偏过头冲李明臣眨了眨眼。干得漂亮！李明臣笑得眼睛都弯弯的，要是有尾巴，肯定摇成了拨浪鼓。经这一趟，在场的不管是谁，都不敢再质疑洛雪欣的身份，管他像不像，是不是。丞相夫人这个当娘的，还有邻国公夫人都行礼了。摄政王不仅认可，还派了妹妹保护，谁敢质疑，嫌命太长嘛。也因此举，琼花宴的气氛一时僵硬尴尬，谁也不敢大声说话。还是洛雪欣主动打破，冷冷笑看着丞相夫人。本王妃想和夫人单独聊聊。好，王妃这边请。锦绣，你自己赏花玩玩好吗？有什么悄悄话是我不能听的吗？锦绣，拜托了，我很快就回来。洛雪欣的声音还是沙哑不好听，但她一双眼睛漂亮温柔，像是暖春的阳光，暖得李明臣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短短几日，摄政王没杀你，还派人保护你，想必你床上功夫定是很厉害。不如丞相夫人你。丞相夫人涨红了脸，脸孔扭曲，瞪着骂了句：“不知羞耻！”洛雪欣当即翻了个白眼，没空浪费时间，她冷冷问道：“我的玉佩呢？”想要玉佩，你乖乖把这个药丸吃了，就给你。丞相夫人从袖子里取出个盒子，打开，里面放了一颗褐色药丸，一股刺鼻的味道。洛雪欣眼神冷暗：“这是什么？”“保证你乖乖听话，不会背叛的药。”丞相夫人死死瞪着洛雪欣：“你白占了星儿的身份，当上摄政王妃，怎能不付出代价？捅出去欺君之罪诛九族都得死，不如乖乖听话，为我们办事儿。这样你可以拿回玉佩，继续享受摄政王妃的荣华富贵，我们也会庇护你，不让摄政王察觉你是个冒牌货。”洛雪欣闻言，心底动了杀意，但想起出府前景林对他说的话，他冷着脸接过药丸：“给我玉佩，我就吃。”丞相夫人一脸狐疑，洛雪欣笑意冷冷，讥讽：“你外面那么多人守着，我就一个人，还怕我跑了？”“哼，不要玩花样。”丞相夫人取出玉佩，洛雪欣急切拿过玉佩，玉质古朴，图腾别致特殊。她摸了摸，一模一样的手感，又看玉内部有一道细微的裂缝，像是被磕裂的，是她的玉佩没有错。可不知为什么，到手后却觉得有些奇怪，一点激动的心情都没有。快吃，外面都是本夫人的人，摄政王的妹妹也救不了你。洛雪欣冷冷看着丞相夫人，目光对视，丞相夫人惊得背后出了冷汗，好冷，好可怕的眼神。接着看洛雪欣收起玉佩，乖乖拿起药丸放入口中，喉咙吞咽。丞相夫人恍惚回神，松了口气。从今日起，摄政王府一举一动都要禀告，每逢初3、15，北环街罗记糕点铺子来见本夫人。乖乖听话，每逢15，本夫人会给你一次解药。不听话，毒药发作起来，钻心剜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连续发作3次，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想到洛雪欣吃了毒药受他控制，丞相夫人越发有底气，也越发凶神恶煞，威胁恐吓。好好记住了，摄政王对叛徒探子心狠手辣，落在他手里死无全尸。听我们的，你才能活命，放赵嬷嬷自由出府。今后有特殊任务，本夫人会让赵嬷嬷通知你，记住了吗？丞相夫人又瞪了一眼，别忘了你是丞相府的大小姐，出门在外不要丢人现眼，坏了星儿的名声。训斥完，丞相夫人转身要走，洛雪欣伸出脚，哎呀！丞相夫人即将摔下去时，洛雪欣又一手拉住她，一手飞快在她腰后抹了无色无味的药膏。慢走，我要出宫，便不和你一起回去了。丞相夫人咬牙切齿，怨毒憎恨地瞪了洛雪欣好几眼，才不甘心地带着人离开。哼，洛雪欣吃了毒药，以后有的是机会折磨她。丞相夫人不知，在她走远看不见后，洛雪欣抬手，掌心里赫然是刚刚吃的毒药。她没吃，假动作骗骗丞相夫人罢了。收了毒药，又看了看玉佩，心底古怪的感觉还在，但一时半会儿又说不清楚哪儿有问题。怪在，眸光闪闪，想起李明臣还在前面等他，洛雪欣只得暂时放下，回去慢慢研究。若有问题，丞相夫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锦绣，我回来了。姐姐！李明臣转身抬头，眼睛亮晶晶，围着洛雪欣转了一圈。姐姐没事吧？
有人欺负姐姐，一定要告诉我，我为姐姐做主。谢谢锦绣，我没事。丞相夫人和林国公夫人窃窃私语交谈后，林国公夫人起身唤来所有女眷说道：琼花宴少不了曲水流觞，曲水流觞已经备好，诸位小姐们请入座。下一秒，林国公夫人笑容和蔼看着洛雪欣。久闻王妃出闺阁前是玩曲水流觞的高手，还请王妃赏脸。洛雪欣心下疑惑，素月及时上前低声解释：曲水流觞玩法近似于击鼓传花，选中者需吟诗作对，抚琴作画，表演一场才艺。姐姐会吗？我堂堂华夏小医仙，就此扶伤无数，赌鼓也玩得溜，吹笛玉蛇蝎，提笔画百草。还能画画裸男穴位图，这算才艺吗？不过明摆着林国公夫人没安好心，想报复，让我出丑丢人。洛雪欣眯眼看了看丞相夫人身边飞来的2只蜜蜂，算算时间，勾唇点头。好啊，照身份，洛雪欣的位置在林国公夫人和丞相夫人身边，但他们落座后一看，洛雪欣带着李明晨坐在最角落，果然是下贱的贱民，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将夫人缩了缩，神色难看，边上的嬷嬷丫鬟赶忙驱赶，但不知为什么，蜜蜂好像越来越多了。林国公夫人坐得近，有点嫌弃不悦，问道：丞相夫人，你是不是抹什么香膏了？没有啊。丞相夫人低头闻闻，身上什么味儿都没有，只当是百花齐放，院子里花香惹来的。正说着话，蜜蜂越来越多，围着丞相夫人打转的时候，也将左右两边的女眷卷了进去，全都慌张躲避驱赶，根本没空开始游戏。林国公夫人怒道：快把这些虫子打死！不打还好，一打蜜蜂炸了窝，竖起屁股上的毒针狠狠扎下来。疼死了！救命啊！好呀！直接乱了套，嗡嗡声下，尖叫惨叫不断。曲水流觞桌另一头，洛雪欣好整以暇，出了颗葡萄送入口中，红唇弯弯笑着：锦绣，咱们有热闹看了。刺客拔刀杀来，寒光刺眼，洛雪欣锁定角度射出暗器和银针。与此同时，一道疾驰如雷的黑芒从外面掠空杀来，洛雪欣听见了马蹄声。一支黑底经文的羽箭破空而来，洞穿刺客喉咙，力道之猛，直接将刺客尸体钉在了树干上。紧随其后，又是一支接一支的利箭，箭无虚发，一箭杀一人。义兄来了，姐姐，义兄来救我们了！洛雪欣暗器和银针不停，干掉2个刺客后，才转身看出去。光线不强，昏暗的树林里，颜色如泼墨般的高大骏马神气威武，马蹄声响如惊雷。景林一身玄衣便装，眼前蒙着黑布，好帅！天神下凡般俊美强大，洛雪欣一时看得愣了。保护王妃和小主子。景林身后，凌雨安率麒麟卫驾马追上，四散杀向刺客，局势瞬间扭转，换成刺客惊慌逃窜。李明晨激动地蹦了起来：义兄，这里，我和姐姐在这里！跨过耳朵，听声来到李明晨和洛雪欣面前，拽住了缰绳。吁！景林翻身下马，声音冷血肃杀：没事吧？义兄，姐姐为了救我，手上流了好多血。李明晨眼眶红彤彤，嗓子沙哑，带着哭腔。景林当即皱眉，周围血腥味太重，一时没能分辨是谁身上的。2步走到洛雪欣面前，景林伸出手，又因为看不见，卡在了半道。雨安，伤在哪儿？左臂上，没事，皮肉伤，看着吓人罢了。我已经封了穴位止血。王爷有伤药吗？凌雨安正好赶过来，看见洛雪欣胳膊上的血红，惊得倒吸口气。金疮药和止疼药拿来。是。凌雨安从怀里掏出2瓶药，都是方格做的，比宫中御医的还要好。王妃，你快吃几颗。景林一把拿过，一边倒出药丸，一边冷冷吩咐：杀无赦，一个都不能放过。末将遵命。景林递出药丸：你左手别动，就地处理好伤势，我们再离开。好。洛雪欣接过药丸服下，他单手处理不了伤势，景林看不见，便交给了李明晨。李明晨自幼在冷宫受尽欺凌，皮外伤家常便饭，早就习惯了，经验也很丰富。但帮洛雪欣处理伤势的时候，红着眼睛，眼泪大颗大颗的落。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你是皇帝，不许哭。李明晨努力的憋，但还是在掉眼泪。安全了，别哭。李明晨没有说话，光顾着点头，眼泪慢慢收起来。包扎好了洛雪欣伤势，李明晨转身跟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奄奄认错：余兄，我知道错了，你罚我吧。景林神色冷冽无情。今日指导你出宫的都有谁？李明晨报了几个名字。杖杀。
李明晨点点头，刺客冲着他来，行踪走漏，他身边又安插了敌人。至于陛下，景林面朝李明晨，语气残酷冷血。明日退朝后，习武3个时辰，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得再出宫。李明晨红着眼，不舍得回头看了眼洛雪欣，才点点头说：“好。”不多时，素月带着夏玉东兰赶来复命，刺客已伏诛，林雨安正在收场。景林面朝洛雪欣的方向，肃杀冷厉的气势稍稍缓和，开口问道：“还能走吗？”洛雪欣起身：“可以。”景林略微思索了1秒，吹了声哨子，那匹乌黑如墨、威武帅气的高大骏马走过来。景林对洛雪欣递出手：“来，本王骑马带你回去。”姐姐，这可是踏月乌骓，大号最好的战马。姐姐快上马，你流血这么多，不能再走路。李明晨又恢复了生机，连连冲洛雪欣眨眼睛。景林突然走过来，二话不说，伸手握着洛雪欣的腰，轻松的跟抱个娃一样，直接抱上了马背。洛雪欣晃了一下神儿，景林已翻身上马，将她禁锢在了怀里。马鞍就那么点地方，紧密接触，温度灼热，感觉跟坐在景林怀里没有区别。呼吸间的热气洒在耳畔，洛雪欣不自在的身体微微前倾，挪了挪。别乱动。景林伸手一揽，又把洛雪欣按了回去。这下是真的没距离了。乌月有脾气，乖乖坐好，本王不会摔了你。洛雪欣，这是摔不摔的问题吗？景林身上的火气也太旺了吧，跟火炉子一样，肾一定很好。救命！我在想什么？洛雪欣举起右手捂住了脸，透过手指缝能看见她通红的脸，还有一对红的能滴血的耳垂。可惜了，景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洛雪欣砰砰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声。景林当是疼的，当即双腿一夹马腹，丢下一句：“让雨安护送陛下回宫。”先骑马走了。属下遵命。李明晨一点也不介意被丢下，景林走了，他才放松下来，有心思开玩笑：“朕觉得义兄很满意这门婚事。”素月3人不吭声。李明晨不满：“难道不是吗？义兄从前可没有带别人骑过马，连朕都不许摸乌月。嘿嘿，义兄喜欢就好，国师诚不欺朕。”陛下，国师就是个骗子，王妃可不是洛雪欣。朕知道姐姐不是，可如果没有朕赐婚，姐姐跟义兄又怎么会走到一起？再说了，姐姐顶着洛雪欣的名字嫁入了王府，国师还是算对了。好有道理，无法反驳。素月沉默了。3月阳光温煦，洛雪欣胳膊受了伤，缠着绷带不便行动，便叫素月抬了躺椅在院中。午后晒着太阳，右手举着玉佩端详打量，越看越觉得奇怪。洛雪欣是个孤儿，师傅捡到她的时候，除了裹身体的襁褓，一张纸便是这块玉佩。洛雪欣自懂事气，便好奇爹娘是谁，为什么丢下她？纸上的血是他们出事了吗？不管答案好坏，洛雪欣都想知道自己的来历。于是满了18岁后，离开医谷，前往师傅捡到他的古遗址救济，尝试寻找答案。可惜他死了，死而复生，再次睁开眼，已身在另一个世界。只要他能再次找到推动玉佩发挥神奇功效的办法。记忆闪现，洛雪欣猛地坐起来，引得素月好奇看过来。接着洛雪欣的举动惊得素月喊叫着冲过来：“王妃，你在做什么呢？伤口裂了。”“没事，不用管我。”洛雪欣拆开绷带，拿着玉佩往伤口上一按，崩裂流血，沾染红了玉佩。洛雪欣直勾勾盯着玉佩，惊喜没有发生。不对劲儿。洛雪欣咬咬牙，扬手将玉佩重重扔在地上，玉佩碎裂，玉片碎渣四溅。景林步伐微顿，侧耳听动静，困惑开口：“这是砸了什么？”“王爷，王妃把玉佩砸了，伤口也裂了。”素月着急不行，连连劝洛雪欣：“王妃，您别动了，素月为你重新包扎。”“你这是做什么？”“玉佩是假的，丞相夫人骗了我。”玉佩对洛雪欣太过重要，我的玉佩从来摔不碎，难怪我总觉得古怪，感情是假的，拿来糊弄骗我的。景林身体僵住，洛雪欣怒火上头，并未察觉到这点异常。我现在就去找丞相夫人。素月拦不住洛雪欣，两人擦肩而过时，景林突然出手：“王爷做什么？”“你的玉佩在本王的手中。”洛雪欣满心问号：“你别冲动，乖乖坐下，让素月给你包扎伤口，本王便把玉佩给你。”洛雪欣愤怒激动的心情也平复了几分，眨了眨眼，她狐疑地看着景林的脸：“王爷说真的？”“好吧，我听你的。”洛雪欣答应了，景林这才松开手。洛雪欣一直盯着景林，黛眉紧蹙，眼底闪烁着悠悠冷光。“好了，王妃，
您别再折腾伤口，这样下去不仅好不了，伤势还会变严重呢。素月叮嘱着，语气有些懊恼和心疼。谢谢，王爷，我的玉佩呢？景林沉默地从怀里取出玉佩，他翻来覆去的打量审视，入手便有温暖的感觉。这下对了，是我的玉佩，没错。洛雪心喜不自胜，捂着玉佩贴在心口，沉沉吐出一口火气。我的玉佩怎会在王爷手中？一瞬间，景林心中闪过2个念头：坦白还是欺骗？景林和洛雪心相处并不多，认识的时间也很短，但他莫名的懂洛雪心的脾气性格，她不是娇气好弄的闺阁小姐。景林斟酌言语：本王派人查了洛雪心身边，提前找到玉佩，为了不打草惊蛇，命人做了块假的送回去。恰逢丞相夫人邀你赴宴，本王此刻过来，便是给你送玉佩的。说完，他安静地等了一会儿，但迟迟没有回应，让他心底莫名焦灼。景林皱了下眉头：雪静，你在想什么？知道雪静是假名字，但无奈景林只知道这个名字，心底多了2分造诣。谢谢王爷将玉佩送回来，王爷的恩情雪静不会忘。我累了想休息，王爷慢走，不送。洛雪心的声音听着很平静，难辨喜怒。景林动了动手指，转动着玄铁扳指，点了点头，说了声好，走得很利落。离开西院后，景林才慢下步伐，神色间浮现沉闷之色。他的情绪起伏不该如此之大。他的王妃名字是假的，身份来历一概不知，太在意不是什么好事儿。但转念又一想，景林觉得洛雪心优秀出色，当属下怠慢了。或许是朋友，关心在意朋友，理所应当。这么一想，景林心情平复下来，开口唤出文竹，去给丞相府和邻国公府找点麻烦。西院这边要什么给什么。景林走后，洛雪心又躺回摇椅，右手掌心紧紧握着玉佩。素月瞧着不对劲儿，轻声说了句：王妃，王爷向来对自己人格外好。我知道。他不生气，只是给景林治眼睛的计划要往后推一推。景林藏了几天就推几天。3月18，洛雪心命赵嬷嬷回丞相府，探探丞相夫人的伤势和丞相府动静。赵嬷嬷走后，洛雪心也带上素月、夏玉和东兰出了摄政王府。这是王府对外的药铺，专门收集网罗草药和药材，其中珍品会定期送往小西楼。这间药铺收益微薄，不过王妃会医术，寻常想要什么没有的草药，可以吩咐铺子的小厮外出收集。洛雪心非常惊喜，药铺送的太对她胃口了。洛雪心不由期待好奇：素月，另外2间铺子是什么？王妃，请随素月来。第2间铺子在斜对门，是一间成衣铺子。景林有命令，今年的收成全进洛雪心的腰包。护草3个月，纯利润11万白银，这是真的吗？是的，王爷的私产是断断没有人敢弄去做假的。王妃有所不知，这间成衣铺子开店已有10年，下至百姓，上至达官显贵，名气口碑都是数1数2的。可以做百姓穿的布衣麻衣，也可以做显贵们要的锦衣华服，艳冠群芳，生意火爆，赚钱自然不用说。洛雪心算了算，如果1年都是这样的收成，这可是古代了，真金白银，购买力毋庸置疑。洛雪心突然有一点犹豫，如果我不走，是不是可以一直赚下去？景林这个老板真是神仙呢！看着账本上的银子，洛雪心情不自禁笑出声。见他开心的笑出来，素月悄悄松口气，浅笑询问：王妃，您要不要挑一些布料做一些新衣裳？春时宴会众多，正是制新衣的时候。好啊。素月立马叫来掌柜和铺子里最能工巧手的绣娘，为洛雪心量了尺寸，又挑了布料。第3间铺子在南街较为幽静的角落，洛雪心坐在1层的雅间里，翻开今年的账本，陷入了久久的沉默。这不是小有资产，是原地暴富，富得流油。一场厮杀不至于送这场破天富贵，景林定是图谋别的。他看不见，美貌无用，我也没机会展露自己的医学真本事。那他图什么？洛雪心困惑了，百思不得其解。外面突然传来吵闹争执，声音越来越大，打断了洛雪心的思绪。外面怎么回事？启禀王妃，有2位客人在争抢一件首饰。洛雪心立即起身，现在珍宝阁是他的铺子，为他赚钱，吵架影响生意可不行。宋一娇，你要不要脸？本郡主先来的，你凭什么抢本郡主的簪子？姓宋。洛雪心眼底闪过幽光，偏头看向另一人。本小姐瞧上了，才不管什么先来后到。李云昭，你重新挑个别的。凭什么？宋一娇，你不要太过分！
云昭郡主都快气哭了，这只茜珊瑚珠坠璎珞的簪子老气了一些，并不适合云昭郡主。洛雪欣在柜面摆台走了一圈，取一只海棠花的宝石发簪递给李云昭，这只更适合你，明艳多彩，很漂亮。李云昭惊呆看着洛雪欣，小心翼翼伸出手，谢谢。这只发簪本小姐也看上了，拿来。谁知宋玉娇半路伸手就夺，洛雪欣反应更快，侧身避开，然后上前一步，直接插进李云昭的发髻。你是谁家的？敢和本小姐作对？信不信回去你家老小全都得来本小姐门前磕头赔罪？放肆！王妃面前岂容你嚣张？宋玉娇，你好大的胆子，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宋玉娇先是一愣，盯着洛雪欣上上下下审视一番，这一身华贵美丽的让宋玉娇妒忌。更让宋玉娇嫉妒的是洛雪欣那张脸，狐狸精！宋玉娇心底骂了声，然后趾高气昂，语气轻蔑嘲笑：哼，什么王妃，本小姐从未见过。宫中太后是本小姐的姑母，小小贱婢也想吓唬本小姐，本小姐打烂你的嘴！他扬手狠狠打向素月的脸，半道被洛雪欣抓住了手腕。你敢？放手！宋玉娇挣脱不开，气急了，扬起另一只手，愤怒蛮横地打向洛雪欣。李云昭吓得花容失色，王妃小心！结果洛雪欣只是动了动手指头，宋玉娇立马惨叫：疼，好疼！竟然会放开本小姐！洛雪欣冷冷看着他，再次加重扣着穴位的力道。疼！松手！宋玉娇叫得凄惨，眼泪都掉出来了，再无嚣张气焰。洛雪欣这才甩开了他，和宋玉清对视两眼，宋玉娇抖了抖，红着眼眶，委屈不甘地低下头：我错了，对不起。王妃可满意？洛雪欣和宋玉清对视上，不得不说宋玉清提相气质极好，又美又雅。可惜洛雪欣不吃他这款，更喜欢天仙摄政王。宋小姐口口声声要抄家灭门，这么大的事，丞相和王爷那边，本王妃很难摆平。宋玉清嘴角的笑意淡了，宋玉娇不服的嘟囔：他才不是洛雪欣。然后又被宋玉清看了眼，忍不住抖了抖，彻底闭嘴了。宋玉清再次挂起歉意的笑容：丞相那边宋某会亲自登门道歉解释，摄政王那边还请王妃保密。不如这样，今日王妃在珍宝阁挑选的首饰由宋某买的，如何？掌柜的，你这里最贵的首饰是哪件？回王妃的话，珍宝阁目前最贵的首饰乃是一对极品祖母绿玉镯，售价1999,900两白银。洛雪欣点点头，然后微笑着看宋玉清。宋玉清深呼吸，闭了闭眼。只要王妃喜欢，宋某买。宋某身上没有那么多银票，这块玉佩作为凭证，有劳掌柜去宋府取。好，宋大人客气啊，本掌柜待会儿亲自跑一趟。王妃可满意啊？洛雪欣一脸勉勉强强点点头。宋玉清行礼：宋某告退。转过身，宋玉清揪着宋玉娇出了珍宝阁，很快消失不见人影。洛雪欣这才露出愉悦的笑容：王妃可要将祖母绿玉镯送到王府啊？不用，摆在这儿继续卖，银票给我送过来。洛雪欣都快乐开花了，感谢宋家的馈赠，白嫖199900两。回过头，洛雪欣看到李云昭震惊不理解的脸，勾了勾红唇解释：珍宝阁现在是我的铺子。瞬间李云昭全明白了，当即看洛雪欣的眼神有多少震惊，就有多少崇拜。我今儿心情好，海棠花宝石发钗给你打个7折。谢谢。李云昭的丫鬟买了东西找回来，两人就此告别，看着李云昭的身影远去，红唇弯了弯。这位云昭郡主人不错。顾月接过话头：皇家里能留下来的都是干净没问题的。潜台词可疑的早就被解决了。走吧，去尝尝素月你说的月宴楼美酒佳肴。宋玉清坐在窗边，嗓音温润冷淡，徐徐道出丞相府替嫁一事。原来是个替嫁贱婢，气死本小姐了！他怎么敢跟本小姐作对？丞相夫人难道没有跟他讲本小姐是什么身份？丞相夫妇到了宋府也不过是个奴才，他还敲诈了三哥你19万两银子，岂有此理！三哥他吃了15断肠，头1个月不给他解药，狠狠折磨他，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的主子。怎么样？宋玉清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是为我出气，还是自己想报复？宋玉娇表情僵住。虽然是个替嫁的替死鬼，但能在摄政王府活下来，不止运气，还要有本事。他很聪明，胆子大，丞相夫人找到了一枚不错的妻子，值得嘉奖。宋玉娇惊呆了，红着眼眶跺脚：
三哥，你怎么还夸那个贱人？他比洛雪欣更适合嫁入摄政王府，也比你更有脑子。云昭郡主再怎么也是皇家遗孤，陛下的亲侄女儿。她这个替嫁王妃利用得当，会是宋氏打败摄政王最有力的棋子。管管你的脾气，回去老老实实关禁闭，抄写女诫。宋玉娇气焰全无，脸色苍白惊惧，乖乖点头。为兄今日约了人，你先回去。宋玉娇欠身行礼，走时两腿都是软的，活像是被吓跑的。唉，如此绝色娇艳的佳人，可惜了，嫁给了瞎子。花再艳也无人赏呢。宋兄，你这是夸谁？身后有人推门进来，语气惊讶古怪地问道。宋玉清转过身看向来人，微微一笑解释：摄政王妃。宋兄，你不会喜欢洛雪欣吧？她也配。非也，是个有趣又大胆，敢敲诈威胁我的女人。不一会儿，洛雪欣点的美味佳肴全送上来，还有一壶梅子酒。都过来，一起吃。王妃不可，我等是奴婢，怎能与主子同坐同食？洛雪欣没说什么大道理，单手撑着下巴，笑语盈盈。我是主子，你们是不是该听我的？让你们做便做，这么多菜，我一个人可吃不了。夏玉和东兰齐齐看向素月，素月点点头，谢王妃。三人行礼道谢后才坐下来。素月，王爷的眼睛被毒瞎已经有2年了吧？素月先是一愣，随即点点头。方大夫是神医徒弟，还有宫中御医，都拿王爷的眼睛没办法。素月还是点头。那你可知王爷的眼睛被毒瞎后都有什么症状？素月只知白日无事，入夜后刺痛作痒，王爷的脾气也会暴躁，因而入夜后王府上下无事都不得靠近东院。素月说到这里，看洛雪欣神色淡淡，似乎并未上心的样子。素月不禁多说了一句：有位美妾自恃美貌，私下闯入东院侍寝，触怒王爷，当场诛杀。就是那个被刺了30多箭的。素月欲言又止，憋不住解释：王妃，谣言不可信，也没30多箭，就7、8箭吧。王爷就1箭，是他自个儿逃出去，又喊又叫，麒麟卫把他当成了刺客，才有此下场。原来如此，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去东院的。素月噎住，我也不是这个意思，白天还是能去的。咋啦？吃饱饭困，还是回王府睡？洛雪欣伸了个懒腰，语气戏谑期待。希望一觉醒来，掌柜的已经把银票送来了。小姐，你怎么？小姐，别吓梅儿！洛雪欣正好走到门前，不看也看见了。小姐，坚持住，青菊姐姐去找大公子了。洛雪欣瞧了眼，找什么大公子？该找大夫。不过等大夫来，这小姑娘怕是凉透了。这时对上小姑娘的眼睛，水汪汪，装着痛苦和窒息，挣扎在绝望垂死之间，向她求救。怪可怜的，瞧着也才13、14岁。王妃，她动了恻隐之心，一边扁起袖子，一起走进去。你是谁？想干什么？救你家小姐。不行，我们不认识你，你休想害我家小姐。你再抱紧点，你家小姐现在就会死。梅儿低头一看，自家主子都在翻白眼了，吓得赶忙松手。救命！救我！洛雪欣捏着小姑娘的脸，看了看喉咙，语气严峻冰冷：素月，扶着她后背坐直。好。你是不是大夫？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夏雨，把她嘴巴捂住。夏玉立马过去捂住了梅儿的嘴巴，拖到角落里去。东兰站在门边，皱眉看着周围包间听见动静凑过来看热闹的人群。外面吵吵闹闹，洛雪欣丝毫不受影响，漂亮脸蛋冰冷沉静，一手捏住小姑娘的脸，卡住腮帮子不能动，一手并指伸入嘴中。小姑娘哆嗦着要挣扎，按住了。洛雪欣对素月说完，又放柔了语气安抚小姑娘：别怕，很快就结束。洛雪欣手指触碰到喉咙深处，堵塞的几乎没有缝隙，滑溜有弹性的东西，指尖用力狠狠一抠，破了。洛雪欣刚收回手，小姑娘浑身一抖，张嘴哇地喷出一口血水，然后剧烈痛苦地咳嗽起来。乔元晨收到消息匆匆赶下来，挤开人群正好看见这一幕，震惊惶恐，他怒斥着冲过去：你在干什么？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林旭要是有事儿，我要你的命！我在救她。救？你当我是瞎子？哥，他救我！乔元晨愣住，这时夏玉松开梅儿，梅儿惶恐又迷茫的解释：大公子，小姐刚刚喘不过气，说不了话，他是救了小姐。只是梅儿不懂，
骆雪欣是怎么把手伸进喉咙救了小姐的？外面拥挤凑热闹的人群也是困惑，交头接耳。先前不能呼吸，现在能；先前不能说话，现在能。骆雪欣手里没见有灵丹妙药啊，这两手空空怎么做到的？这绝色美人是谁呀？好厉害呀！乔元辰的表情顿时精彩纷呈，又愧疚懊恼，又感激，又拉不下脸道歉。骆雪欣冷冷看着他，救人和害人都分不清，你的确是瞎。乔元辰涨红了脸，我回去好好养养嗓子，吃清淡点，凉一点，以后别再轻易贪辣贪吃。骆雪欣无视乔元辰，叮嘱完乔灵秀，偏头喊人：苏月，我们走。门外挤满了人，骆雪欣走出来，人群立马让开一条路，人人冲他竖起大拇指，夸赞连连，还有问他是不是大夫，在哪儿坐诊看病的。忽的，骆雪欣察觉到一道奇异深幽的目光，脚步微顿，抬头对上宋玉清的眼睛。又是他。宋玉清要下楼朝他走过来，骆雪欣不予搭理，收回视线时瞧见一人，顿时睁大眼睛，错愕极了。景林带着凌雨安站在前方。王爷，景林怎么来了？来了多久？看，哦不对，听了多少？听到骆雪欣惊呼，景林这才迈步走过来。摄政王，乔元辰追出来，看到景林惊呼出口，神色又惊又疑，回过神立马行礼。下官拜见摄政王。景林无视乔元辰，站在骆雪欣面前，心平气和问他：吃好了吗？本王来接你。啊，接我？看到景林点点头，骆雪欣大感错愕。凌雨安笑嘻嘻地凑过来：王妃，我们王爷一忙完，立马就来接你了。王妃？乔元辰震惊插嘴，盯着骆雪欣看了又看，语气不敢置信。骆雪欣？放肆！小小七品校尉，怎敢直呼王妃贵名大姓？乔校尉，你要翻了天吗？语气桀骜张狂，凌雨安眼神不善盯着乔元辰。乔元辰当即跪下：下官不敢，摄政王息怒。景林这才看向乔元辰，黑布蒙眼，脸上冰冷淡漠，看不出心情。只听他语气霸道冷血：本王先前听见乔校尉要王妃的命。是误会，下官一时护命心急，口不择言，绝不敢有加害王妃之心，恳请摄政王明鉴。误会便要杀本王的王妃，若不是误会，岂不是要连本王这个摄政王一起给杀了？下官不敢。哼！景林冷冷一笑，场中人全都哆嗦了一下。念在初犯，死罪可免，但你这双眼睛分不清救人还是害人，属实是废物。废物没有留下的必要。雨安，挖了他的眼睛。遵命。就在这时，骆雪欣开口：等等，王爷，他有一颗保护妹妹的真心，两相抵消，饶了他这回吧。全场吸气声不绝，人们震惊呆滞，难以置信地看向骆雪欣。他不要命了？摄政王残暴狠辣，唯我独尊，连小皇帝都得听摄政王的，不敢忤逆反对。骆雪欣凭什么？真以为自己是王妃就有免死金牌了？他误会你，冲撞你，你不生气？果然是在给我出气。天仙摄政王这么好的老板，我给满分。心情好极了，骆雪欣笑着开口：我从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气大伤身，没什么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景林若有所思，赞同的点点头。骆雪欣嘴角笑意更深：王爷，我们回家吧，我困了，打算小睡一会儿。好，林安，给礼部尚书送个口信，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儿子，再有下次，本王绝不饶恕。末将领命。乔元辰看见宋玉清进来，忍不住张嘴：宋兄，他是骆雪欣？是，也不是，唯一不变的是他摄政王妃的身份。还有，他救了灵秀，救了我。宋兄，丞相府是从哪儿找来的？容貌比骆雪欣美，还会医术，更重要的是，他能改变摄政王的主意，简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宋玉清也很好奇，可惜丞相夫妇半路捡到，一心送去替驾祭祀，压根没查过。过去这么多天，再查也难了。摄政王妃救了你们兄妹，你们可得好好感谢。不日，姑母在宫中设宴，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宋兄说的极是。回去，骆雪欣和景林同坐一辆马车，其他人都在外面跟着。骆雪欣发现他和景林独处的时候，基本都在马车上。看过铺子，可还满意？满意。王爷是永远送我了，还是暂时的？骆雪欣坐直了，眼神期待探究，看着景林问道：账本上白花花的银两实在充满诱惑力。只要我们一直是朋友，便归你所有。朋友？景林点点头。虽然骆雪欣替嫁成了他的王妃，但他对骆雪欣暂无男女之情，也无偿欢作乐的想法。
景林欣赏他，尊敬他，做朋友最合适。你在看什么？王爷刚刚听见我救人的全过程了吧？雨安说了，我自认为医术不错，比这方大夫也不会差。王爷要不要让我给你治治眼睛？我和方大夫一起也行，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治好的机会肯定增加。洛雪欣笑语盈盈，景林的俊脸却冷了下来，周身气势迫人，冷淡开口：“不必。”洛雪欣微愣，皱眉：“王爷不信任我的医术？”与信不信任无关，以后本王眼睛的事休要再提。你有闲工夫，不如好好的准备。太后正在筹备设宴，宴请世家贵族的公子小姐，你也在邀请之列。宫中危险远超你的想象，太后亦不是良善之辈。入宫后，本王也不能随时保护你，你要有心理准备。这话太冷太生硬，刚刚还说是朋友，一扭头回到公事公办，难免伤人热情。不过今日翻身报复，景林实打实维护他，给他出气。洛雪欣不和病人计较，他也有发现，景林在眼睛上反应格外大，格外抵触排斥。是不是还发生过我不知道的内情？回王府各走各的，洛雪欣径直回西院。赵嬷嬷从丞相府回来了，小咪一觉取消。洛雪欣兴致勃勃问赵嬷嬷丞相府什么情况。自3朝回门后，丞相府的日子煎熬至极。骆锦成断了腿，一直躺在床上，成天打杂发脾气。丞相夫人从琼花宴回来，被蜜蜂蛰得面目全非，肿如猪头，疼得哭喊拍腿，不敢见人。见赵嬷嬷话还没说完，表情犹豫慌张，洛雪欣冷冷眯眸开口：“赵嬷嬷，别忘了你现在的主子是谁。”奴婢见到了大小姐，大小姐问了很多王妃的事儿，奴婢对王妃忠心耿耿，说的都是假话，没半句说漏嘴。还有什么？赵嬷嬷颤颤巍巍从袖子里取出几个小小药包，一脸绝望交代：“大小姐让奴婢给王妃下药。”洛雪欣一一拆开检查，巴豆、牵牛子、雷公藤等药粉，量少不致命，但吃了铁定不好受。还有呢？赵嬷嬷趴在地上哆哆嗦嗦张嘴，大小姐还吩咐奴婢在摄政王面前诋毁王妃名声，水性杨花，养有男宠，清白早就给了野男人。大胆！这都是大小姐的原话呀，奴婢不敢瞎说，王妃饶命啊！洛雪欣淡定挥挥手，让赵嬷嬷滚下去。素月都震惊了，丞相府大小姐竟是如此毒妇，幸好她没有进王府。她要是来了，多半活不过当晚。素月点点头赞同，摄政王府绝不会留着如此又蠢又毒的蛇蝎。素月目光落在药包上，小声问：“王妃，要不要禀告王爷？”“不用，我自会教训洛雪欣。”这时夏玉进来禀告：“王妃，方大夫来了，请他进来。”方福龄两袖清风，一身淡淡药香，行礼后落座，端庄俊逸，微笑开口：“王妃嗓子大好，想必再养几日便能恢复如初。”“方大夫找我有事吗？”方某已听闻月宴楼一事，寻常大夫即使在现场，也很难及时判断病因，果断救人。王妃医术超绝，胆大心细，方某佩服。方福龄夸完，话锋一转，试探地问洛雪欣：“王妃可愿与方某一同医治王爷的眼睛？”“我愿意，但王爷已经拒绝了。”“这……”方福龄扶额，心底叹气：“王爷肯定会后悔的。”“方大夫，王爷为什么拒绝治眼睛？”“不知该换王妃还是雪静姑娘？”“都可。”反正都是假的。洛雪欣不在意这点细节。方福龄稀奇地看着他，张嘴解释：“若是王妃就得守摄政王朝的规矩，若是雪静姑娘，你我便是朋友之交，随便聊聊不犯规矩。”洛雪欣乐了，方福龄也是个妙。方大夫说吧，我会保密的。雪静姑娘有所不知，臣第3年，也是王爷中毒眼下的第1年，王爷过得极度辛苦，毒素折磨，日夜难安。方某与宫中御医尝试了100种手段，都无法根治，最终用了凶险猛药，才将毒素压制到夜晚发作。在此期间，世家余孽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趁着王爷病，将王爷拖下摄政王位，再次颠覆大吴国的权柄。景林又要治眼睛，饱受剧毒折磨，又要震慑朝堂，约束各方势力，辛苦的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眼睛一直无法好转。两相权衡下，景林舍弃了眼睛，瞎了眼的摄政王也还是猛虎枭雄，血腥雷霆手段肃清朝堂，再次威震大号国内外。如今陛下年幼，尚不能稳定百官，安治国家，还得靠王爷。治言等于示弱，那些个虎豹豺狼又得卷土而来，只能熬到陛下成年，足以统帅天下。诸恶除去后，再来治疗。方某也一直联络师傅，然而他老人家不知云游何处，至今没有下落。
原来如此，王爷对我不错，我也想报答他，但王爷不同意，我连碰的机会都没有，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方某时不时为王爷检查眼睛，可以口述症状，你我私下交流。雪清姑娘，意下如何？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翌日，骆雪心收到慈宁宫送来的帖子，邀他3月25宫中赴宴赏兰花。骆雪心叫来赵嬷嬷，交代他几句，让他走一趟丞相府。冒牌货惨不惨？赵嬷嬷瞬间变脸，哭丧着脸拍大腿。哎呦，小姐呀，奴婢有愧于你。摄政王对冒牌货关爱有加，成天喊方大夫调理身体，奴婢找不到机会下手啊。马上冒牌货还要进宫赴宴，他顶着小姐您的身份，您的名字，风风光光，奴婢心疼您呐。什么？骆雪心当场气疯，直冲到丞相夫人面前，又哭又闹。他也要进宫赴宴。心儿别闹，娘这副样子，娘都不去宫宴，你去干什么？再说那个小贱人顶替你嫁入摄政王府，人人都当她是王妃，你还往前凑，叫人发现捅破，欺君之罪是要灭九族的。娘，我不会凑到面前的，我就偷偷看一眼。娘不进宫，可以让宋七小姐带我进宫。这怎敢劳烦宋七小姐？娘，能进宫赴宴的都是7品官以上的小姐，心儿进宫可以偷偷帮哥哥瞧一瞧未来的嫂子人选。丞相夫人本就动摇，这一听当即松口答。转眼到了3月25这日，骆雪心新做的衣裳悉数送来西院。王妃这一身，定当艳压群芳，无人能及。我瞧着很容易被打劫。谁敢打劫王妃您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今儿还有王爷呢，没人敢。对，没人敢。东兰连连点头附和。骆雪心被逗乐了，他说笑而已。走吧。出了西院，走到摄政王府门口，进宫的马车已备，护卫2队。景林感官敏锐，先听到脚步声，紧接着听到林雨安和方福林2人的惊呼声，好像看见了什么令他们吃惊的东西。景林微微偏头，语气漠然。怎么了？王爷，王妃她。这时骆雪心已经走过来，浅笑开口打招呼。王爷、林将军，还有方大夫、日安，3人齐齐一愣。入耳的声音干裂如泉，甜如禁蜜，沁人心脾，令人倍感舒适享受，极难忘却。景林表情诧异。王妃？是我。骆雪心愉悦扫过3人的表情，心底美滋滋。想不到吧，我嗓子彻底好了，这才是我真正的声音。恭喜王妃。方大夫也要进宫？去御医院有点事。景林微微偏头，耳朵动了动。王妃和方福林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皱了皱眉，景林开口打断。上车。骆雪心点点头，往第1辆马车走去。他今日从头到脚华丽庄重，裙摆拖地，动作不能太大，上车还需素乐扶一把。但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是景林强劲有力的胳膊。骆雪心偏头看了看景林。谢谢王爷。方哥，我瞧着王爷对王妃不一般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王爷又瞧不见王妃的美貌。嘿，王爷能听见，王妃声音真好听，我耳朵都听酥了。你小子当心罚站。方福林摇摇头，坐上后面1辆马车。林雨安摸了摸鼻尖，翻身上出发。大浩国皇宫南门3扇高达10米的大门开放，不少人到了，3、5成群凑到一块儿，嘀嘀咕咕，看起来并不急着去后宫，反而是在宫门口张望，好奇等着什么。有人悄悄喊了声：“摄政王府的马车来了！”立马无数双眼睛齐刷刷看过去，王妃竟然跟摄政王1辆马车，还是摄政王亲自扶王妃下马车。无数人蠢蠢欲动，就等着摄政王离开，一拥而上包围骆雪心。景林看不见，但他感官敏锐，察觉到周围的视线，周身气势冷峻3分。王妃与本王先去见陛下。好啊。骆雪心点点头，他也有点想并交小皇帝了。摄政王竟是把王妃带走了，这么缠绵，一刻舍不得分开。琼花宴和月宴楼的传闻是真的，骆雪心何德何能？不是说摄政王不近女色，连杀3名美妾吗？这是铁树开花了。众人嘀嘀咕咕往后宫走，消息也传进了后宫，传入慈宁宫正殿。凤椅上端坐的美人约莫30左右，头戴3凤衔金珠宝冠，身着金凤彩鸟的华贵宫装，把人带去先见小皇帝，这是不把哀家放在眼里。姑母，摄政王太过分了，那个冒牌货也不是好东西。姑母，要不是你让娇娇入宫赴宴，这会儿娇娇还在关禁闭，超女界都是冒牌货害娇娇，那个冒牌货还骗了3哥近20万两白银。姑母，你可要为娇娇和3哥做主。宋玉娇装可怜有一手，
渲然玉气楚楚可怜。宋方仪怜爱地摸摸她的脸，哄着宋玉娇，又瞥了眼边上站着的洛雪心，语气不怒自威：“你们丞相府真是好大的胆子！”太后娘娘，臣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是臣女嫁去摄政王府，肯定会被摄政王杀了。臣女怕……闭嘴，吵死了！宋玉娇烦躁地呵斥一声，洛雪心表情僵住，抽噎了一下，不敢再假哭。娇娇，你怎么把她带进宫了？姑母，你不知道冒牌货在娇娇面前好嚣张，吓得娇娇手好疼。哼，他这个赝品假货，见到真货肯定吓得屁滚尿流。注意分寸。玉清说了，他如今是宋氏棋子。宋方仪言外之意，教训可以，但不能闹大。棋子废了，可就没用了。太后娘娘，宋七小姐，臣女有一计。此计不仅可以教训冒牌货，还能考验冒牌货对宋氏是否忠心。最重要的是，可以惩戒摄政王对太后娘娘的不敬冒犯。你快说！说来听听。他张嘴，语气阴险毒辣，将害人之计徐徐道来。没想到你这蠢货还有点脑子，能为太后娘娘献计是臣女的福分。姑母，宋方仪若有所思，最终点点头答应。可人还在陛下那里，咱们怎么实施？他能进宫是哀家邀请。孙嬷嬷，去一趟紫金殿，赏兰宴即将开始。她一个摄政王妃，也敢叫哀家和满堂宾客等她，一点规矩都没有。一个替家，替死的冒牌货，好日子到头了。紫金殿，摄政王到，摄政王妃觐见。姐姐，快让姐姐进来。知道景林看不见，李明晨还是下意识绷紧了脊背，吞了吞口水，规规矩矩交代：“义兄，朕今日奏章批改的差不多了。”李明晨眼珠子转悠起来：“那朕可以休息一会儿吧？天天不是练武就是看奏章，朕好累的。”景林不用猜都知道李明晨打什么主意，淡淡轻哼一声，点了点头。李明晨立马跟撒欢的出笼鸟似的，一路小跑到洛雪心面前：“姐姐不用多礼，姐姐来，朕这里有好吃的糕点。姐姐跟朕说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新鲜的事儿？”桃花眼亮晶晶，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和期待。好啊，姐姐的嗓子好了。才好的。哇，姐姐的声音好好听，姐姐多说点儿。李明晨缠着洛雪心，两人说说笑笑，倒衬托的景林像个多余的。景林也不打断插话，顾自坐在另一侧，喊来起居郎问话。他们这里亲亲热热，气氛融洽，好似一家人。可惜好景不长，孙嬷嬷在殿外求见，带来太后的口信儿，招摄政王妃赴宴。姐姐，老太婆坏死了，她好几次想毒死朕。没有证据，陛下圣言。景林插嘴，语气冷厉，带着警告。李明晨撇撇嘴，不舍得看着洛雪心：“姐姐真的要去吗？老太婆会害你的。”要去的，不仅是因为太后一直不能拒绝，也是因为洛雪心想见一个人。洛雪心肯定想方设法进宫了吧？陛下，王爷，臣妾告退。洛雪心起身行礼，一举一动优雅端庄，礼仪挑不出问题。又有素月贴身跟着，文竹在暗中护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应对。景林偏头朝向李明晨：“陛下，我们来说说你近日看侍寝验本的事。”李明晨惊恐瞪向景林：“过来。”李明晨焦急张嘴：“义兄，要不您去保护姐姐吧？老太婆那么坏，指不定怎么欺负姐姐呢。朕也可以一起去保护姐姐。”不着急，处理了你，再去保护她。慈宁宫兰花园，世人皆知太后喜兰花，特修了一座兰花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兰花，从不空着。摄政王妃可算来了，架子真大。太后宋方仪打量着洛雪心，眼底掠过惊诧之色，没想到竟是如此祸水模样，难怪能让残暴狠辣的摄政王爷手下留情，活到了现在。臣妾拜见太后娘娘，恭祝太后娘娘万福金安。摄政王妃等同一品，不用下跪，而是屈膝行礼。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宋方仪毫无让洛雪心起身的意思。臣妾拜见太后娘娘。宋方仪还是不作声，这是明摆着要给他一个下马威。这时乔灵秀无意瞧见同在角落里的李云昭对他身边的丫鬟说了什么，然后丫鬟静静退下，趁着所有人不注意，悄悄出手。哎呀，糟了！郡主，你的礼仪呢？大喊大叫成何体统？太后娘娘，大事不好了，你快看呀！宋方仪心底纳闷不悦，顺着李云昭手指的方向一看，瞳孔猛缩，脸色巨变。谢谢你们俩。兰花是谁的手笔？我发誓不知道王妃在说什么。两人同时张嘴，话说完，大眼瞪小眼。
骆雪欣更乐，再次道谢。王妃救了我的命，王妃，我哥哥回去挨了20鞭子，爹爹亲自打的，现在哥哥都没能下床，请王妃原谅哥哥的失礼冒犯之处。骆雪欣随意应了声，点点头。乔灵秀这才松了口，脸上露出笑容。谢谢王妃仁慈。王妃，你瞧，我都说了，宋玉娇最是小心眼，今日肯定是他找太后告状了。这笔账我会讨回来的。耳边听素月拦住人质问，语气很是戒备。这是太后娘娘的懿旨。素月，让他过来。摄政王妃，太后娘娘召见，不得违抗。宫女直面骆雪欣，死死瞪着她，满眼恶毒之色。带路吧。骆雪欣专挑小路，绕着往慈宁宫走。一是为了不让人发现她身份，二是骆雪欣眼神怨毒如钩子，一直粘在骆雪欣身上。你一个身份卑贱的小贱人，天上掉下馅饼，翻身成了丞相府大小姐，摄政王妃，一定很得意吧？锦衣华服，珠宝玉饰，是不是做梦都要笑醒？哼，假的就是假的，山鸡永远变不了凤凰，野猪也吃不来细糠。小贱人，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好好珍惜现在。骆雪欣，你很妒忌吧？本小姐嫉妒你一个贱民，笑话。等等，你认出本小姐了？骆雪欣没有身份被识破的惊慌，反而得意兴奋至极，瞪大眼睛瞪着骆雪欣，狞笑威胁。本小姐这个真货在这儿，你这个冒牌货是不是很害怕呀？跪下来求本小姐，本小姐就不拆穿你。小贱人，听不懂人话吗？快跪下，求本小姐。跪你？求你？对，没错。骆雪欣理直气壮，兴奋激动。下一秒，他腿上一疼，疼得站不住，两腿酸软无力，直接跪在了骆雪欣面前。骆雪欣又气又怒，脸孔扭曲挣扎着想起来，谁知两条腿完全不听使唤。贱人，你对本小姐做了什么？你一共骂了我5句，贱人！你要干什？素月一把捂住了骆雪欣的嘴，压低声音道：“王妃，这里路偏，四处都无人，王妃放心动手。”骆雪欣吓得屁滚尿流，爬起来带路，脚步生风，惊恐害怕的不敢回头看一眼。素月眼神好奇：“杀起针这么厉害？”骆雪欣笑着眨眨眼：“吓得，先给他一个教训。”骆雪欣又疼又怕，一路不敢再玩花样。启禀太后娘娘，摄政王妃到了。素月被拦在殿外，只骆雪欣一人走进去。臣妾拜见太后娘娘。许氏慧兰的损失给了宋芳仪很大的刺激，宋芳仪没了心情再折腾骆雪欣，挥挥手让她起来。摄政王妃，你有几斤几两，哀家便不再重新说了。丞相夫人应该告诉过你，你是在为谁办事儿，你背后真正的主子又是谁？臣妾愚钝，还请太后娘娘明示。娇娇，哼，拿着。骆雪欣眸光闪闪，淡定接过。宋芳仪见她听话的接了，眼底掠过满意之色。瓶中有一颗药，待会儿宫宴举行，找个机会下在酒里，让摄政王喝了。摄政王妃，好好当我宋氏的狗，才能活得命长。宋芳仪字字句句都是威胁恐吓，臣妾明白。下去吧。骆雪欣面无表情出了正殿，得找个地方瞧瞧瓶中药是个什么东西。不曾想刚走出去2步，一人挡在了半路上。摄政王妃，我们又见面了，你收到了在下的心意了吧？是。骆雪欣琢磨了一下，回答：本王妃收了20万两银票，找零100两退回去，有什么问题吗？宋玉清笑意微僵，他谈风雅，骆雪欣说钱财，这没法聊了。王妃似乎遇见了难题，需要玉清帮忙吗？骆雪欣皱起眉头，但他还没开口，不远处传来景林冷酷霸道的声音：本王的王妃什么时候轮到4品太常少卿操心了？你也配？摄政王怎么来得这么快？身后还跟着个小皇帝。宋玉清神色恭敬，低头行礼：臣拜见陛下，拜见摄政王。王妃，来本王这里。骆雪欣脚步轻快走过去，看向景林，眉头舒展，自然而然露出明艳动人的笑容。皇城中万千少女痴心于他，京剧躲着摄政王，怎么到了骆雪欣竟是反过来了？李明臣张嘴：太常少卿，你找姐姐做什么？不会是想挖义兄的墙角吧？臣不敢，臣也绝无此想法。宋玉清埋头更低，腰也弯下去，解释道：臣只是见王妃面有愁色，顺口一问，绝无异心。你最好是没有异心啊，觊觎本王的人往往活不长久。臣受教了。宋玉清低头行礼，谁也不知道他脸上到底是什么表情。臣欲拜见太后娘娘，臣先告退了。快走快走。宋玉清一走，李明臣立马凑到骆雪欣面前，语气又愤怒又担心：姐姐，朕听闻老太婆欺负你了，
疼不疼？要不要朕把方大夫和御医喊过来瞧瞧？我没事。可恶！姐姐放心，待会儿朕给你报仇。嘘。陆雪心无奈好笑地看着李明晨，病娇小皇帝还真是半点不看场合，哪有在人门前说的？王爷，跟我来。景林身体放松，顺着洛雪心的力道离开。李明晨好奇地跟上来。到了角落，洛雪心对李明晨灿烂一笑：“陛下可以帮忙放哨吗？”李明晨乖乖点头。眼看着洛雪心又将景林往角落里拽了拽，然后躲进了景林的怀里。看着景林微微低头的背影，李明晨震惊地瞪大眼睛。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李明晨心情激动，回头连连朝远处的凌雨安和素月招手。两人听命过来，见李明晨伸手指了指：“你们看，义兄和姐姐是不是在亲嘴儿？”陛下，非礼勿视。半晌没听到回答，素月回头一看，李明晨和凌雨安看得津津有味，脑袋挨在一块，不知道嘀咕什么。而事实完全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太后给了我一颗药，我得瞧瞧是个什么东西。景林无法看见，但他听觉敏锐。微微低头，景林细心认真地捕捉所有细微动静。他听到瓶子打开塞子的声音，听到药丸在洛雪心掌心旋转，听到衣袖滑动，还听见了洛雪心鼻尖嗅嗅的声音，像猫儿嗅未知的东西，带着好奇和谨慎。有点可爱。药丸表面有一层水溶的封层，完全藏住了气味，无法分辨。洛雪心便用指甲刮下来薄薄的一层，递到鼻尖一嗅，直冲天灵盖的气味。洛雪心眼前一黑，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往后栽倒。怎么了？有毒？景林及时出手，一把搂过洛雪心的细腰，抱在怀中，皱眉冷声询问，语气急切担心。洛雪心软软地靠在景林怀中，声音没精打采：“没毒，让我缓缓。”好。景林就像一个人形床，胸膛结实有力，体温炙热，隔着衣裳传递出温暖，脸贴上去很舒服。好温暖舒服，不想起来。不对劲儿。洛雪心猛地晃晃脑袋，清醒过来，脸红红地推开景林的怀抱。这是药的原因导致荷尔蒙蠢蠢欲动，才不是我怀春了。洛雪心清清嗓子开口解释：“这药里有麝香、鹿茸、虎鞭，一颗下去能让大象发疯，迫不及待的交配。人要是吃了，精血沸腾，大战7天7夜，女人累死，男人就算活下来，那东西也得废了。”洛雪心说着，忍不住往某个地方看了看。还好景林看不见，我刚刚闻了闻，才会被影响。这虎狼之药也太变态了。太后为什么给你狼虎之药？太后让我在宫宴上给你下药，就是这颗药，下在酒里让你喝了，好狠毒啊！这不仅是想让你出丑，还要你断子绝孙。还不止，我若中药，酒是你弟的，你不死也要丢半条命。为什么？洛雪心一时没反应过来，表情迷茫。王妃觉得本王中了药，会在宫中随便抓个女人解决吗？难道不是吗？洛雪心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景林言语之意。不行，不可以，我拒绝。景林笑出声，周身气势冰雪消融，勾唇问道：“你就这么害怕？”洛雪心这才反应过来，他吓我又不会真的下药，他不中药，自然不会发生后面的事。王爷，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太后如此狠毒，不能放过她。富儿过来。虽然说的是让洛雪心过来，其实景林主动迈步，高大强壮的体魄轻声靠近，笼罩了洛雪心整个人。洛雪心已经体验过景林的强大力量，是一只手就可以把他轻松抱起来的人，蒙着眼也遮不住景林貌比天仙的俊脸，寸寸靠近，低头贴在他的耳旁，呼吸间炙热的气息喷洒在耳廓，酥酥麻麻。洛雪心再次感觉浑身发软，他握紧了拳头，绷紧脊背，心虚的不想景林发现他的异常。景林张嘴，语气低沉磁性，徐徐道来：“耳朵好痒。”洛雪心克制不住身体颤了颤。景林敏锐察觉，沉声问道：“怎么了？还有影响？”洛雪心稍稍挪开一点距离：“不是，你继续说。”等景林说完，洛雪心连连点头，逃似的窜出去：“我懂了，就按王爷说的吧。”景林站在原地没有动，他侧耳听洛雪心脚步急切，走到李明晨他们身边才停下来。几人小声地说着什么，断断续续，听不真切。景林的心情也不平静，心跳太快，掌心有汗，身体就好像火炉子在烧一样。只因从未有过的亲密接触，过于柔软的触感，甜如蜜糖的嗓音，还有徘徊在鼻前的女儿香气，不禁让景林生出一种很复杂的欲念。
或许也有孟浪之语的影响，毕竟他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景林动了动手指，触感清晰难忘，腰很软，曼妙纤细。义兄，李明晨喊了声。景林转过身，以平复收敛了所有情绪，淡定走过去。兰花宫宴分2场，中午饮食清淡，晚宴才是盛宴。洛雪欣和景林小皇帝到偏殿时，太后与众宾客已经入座。太监在外高喊：“陛下到！摄政王妃到！”而拜见母后。李宁晨光明正大的敷衍，母子情虚伪几乎不存在。本王拜见太后。轮到洛雪欣要屈膝行礼的时候，李宁晨伸出手：“哎，摄政王妃不必行礼。”洛雪欣微愣，惊讶看着李宁晨。所有人都齐刷刷看过来，表情狐疑。小皇帝这是要干什么？从现在起，摄政王妃只跪天地，不用跪朕，也不用跪任何人。朕金口谕令，特赐摄政王妃此徽容，谁敢不遵，那就是忤逆朕，当诛。殿内哗然，人人震惊吸气。太后先给摄政王妃下马威，小皇帝这分明是来找回场子了。宋方仪脸都青了：“陛下，摄政王妃何德何能？一无功绩，二无资格，陛下这是胡闹。摄政王，你就这么看着陛下闹出个笑话？”本王不觉得是笑话。有景林撑腰，李明晨腰杆挺得笔直。谁说摄政王妃没有功绩，没有资格了？摄政王是朕的义兄，救过朕的命，平过大浩国的乱，威震敌国100万雄师。自古有言，夫妻一体。摄政王妃沾点光，那也是在场诸位谁也比不过的功绩。李明晨越说越理直气壮，双手叉腰：“长兄如父，摄政王妃是哥嫂，朕该喊一声嫂嫂，又怎能让嫂嫂跪朕？摄政王妃都不用跪朕了，这天下是朕的天下，谁敢骑到朕头上？所以摄政王妃谁都不用跪。”景林嘴角弧度上扬，洛雪欣惊呆看着李明晨，心底竖起大拇指：“小皇帝牛的，荒谬，歪理邪说。”陛下圣言妙语，臣等心服口服，谨遵圣令。宋玉清突然走出来行礼开口，打断了宋方仪想说的话。看见宋玉清，宋方仪满腔怒火浇灭，回过神冷静下来。小皇帝再糟心也是名正言顺，有摄政王撑腰保驾护航的皇帝，现在还不能撕破脸，明面上和气还得维持下去。陛下说的有道理，那便依陛下所说，摄政王妃不必行礼。等李明晨入座后，宋方仪心情糟透了，连忙吩咐开宴。姑母，兰花酒。宋方仪眼底闪过金光，往景林和洛雪欣的方向看了眼，威严华贵的开口：“哀家宫中取兰花酿酒，兰花酒芬香别致，今日也让诸位尝一尝，开开眼。”谢太后，我等沾了太后的光，有口福了。宫女们上前为每一桌送上一壶兰花酒，一众公子小姐们赞不绝口。宋方仪、宋玉娇和洛雪欣心思全都在洛雪欣身上，他们隐晦的悄悄地盯着洛雪欣的举止。怎么还不动手？洛雪欣察觉到了他们的视线，面上平静从容。王爷，臣妾敬您一杯。在宋方仪他们的眼底，这是下好药了。他们顿时紧张地盯着景林。景林不负所望，接过酒杯一口饮尽。宋玉娇迫不及待张口：“摄政王，这兰花酒好喝吗？”尚可。下一秒，景林突然皱起眉头，面有难色，抓住洛雪欣的手：“王爷怎么了？”摄政王可是身体不适，哀家偏殿空着，王妃还不快扶摄政王过去休息？宋方仪语气急切，藏着幸灾乐祸的阴险。摄政王这是怎么了？脸色好难看，不会犯病了吧？公子小姐们悄悄嘀咕，眼神困惑八卦的在景林身上徘徊。景林看起来难受到了极点，脸色泛着诡异的红，眉头皱起，嘴唇紧抿，拽着洛雪欣的手腕，沙哑催促：“走。”陛下，太后娘娘，王爷身体不适，我们先行告退。洛雪欣扶起景林，景林大半个身体都压在他身上，仓皇告退。李明晨一脸担心着急，起身想跟上。陛下莫急，偏殿就在隔壁，有什么动静我们都听得见。宫中有御医，陛下去了也做不了什么，这里还需陛下坐镇。我不能走，万一我走了，老太婆说义兄的坏话怎么办？义兄那边有姐姐，有方大夫。李明晨当即坐回去，举杯道：“义兄只是一时身体不适，诸位不必介怀，继续饮酒赏花。”臣谨遵圣命。
宴会看似又恢复了热闹，实则风云暗涌。宋方怡和宋玉娇、洛雪欣笑得幸灾乐祸，恶意满满。待会儿隔壁热闹起来，他们就带人过去。哼，堂堂摄政王在太后宫中淫乱，传出去遗臭万年，冒牌货的下场只会更惨。偏殿，苏月在前推开殿门，林雨安在外守门。洛雪欣刚把景林扶进去，一抬头就看见几名宫女衣衫半退，面色娇羞地摆弄着姿态。王妃，奴婢来帮您服侍王爷。王妃，您放心，交给我们吧。两个只穿肚兜的宫女笑盈盈走过来，伸手就要摸向景林。景林立马嫌弃地躲了躲，整个人都要压在洛雪欣身上了。好沉，救命啊！洛雪欣紧咬牙关。素月，林将军！洛雪欣声音都在发抖。林将军，快来扶一把！好。林雨安刚迈开一步，景林自个儿挺直腰背，嗓音暗哑歉意：“辛苦了。”是挺辛苦的。洛雪欣嘟囔着，抬手捏捏肩膀。身材好的男人果然分量都不轻，肌肉都是实打实的，男上女下要命。景林的另一半恐怕得练练别的体位。洛雪欣在这儿思绪跑到天边，景林冷厉吩咐：“这些宫女全部带走，由文珠亲自审问。”末将遵命。林雨安对外挥挥手，麒麟卫从暗中跳出，一人扛2个宫女，迅速清空殿内。王爷，接下来怎么办？本王重要，包围慈宁宫，任何人不得离开。再叫方福林带御医过来，在外面候着。无本王令，不得离开半步。苏月在门外守着，林雨安去陛下身边。遵命。苏月和林雨安退下，关上殿门。这里就剩下景林和洛雪欣。洛雪欣一边活动酸酸的胳膊，一边在殿外转了一圈，回来说道：“还挺宽。王爷，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越久，效果越好。”景林迈开步子，他对不熟悉的地方步伐极慢，伸出手在身前触碰，辨认方位和阻碍。这是洛雪欣第一次看到景林表露出瞎眼的姿态。他一屁股坐下：“王爷，过来坐，这个垫子软软的，不错。”景林听声辨位，立马循着洛雪欣的声音转身走到了椅子边坐下。“多谢。”洛雪欣眨眨眼，她以为景林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这人霸道但不自大，加分。红唇的弧度又弯了弯。洛雪欣手撑着下巴，好整以暇地看着景林：“王爷，你只说让我陪你演一出戏，没说怎么处置太后他们。”“等着，要不了多久，隔壁自有一出戏。”“哦。”两人没说话，气氛安静了几秒。景林开口，嗓音低沉平静：“你方才摸了本王的手。”“王爷在开玩笑嘛，刚刚那样肯定是要有肢体接触的，也不能说摸吧，你一个男的，我摸你干什么？”洛雪欣有点心虚。景林偏头朝着他，耳朵听他一举一动，开口说道：“的确不是摸，是在探脉，足足3息。”洛雪欣背后汗毛都立起来了。景林的感知未免也太变态了。“你探到了什么？”“哼，王爷身体挺好，龙精虎猛，一人抵10男。”“还有呢？你不是在探我的眼睛吗？”景林说的不是本王，而是我，听起来语气和善。洛雪欣却有种不妙的预感，如坐针毡。就在洛雪欣苦恼怎么糊弄的时候，隔壁突然大动静，喧哗嘈杂，隔着墙都能听见。得救了！洛雪欣立马跑到墙边，耳朵贴上去，糊弄解释：“王爷，那边有情况。”“嗯。”景林淡淡应了声，抬手隔着蒙眼布摸了摸自己的眼睛。景林并不好奇，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宋玉清出事了。景林和洛雪欣退场后不久，宴席上大家还在觥筹交错，拍太后的马屁。突然，宋玉清感觉身体不适，一股邪火直冲下腹。他第一反应是被人下药了，当即皱眉起身，拱手行礼：“陛下，太后娘娘，臣先告退。”玉清，宴会才刚开始。三哥，待会还有金台好戏看，你别走啊！宋玉清颇受世家公子小姐们青睐，都在出声挽留他。他双手交叠，袖子垂落挡在身前，越发觉得邪火压不住，再留就要出丑了。他只好说自己还有公务要办，请李明臣答应。李明臣不喜欢他，想也不想，摆摆手就要答应。这时林雨安带人闯入殿内，朗声大喝：“陛下，摄政王遭歹人下毒，在场人人都有嫌疑，摄政王有令，谁也不得离开。”“什么？”殿内众人大惊，顿时乱作一团。义兄中毒了，什么毒？严重吗？姐姐有没有事？回禀陛下，依照方大夫和御医来诊断，暂时不知中的什么毒，王妃无事。还能是什么毒？颠鸾倒凤、淫乱后宫的毒。
宋芳仪藏着心底的恶毒痛快，表面上一脸担忧地走过来。什么？摄政王中毒了？快，哀家要亲自去偏殿瞧瞧。太后娘娘且慢，摄政王有令，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宫殿。放肆！凌雨安，你要造反吗？太后娘娘也敢来，滚开！毒害摄政王的真凶就藏在殿内，殿内所有人所有物都要彻查。更何况陛下还在此，更不能放走真凶。对，没查出真凶前，谁也不许走。李明晨异常愤怒，红着眼扫过所有人，包括宋芳仪姑侄女俩。陛下，你难道不想看看摄政王的情况吗？其他人不许走，哀家与陛下过去看看，如何？李明晨有点犹豫。就在这时，人群轰乱，有人惊呼：“宋大人，你怎么了？宋公子流鼻血了。”宋玉清出事，宋芳仪姑侄女俩哪儿还顾得了其他？抛下李明晨和凌雨安，急急忙忙冲到宋玉清面前。玉清，你怎么了？三哥！宋玉清瞳孔颤抖，脸色难看，欲言又止，不知该怎么说。突然，一位世家小姐看见了什么，尖叫捂住了脸。其他公子小姐们闻声看过来，异常明显的突起。一时，殿内小姐们娇羞慌乱的尖叫声，公子们哗然的惊呼声响成一片。宋玉清近乎绝望，闭了闭眼，声音沙哑道：“姑母，我被人下药了。”来人，快召御医！宋玉娇脸色通红，挡在宋玉清身前，狰狞瞪向众人：“你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谁敢乱说，本小姐挖了你们的眼睛，割了你们的舌头！”宋芳仪也立马下懿旨，不许人议论。凌雨安跟着李明晨翻了个白眼儿。今儿来赴宴的都是7品以上官家的公子小姐，压得住一些，压不住全部。宋玉清的名声别想要了。御医呢？不是给摄政王看病吗？怎么还不滚过来？启禀太后，御医们自然是紧要着摄政王，什么时候摄政王安全了，什么时候才顾得上太常少卿大人。宋芳仪瞬间脸色惨白发青。等景林好了，宋玉清都凉了。姑母，别闹大。玉清，那个，要不给你挑个合眼缘的小姐？宋芳仪慌不择路，一边压低嗓音出主意，一边眼神阴沉的在众闺秀中挑选起来。不可！可你也不能干忍着呀，坏了身子怎么办？三哥，我有个人选，你拿他解毒，不用负责任。胡闹！宋玉清忍得鼻血直流，脸都快红成猪肝色了。他暂时没空猜想是谁给他下的药，但他绝不能在宫中乱来。文人墨客最重清白明洁，他的前途不能断在这里。可否请凌将军叫人抬几桶冰水来？行啊，去提桶冰水来。凌雨安吩咐下去，很快羽林卫抬着几桶冰水进来。宋玉清去了后殿用冰水，宋芳仪和宋玉娇到底是女人，不能跟上去，急得在殿内团团转。他们这会儿嗓子都悔青了，又恨透了景林，都给他安排了宫女，还要霸占所有御医。凌雨安看够了乐子，记在心里。回去之后好转述给王爷王妃，该办正事。来人，送！给朕掘地3尺，必须把真凶抓出来。隔壁偏殿，陆雪欣从墙上挪开脸，惊讶回头看着景林。王爷，你原来是对宋玉清下手了？为什么是宋玉清？把蛇打7寸，宋玉清是整个宋氏的命根子。怎么说？不是说宋家主有7个孩子吗？宋玉清才排行第3。宋氏长子5年前出家，宋氏次子3年前死于世家之乱。如今，宋玉清才是寄托了宋氏全部希望的种子。时机到了，丞相也得为宋玉清让位。原来如此，宋玉清会怎么样？王妃关心他。怎么会？我这是好奇。就像好奇本王的眼睛一样。骆雪欣僵住。怎么话题又绕回去了？骆雪欣迟疑地看着景林，最终深呼吸开口：“不是好奇，我和王爷既有合作之情，又有朋友之意，我想帮王爷重现光明。”和景林相处越久，骆雪欣就越发真心想给他治眼睛。治好了我再走。景林听到骆雪欣干裂如泉、甜如浸蜜的好听嗓音，真诚热切，感化人心，心底提防松懈，问道：“那你探出什么了？”时间太短，判断不出，要看看眼睛才行。好。啊，王爷，你这是答应了？骆雪欣吃惊地看着他。
景林放松身体，靠在椅背上，语气温和：“现在有空，你要看，便看吧。”骆雪欣眼前一亮，立马走到景林面前，小心翼翼伸出手解开蒙眼布，露出下面的眼睛。景林的眼型极美，内勾外翘，眼尾自然延伸上翘，视为内双丹凤眼，简直暴殄天物。但可惜之余，没有蒙眼布的遮盖，整张脸展露出来，俊美绝色，胜过天仙。王妃，我测测你的反应。然后双手在景林眼眶周边按了按。我在按你的穴位，有什么感觉？太温柔了，痒。骆雪欣太温柔，不像是按穴位，倒像是情人的抚摸。景林不讨厌，反而有点喜欢。骆雪欣被他的话闹了个大红脸。好，我加重力道，你再好好感受，要精准的、确切的告诉我每一个地方的感觉。骆雪欣重新又按了一次穴位。时间过去许久，按穴完毕，骆雪欣收回手，站在景林面前思忖了一会儿。方大夫在门外。那我去请方大夫进来。此前是他在为王爷医治，有些问题我需要跟他探讨一下。骆雪欣嗓音温柔如蜜，向他征求同意。景林感觉心像是被猫爪挠了一下，下意识点头答应了。王爷等着。骆雪欣并未露面，而是透过门缝让素月喊方福林过来。一抬眼看见景林摘了蒙眼布，姿态松散地靠在椅背上。方福林眼底浮现吃惊，扭头惊喜看向骆雪欣，用眼神询问他。王爷同意了，我方才检查了一遍眼周穴位，有些问题想和方大夫探讨一番。好，雪欣姑娘先说。不急，我们坐下慢慢说。骆雪欣和方福林坐到对面，景林听着听着眉头皱起，放松的姿态再次坐得笔直，带着白玉扳指的右手轻轻敲击着桌面，心情难以言喻的烦躁起来。方福林怎么回事？喊得这么亲近。两个人交流起来，越说越激动，专心致志，完全把他这个大活人当成了空气。他看起来很多余。景林忍了又忍，孰不可忍。他屈指重重敲了敲桌边，引起两人回头看过来。景林语气冰冷：二位有何高见？王爷，雪欣姑娘给了方某新思路。我有一套针灸法子，辅助药物热敷，可以先试1个月，看看效果。两人语气热烈亢奋，说完又要回去继续探讨了。景林深呼吸，够了。自己拿过蒙眼布戴上，起身冷酷道：这是太后的慈宁宫，当心隔墙有耳。方福林背后惊出冷汗，起身问道：王爷教训的是要起身回王府了吗？景林摇头：不，本王中了药，没那个精力出宫。现在出宫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吩咐文竹收拾好摘星楼，先在宫里住一段时间。景林算了算时间，又说：叫御医去看看宋玉清。他要的是宋氏肉痛心痛，而不是逼急了跳墙。方福林行礼，出去传达命令。骆雪欣收了探讨医术的心思，好奇问景林：王爷，我也要住摘星楼，那是什么地方？宫中的医师居住之所。国师？骆雪欣立马想起赐婚就是国师给小皇帝出的主意。国师可信吗？住摘星楼，国师会不会有意见？国师远游未归，无需担心。殿外御医散去，骆雪欣和景林这才走出去，前往摘星楼。隔壁世家公子小姐们还居在殿内，太后和宋玉娇跟着御医一起进入后殿。王御医，玉清身体怎么样？王御医面色凝重，摆摆手起身，又让其他几位御医过来把脉。启禀太后娘娘，宋大人受到外冷内热的刺激，阴阳失调，元气大伤，需要好好的休养，精心呵护，不能再费神操劳。宋方仪眼前一黑，咬牙压低声音又问：王御医，玉清那方面无碍吧？宋玉清也抬头看过来：这个3年内暂且不宜子嗣后代，好生调养3年，方可恢复。太后娘娘，宋方仪受刺激晕了过去，众御医急忙上前，施针过后才让宋方仪缓过劲儿醒来。姑母，可查到是谁下药害我？查到了。林雨安抱胸站在门边看着他们，语气桀骜讥讽：宋大人和摄政王所中之毒，
阶下在这兰花酒之中，人证物证俱全。是谁？哼，是太后娘娘宫中之人。不可能！人证物证都已经带到麒麟阁，交给麒麟使亲自审查，前因后果还需好好查，慢慢查，绝不放过一个余孽。太后娘娘和宋大人等着，有消息自会告知。林雨安说完要走，一个人突然冲出来拦住了他，一脸厚厚脂粉。洛雪心激动喊道：“林将军绝不是太后宫中之人，奴婢可以作证。下毒害宋大人和摄政王的是摄政王妃。对，是摄政王妃下毒，把他抓起来，砍了他的脑袋。”放肆！林雨安眼神一变，凶厉扫过两人。洛雪心和宋玉娇都打了个哆嗦。太后娘娘，您可要管好您的人，这丫鬟怎么瞧着眼生可疑呢？麒麟卫何在？麒麟卫冲进来，洛雪心瞬间肠子悔青，吓得浑身发软。他暴露了就完了。宋方仪也回过神，立马阻止。林雨安，这里是慈宁宫，不是摄政王府，哀家的人轮不到你处置。孙嬷嬷，这贱婢胡言乱语，给哀家狠狠掌嘴！孙嬷嬷大步走过去，左右开弓，狠狠抽打在洛雪心脸上。洛雪心惨叫连连。宋玉娇见此，吓得不敢吭声。哼，王妃亦受到牵连，下毒之人究竟是谁，又有何居心？麒麟卫自会查个水落石出。末将告退。姑母，娇娇，这究竟怎么回事？宋玉清虚弱质问的声音传入耳中，宋方仪和宋玉娇都心虚起来。玉清，是姑母对不起你。三哥，你身体一定会养好的，你别担心。万一你不能，以后娇娇的儿女全过继给你。宋玉清本就大受刺激，虚弱至极，再看姑侄女俩的表情语气，宋玉清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即气血翻涌，一口黑血吐出来，仰头晕倒在床。慈宁宫再次闹腾起来，慌慌忙忙又去喊御医过来。摘星楼，洛雪心坐在凭栏边嗑着瓜子儿，听李明晨讲慈宁宫的后续发展。虽然洛雪心隔着墙听了大概，但不妨碍李明晨讲现场。再听一回，再乐呵乐呵。精彩！陆雪心拍掉衣服上的瓜子壳，拍手鼓掌。太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属实精彩。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姐姐，你和义兄太坏了，都不告诉朕，害朕担心的都快哭了。摸摸头。李明晨立马把头凑过来，舒服地眯起眼睛。屋内，林雨安和方福林文主禀告时，瞧见这一幕都忍不住震惊。从前小皇帝可就只对摄政王乖，景林看不见，但他听得见。正事说完了，景林开口：“陛下进来。”接着是要嘱咐李明晨，接下来一段时间如何骗过满朝文武和宋氏。景林要借重要住在宫中做一些事，议事计划都没有避开洛雪心。洛雪心听得啧啧称奇，这就是宫斗权谋吗？不错过任何机会，力图榨干所有价值。旁听之余，洛雪心也深深感到景林的担子之重。没有足智多谋的头脑，无情铁血的手腕，霸道强硬的实力，几乎不可能走到现在。景林是个很厉害的人。等到所有事说完，天已经黑了。麒麟卫送来晚膳，吃得简单清淡。饭后便要说休息的事。摘星楼是国师居所，住房不多，素月和夏玉东兰他们挤一挤，林雨安、文竹、方福林挤一挤。于是洛雪心瞅着屋里唯一的一张床，忍不住扭头盯着景林问：“王爷，我俩一屋？”国师的住处，书房、单房不能进，能用的屋子有限。那我们怎么睡？本王睡榻上。洛雪心看向外间的黄梨花木美人榻，已经叫人放了被褥枕头，但景林个子太高，躺上去两条大长腿都不好。他可是个病人。洛雪心抿了抿嘴：“王爷，你睡床，我睡榻上吧。”听话。
说完，景林已经坐下躺上了。察觉洛雪心盯着他的视线过于漫长，景林又开口：“今夜暂且将就，明日会叫人重新抬一张床进来。你也累了，睡吧。”“晚安。”“晚安。”“就是晚上安睡好梦的意思。”景林迟疑了一秒，嗓音平和低沉：“晚安。”洛雪心嘴角弧度弯了弯，收回视线，合衣躺在床上。洛雪心取出玉佩，借着月光把玩。心事繁杂，思绪纷飞。在胳膊上的伤彻底好之前，他用血试过，玉佩毫无反应。是血量不够，还是血没用了？玉佩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此时此夜，皇都紧闭的城门外站着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他望着城门之后，口中喃喃一个名字，声音太轻，被夜风吹散，听不太清楚。夜深人静时，洛雪心被急躁的呼吸惊醒，睁开眼，偏头看向黄梨花木榻方向。洛雪心听到景林呼吸急促，好似在克制忍耐痛苦。记忆闪现，洛雪心想起素月的话，当即起身点灯，欲往景林那边走。“站住，别过来！”景林声音沙哑冷厉，透着股暴虐的躁意和抗拒，警告十足。陆雪心乖乖停下步伐，他屈膝坐在榻上，一手按在眼前，一手紧握长渊剑，可见手背上青筋鼓起，额头有冷汗进出，看起来又痛苦又暴躁，像极了随时都会发疯的猛兽，危险致命。吵醒你了，你回去睡，本王出去走走。等等，王爷就这样出去？王爷既然答应让我帮你治眼睛，不如今晚就试试我的针灸之法，我可以帮王爷缓解疼痛。景林放下手，睡时没有戴蒙眼布，露出一双灰色的瞳孔，深夜乍一看有些妖异吓人。你可知上一个深夜接近本王的女人是什么下场？知道，不过他想睡你才被捅了几十剑，我又不一样。洛雪心淡定还有2分揶揄的语气让景林有些错愕。洛雪心勾唇看他，王爷有所不知，我在我师门里可是被称为小医仙的，没有我治不好的病人。王爷试试。洛雪心自信骄傲，循循善导，真心最能感动人。景林渐渐放松，开口问道：你会用剑吗？啊？拿远点藏起来。好。再将本王绑起来，这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洛雪心震惊瞪大眼，大可不必。他从未将景林当成什么洪荒猛兽。王爷，我是大夫，你是病人，听我的。洛雪心嗓音轻柔甜蜜，让人倍感舒适。他循循诱导：王爷先放松，我会慢慢走到你面前，你可以相信我。洛雪心一步步慢慢接近，景林绷紧了身体。最初被毒瞎双眼时，夜夜都有刺杀，疼痛折磨和危机四伏，景林早就养成了下意识的反应。入夜就是他最凶残暴躁的时候，任何接近的人都会被他攻击。景林不想伤害他，他握紧了拳头，沙哑开口：你还是先将本王绑起来，再医治。嘘，放轻松。甜如蜜泉的嗓音带着蛊惑的力量，紧接着诱人的女儿香飘入鼻息，一只娇软的手先轻轻握住了景林的拳头，莫名感觉眼眶里夜夜折磨自己的疼痛和因此而生的暴躁戾气都缓解了2分。王爷，我现在要探探你的脉搏。柔软的手指蜻蜓点水般从手背滑到手腕，再温柔地搭在脉搏上。景林听着洛雪心的预告，在感受着洛雪心的动作。因为提前知道洛雪心要做什么，他没有在戒备提防，完全放轻松，把自己交给洛雪心。这是一种奇异古怪的感觉，从没有人这么做过。王爷请躺下，我要取针为你针灸。景林乖乖躺下，温柔的手指又来到景林的脸上，一点一触点出所有需要扎针的穴位，全部告诉景林知道后，洛雪心采取银针消毒，然后依次扎针。等待的时间里，洛雪心双手都放在景林掌心，
让他知道他是安全的。温暖炙热的掌心和微凉的手指紧紧相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掌心里的燥意淡去，手指也被他捂热了。王爷，我要取针了。好。景林松开手，手中空了，心底也跟着空落落。一根根银针取下，景林才发现夜夜折磨他的疼痛缓解了大半，剩下的这点痛微不足道。有效果。第一次效果是最好的，日后夜夜睡前施针，辅佐药物热敷，就能一直缓解疼痛。要治好还需要吃药方子。陆雪欣说完起身要走，结果才迈开半步就被景林抓住了手，皱眉急切问道：你去哪儿？我去喊素月送些热水来，还要抓药熬上，明早起来王爷就能喝上一碗。王爷安心，我不会走远。景林猛地回过神儿，脸色不自在，立马松开手别过头，点点头，嗓音暗哑说：好。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抓住洛雪欣，好像心底有个声音：不能让他离开，留下，就留在我的身边，随时可以再牵他的手。景林不知洛雪欣转身走到门边，背对着他，一脸促狭欢愉的笑意，好像训狗狗，受伤难受、暴躁不舒服的狗狗，伸手摸摸他的头，哄着他一点点驯服听话，太有代入感了。不过景林可不是狗狗，他是猛兽，这么一想，好像更带感了。洛雪欣笑着打开门，一抬头对上外面两张脸，两双眼直勾勾盯着他，嘴角抽搐。洛雪欣开口：素月、林将军，你们干什么？素月和林雨安对视一眼，素月悄悄问：王妃，你没事吧？爸。他们下意识服从命令，等躺下才猛地想起王爷晚上身边是不能留人的，夜深了他们也不敢闯进去，只能在门外眼巴巴张望，万一有个动静，他们也好随时冲进去救人。我很好，素月，王爷需要热水洗漱，你快去准备。什么？大晚上要热水洗漱？该不会……还有，取纸笔墨来，我方才为王爷施针，需要抓药熬煮，明早最好能喝上一碗。陆雪欣说完了，瞧见两人表情不对，挑眉不解：你们这是什么表情？素月这就去准备。素月红着脸，尴尬的直接用上了轻功，眨眼不见人影，留下林雨安面对洛雪欣狐疑的眼神，脸红的能冒火。他低下头，弱弱的说：本将军去巡夜。看着两个人都跑了，陆雪欣一头雾水回去。大晚上要热水，有什么问题吗？景林，男女共处一室，半夜要水，通常是鱼水之欢后。景林不知道怎么开口，轻咳一声，转移话题。在宫中这几日，为避开太后的耳目，最好不要离开摘星楼半步。若有需要，可以吩咐素月去办。我明白。毕竟在太后和宋玉娇他们的眼里，景林是中了虎狼之药，他也受到了牵扯。如果他好端端出现在外面，这场戏就白演了。但老待在屋里很没意思。洛雪欣问道：王爷，我可以在摘星楼逛逛吗？可。洛雪欣无意看到景林耳朵红红的，刚想问，素月送来热水和纸笔墨，打断了他的话。景林去隔间洗漱，洛雪欣提笔研墨，写下一张药方，又叮嘱了如何熬制。做完后，天都快亮了。洛雪欣打了个哈欠，去睡回笼觉。快睡着时，他模糊听到景林冷冷训斥：思想不端，罚1个月月钱。谁思想不端了？哎呀，太困了。洛雪欣最终睡了过去，将这事儿抛却脑后。不一会儿，脚步声响起，景林站在床边，听得洛雪欣平稳的呼吸，感觉她睡得很香。朝堂公务之重，小皇帝的安危，宋氏的威胁，繁琐俗事压得景林将治好眼睛恢复光明一事排到了最后，甚至可以忽略不管。但此时他突然又有了冲动，他想恢复光明。
他想看一看他的王妃长什么样子。陆雪欣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素月，王爷早上喝药了吗？喝了的，王爷还吩咐，王妃若需要什么药材，都可以让方大夫去御医院取。好。饭后，陆雪欣出去逛逛晒太阳，在假山旁发现一株野生的别仙宗。别仙宗可以祛风化湿、止痛止痒，这一株长势极好。素月，你去取小锄头来，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整个摘星楼都被麒麟卫包围起来，再安全不过。素月放心离开。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小锄头拿来了吗？你要挖这株别仙松？是陌生的声音。洛雪欣眸光微闪，手收回袖子，指尖暗中夹住一根银针，然后起身看向来人。日光下有些晃眼，洛雪欣先看到一身风尘仆仆的道袍，然后是披散的雪发，最后才对上那张脸。洛雪欣看男人时，男人也在看她。国师。男人微笑点头。对，你叫什么名字？洛雪欣。你不是洛雪欣。国师林无道笑着摇摇头，一副骗不了他的样子。下一秒，林无道反应过来，当即皱眉追问：等等，你说你是洛雪欣，你嫁给摄政王了？对。你怎么会嫁给摄政王？这不是国师给陛下出的主意吗？林无道眉头紧皱，掐指一算后陷入了沉默之中。王妃，苏月取来小锄头。国师。苏月回来，一抬头看见多出来一个人，立马护到洛雪欣面前，然后吃惊问道：国师何时回来的？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你又是谁？本国师回到自己住处，何须告诉旁人？奴婢是摄政王府的丫鬟。摄政王在摘星楼。是，王爷暂居国师的摘星楼。这位是摄政王妃。前面带路，本国师要拜见摄政王。国师请。林无道突然回归，凭空出现在摘星楼，惊了所有人。景林单独接见林无道，其他人都在外面等候。洛雪欣心底琢磨着事儿，小声问素月：素月，国师可曾见过丞相府大小姐？应该没有见过。国师在宫中时很少出摘星楼，也不见外人。那就奇怪了，他怎么一看就知我不是洛雪欣，又为什么震惊我会嫁给景林？难道他知道我是谁？屋中，景林和林无道坐在茶桌两侧。景林不急不缓，声音沉稳冷肃，将暂住摘星楼的原因一一道来。林无道出身昆仑修道一派，是先帝钦点的国师。李宁晨从冷宫仓皇扶上位，宫中混乱危险时，便是林无道庇护他，才等到景林从边疆赶回，坐镇平乱。纵是记恨，又动不了林无道。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景林和林无道也有过几次合作，彼此愉快，皆大欢喜，因而景林并未隐瞒林无道。此前不知国师即将归来，才借住摘星楼，还请国师见谅，本王亦会有所赔偿。赔偿便不必了。摄政王可知贫道这次匆忙赶回是为何事？国师请说。是为两件事。其一，贫道游历时听闻一些小道消息，宋氏和苍兰国锦衣卫有所勾结。景林听了，周身气势一凛，肃杀破人。他没问是真是假，声音冷硬，嗜血回答：本王自会亲自调查，多谢国师告知。林无道点点头，又说了几个地名和几个名字，送景林线索。多谢。请问国师，这第二件事是什么？林无道摸了摸袖中玉珠串，眸光深幽，淡笑开口：私事，便不与摄政王说了。景林说了声好，接着轮到林无道问景林：摄政王可知门外那位摄政王妃并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本王知晓。那摄政王为何要娶她，将她放在摄政王妃的位置上？林无道直勾勾盯着景林，眸光闪烁，语气故作凝重道：陛下再三请求，贫道才破例卜算一卦。卦象显示，摄政王要娶洛雪欣，才能对眼疾有益。景林皱起眉头，
再开口，语气变得冷酷霸道，暗含警告。本王敬重国师，但不代表本王就得听国师的。不论是佛是道，本王从不信。她现在是摄政王妃，以后也会是。国师的手不要伸得太长，当心断了。林无道心底一沉，接着景林从袖中取出一张图纸，完全不在意刚刚警告过林无道。他将图纸放在茶桌上，开口问道：国师见多识广，可曾见过纸上的图腾？这是什么东西上的？一块玉佩。不曾见过，但贫道可以查一查，若有消息，定当及时回禀摄政王。林无道直接将图纸折叠，收进了自己衣兜里。景林点头，那就有劳国师了。这时林雨安过来敲响房门。王爷，太后来了，就在摘星楼外，口口声声说要慰问王爷，见不到王爷便不走，陛下也在，但劝不动太后。景林并不意外，宋氏不止太后和宋玉清兄妹，这是一个庞大的世家，不仅朝堂中有人，还坐拥客卿智囊团。慈宁宫混乱时顾不上，现在冷静下来，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重要。国师可愿帮个忙？摄政王亲口所求，贫道岂能不应？离宫7、8月，贫道也该拜见陛下和太后了。林无道经过洛雪欣身边时，点点头致意，迈步出去，袖中玉珠串滑落掌心捏了捏，其中一颗玉珠上赫然有着跟洛雪欣玉佩一模一样的图腾。贫道拜见陛下，吾皇万岁！拜见太后，太后千岁！国师大人，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正好想您。您这次去哪儿了？有什么好玩的？李明晨围着林无道，兴奋激动，连连追问。林无道轻咳一声，眼神偏向宋方仪。李明晨猛地回眸，端正姿态，忧愁担心的开口：国师大人，义兄和姐姐怎么样了？不太妙。怎么个不妙法？哀家叫了御医，还有宋氏重金聘请的名医术士，让哀家带人进去，定能治好摄政王。不可，摄政王虽解了药性，但虎狼之药过于凶猛，激发了王爷体内旧毒。此刻王爷血性暴躁，见人就杀。太后若进摘星楼，贫道无法保证安全。真的假的？宋方仪又惊又疑，不太信。只要太后立下生死状，血溅当场也与贫道无关，贫道绝不拦太后。林无道这副姿态，宋方仪顿时害怕起来。他见过景林发疯的时候，提剑杀上金銮殿，当众斩杀世家乱臣，血洗一地。听闻景林瞎眼后发起疯更恐怖，六亲不认。越想越怕，宋方仪惜命的后退半步。既然如此，哀家就不打扰摄政王清静，改日再来。摄政王妃呢？哀家有些话要问问她。摄政王妃还昏迷着。这……宋方仪吃惊，眼珠子转了转，又问：“啊，人没事吧？”好好调养，清静无人打扰，自然会恢复。宋方仪点点头。景林中了虎狼禁印，冒牌货必定是解药那种情况下，女人不死也要丢半条命。宋方仪舒坦了，转身上了銮轿，心满意足的离开。国师糊弄起人还真有一手。姐姐在这里啊！国师的话把朕都吓了一跳。李明晨跑进来，看见洛雪欣没事，顿时拍拍胸口，长松口气。洛雪欣抬头，视线越过李明晨，对上林无道的眼睛，深邃幽沉，还有2分宠溺。宠溺？对谁的？陛下请回。贫道没让太后进来，却让陛下入内，只怕太后会怀疑，回头找麻烦。朕知道。李明晨依依不舍地看了看洛雪欣，又看向摘星楼深处，可怜兮兮的。陛下乖，等这场风波过去，陛下随时可以再来找我和王爷。好，姐姐拉钩，一言为定。拉钩。看着李明晨走远了，洛雪欣才收回视线，再次对上林无道的眼睛。你和陛下关系很好。洛雪欣笑笑掠过，
看了眼回去的路，问道：“国师大人一起还是？”一起吧。贫道想问王妃几个问题。国师大人想问什么？摄政王已告知贫道王妃的身份，贫道会为王妃保密，只是不知该如何称呼王妃啊。许静。假名字不重要，陆雪欣也说得利落，毫无忧虑。林无道步伐微顿。雪静姑娘，雪静姑娘既已嫁给了摄政王，相处这些日子，可喜欢摄政王？回廊的转角处，景林得知骆雪欣偷偷跟上林无道，出于担心往这边走过来，再走3步就能拐过转角，却听见了林无道的这句询问。景林当即停下脚步，也没有出声。素月耳尖听见，分辨出是自家王爷，便保持了沉默。当然喜欢。陆雪欣清冽如泉、甜如静谧的嗓音，既欢愉又坚定，谁听了都觉得是真心话。素月不禁抬头，表情惊愕地看向转角处。王爷怎么慌慌张张跑了？陆雪欣不知被正主听见了，她勾唇继续说道：“王爷给钱大方霸气，对自己人格外宽容，待遇极好，谁能不喜欢王爷？”林无道哑然失笑，摇摇头，温柔看着骆雪欣，解释道：“雪静姑娘，贫道问的是男女之情。”不喜欢。当真？景林竟然能住摘星楼，又和国师密谈，还有国师帮他赶走太后，毋庸置疑，景林和国师是一伙的。国师这是刺探我有没有小心思。有这个可能。我敬重王爷，只要王爷不毁约，我绝不会背叛王爷。国师大人放心，我不会对王爷有非分之想。好，很好，雪静姑娘值得更好的。林无道笑着点点头，肉眼可见心情好极了。陆雪欣瞥了眼林无道，还只当在试探他，比景林更好。陆雪欣目前觉得没有人能比景林好。说话间已不知不觉回到屋门前，林雨安和景林正在屋中说话，听见脚步声，林雨安止住话题，抬头行礼：“王妃，国师大人。”回来了。景林偏过头喝茶，露出来的脸和耳朵都是红的。骆雪欣眉头一皱，立马走过去：“王爷脸色怎么这么红？血气不宁，是哪里不舒服吗？我为王爷把脉瞧瞧。”没事，屋里太热。热？陆雪欣左看右看，3月的天，屋里又没火盆，怎么会热？雪静姑娘还会医术？略懂。国师，直呼本王王妃的闺名，不合礼数啊。林无道看了他一眼，随意致歉：“啊，是贫道冒昧了。摄政王和王妃既然要在贫道的摘星楼住几日，不如贫道将书房腾出来给王妃。此处简陋拥挤，王妃和摄政王住在一处，贫道心有惭愧。”好。景林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心底稍稍松了口气。林无道面上带了笑：“王妃，不如贫道带你去瞧瞧书房，你看看一应所需该摆在哪个位置。”“好啊。”陆雪欣愉快地答应，和林无道一起离开。他们刚走出去，景林叹了口气，继续问林雨安：“雨安，你说王妃倾心于本王，本王该如何是好？”素月耳尖，转过身回到屋里，行礼禀告：“王爷，王妃与国师大人所说的话，其实……”“不必回禀，本王都听见了。”景林脸更红了，摆摆手赶人：“素月，服侍好王妃，她要什么都叫麒麟卫送进来。”“王爷，快去。”素月表情木然退下：“王爷误会了，这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不禀告，是王爷不让说。”林雨安一头雾水，挠挠后脑勺，茫然张嘴：“王爷，王妃喜欢您不是好事吗？”“喜欢本王一个瞎子，算什么好事？”“唉，原来他不怕我，执意要为我施针，想要治好我，皆是因为爱慕之情。他既有这种心思，分开住最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底空落落的。入夜，
景林不用睡木榻，但他站在床边久久都没有动静。王爷，是我。门外传来骆雪欣的嗓音。景林喉头一紧，心跳砰砰加快。不是去住书房了吗？怎么又来找我？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王爷，您睡了？景林深呼吸，转身开了门，故意冷着脸，语气暗沉冷冽。王爷，我是来给你斟酒的。两人同时开口，撞在了一块儿。景林的话戛然而止。陆雪欣好奇眨眨眼，王爷刚刚说什么？不该对什么？哎，王爷，你脸又红了。脸红了？景林不用摸都能感受到脸上的热气，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脸红，想说的话也突然说不出口了。他沉默回到屋中，在床和黄梨花木榻之间，景林最终选择躺在木榻上。他摘了蒙眼布，一脸面无表情，语气冷沉平静。好了，失针吧。素月，把东西都拿过来。陆雪欣朝外喊了声，才走进屋。素月端着托盘进来，上面热气腾腾。王爷，这是药蒸过的帕子，今日只施5针，然后热敷半刻钟。好。陆雪欣坐过去，开始施针。5根针很快结束。取针后，陆雪欣指尖碰了碰帕子边缘，放了会儿没那么烫，温度刚刚好。陆雪欣看了看景林躺在榻上施展不开的一双大长腿，贴心问道：王爷，现在开始热敷，尽量不要动，要不要去床上？景林深呼吸，闭上眼。不必，就在这里。好吧。陆雪欣取了帕子盖在景林眼睛上，大小和蒙眼布差不多。这会儿脸上的红色早就消失，冰冷淡漠，整个人像是打盹的猛兽，要凶不凶的。热敷陆雪欣不用守着，便准备收拾她的针包和东西回去。她一边收拾一边叮嘱：王爷，今夜不会疼，会有一点痒，是正常的。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可以来喊我。好。那我就回书房了，王爷好好休息。等等。景林还是忍不住内心躁动，但是喊住陆雪欣后又有些犹豫。自他少年时便有闺秀少女爱慕，景林全都无视。镇守边疆时民风狂野，女子告白更是火辣直接，景林往往一剑摆平，扛不住他10招，没资格喜欢他。回到皇都，成为名声极差、残暴嗜血的摄政王，自此没有闺阁女子敢爱慕他。还接近他的女人，不是刺客就是探子，通通一剑了结。雪静，如今丞相府和宋氏蠢蠢欲动，大事要紧，旁的事，诸如谈情说爱什么的，耽误事，不该有。王爷说的对，我要跟丞相府宋氏好好玩，玩哭他们，玩残他们。你能这么想，本王便放心了。待一切结束之后，本王会宣布摄政王妃病逝，从此你可以恢复自己的身份，自由天地间。谢谢王爷。陆雪欣眼睛亮闪闪，心情激动。他肯放我走，那就太好了。那我就不用拿最后一个条件跟景林谈判，可以换一笔钱财或是别的东西，然后继续去表我的身世。陆雪欣抬手摸了摸胸口，隔着衣服感受玉佩的轮廓，嘴角弧度弯弯翘起，继续说：我相信王爷一定能成功干掉宋氏，灭了奸人，还大浩国一个太平安康，盛世繁华。你真如此信任本王？是，王爷，一定可以。王爷是英雄，没有什么事能难倒王爷。王爷是英雄，没有什么事能难倒王爷。陆雪欣心情好，夸得甜言蜜语沁人心脾。他说完告辞，离开的步伐都是轻快的。景林再次陷入了沉默。他现在名声可怕的能把小孩吓哭，陆雪欣还夸他是英雄，声音那么曼妙，那么甜，真心实意的。他是真的好喜欢我，我就拒绝了他。景林伸手摸了摸心口，空空的不是滋味，眼睛不疼了，却还是睡不着。景林良久叹了口气，
琢磨着在别的地方好好补偿。再过2月，入夏酷热，不如送座避暑庄园，再在西院修个药房，这样雪静就不用去找黄甫林，男女有别，总见面也不合适。想想还能送什么？陆雪欣不知景林误会的有多离谱，他在得到景林的承诺一切结束后放他自由，心情起飞，一脸欢快笑意。林无道走到桌边站定，图纸上是景林那里得来的玉佩图腾，画上是林无道心中有愧10几年不敢再看一眼的女人。如果洛雪欣站在这里，和画中女人容貌相似程度高达7分。林无道静静看了许久，玉珠串才再次转动起来。他喃喃低语：“雪姐姐，无道终于找到你的女儿了，苍天怜悯，把她送回来了。雪姐姐，你说，无道该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父子俩呢？”3日后，景林在宫中的事办完，决定回摄政王府。他们没有带多少东西来，走时也利落。麒麟卫开道清路，马车直接拉到摘星楼门口，保管宋氏一党什么也窥探不出。目送马车出了宫门，这才不舍得收回视线。摄政王府是皇都最安全的地方，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先从雪静替嫁开始查，欺负伤害雪姐姐女儿的人，一个不落，都得死。回摄政王府的马车上，住在摘星楼这3天，书房藏书万卷，林无道随他看。炼丹房那些罕见贵重的矿物金石也随他研究。走了还送他礼物。国师大人真是一个慷慨的大好人。国师很喜欢你啊。国师向来待人疏离冷淡，这还是第一次见他青睐一个人。可能是我讨他喜欢。景林微愣，然后说道：“素月、方福陵、凌雨安，陛下和云昭郡主都喜欢你，你确实讨人喜欢。那王爷喜欢吗？”洛雪欣顺嘴一说，不料景林身体僵住，脸上表情也变换起来。洛雪欣眼尖瞧见，心里咯噔一下，急忙找补：“我无意冒犯，王爷见谅，您就当没听见。”本王景林想说喜欢啊，但不是男女的那种喜欢，可又怕伤了洛雪欣的心，一时犹豫迟疑。前面好热闹，我好像听到了乐曲声。洛雪欣身体前倾到窗边，注意力都挪到了外面。景林想说也没机会，只能咽回去。马车越往前，乐曲声越近，越清晰。这是江南曲。月安，谁在主街大道上奏乐？王爷稍等。林雨安骑马跑到前头看了眼，回来俯下身，语气吃惊禀告：“王爷，是乐天城的歌姬舞女，牧歌进皇城了。”沿路都在避让摄政王的马车。陆雪欣看见了前面的热闹。乐天城是什么地方？牧歌又是谁？王妃竟不知乐天城？林雨安驾马绕到洛雪欣这边窗，低头俯身。乐天城可是天下闻名的温柔乡，最生梦死之地。牧歌是天下首富，生意遍布大吴国、苍兰国和北疆草原，3岁小儿都知，王妃不知？走。洛雪欣眨眨眼，我总不能说我是穿越的，才对这个世界一问三不知。幸好景林开口，打断了林雨安的穷追不舍。牧歌极少离开月天城，去查查，他为什么来到大号皇都。末将遵命。一辆黄金宝盖豪华奢侈马车停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侍女之后，从马车里走出一位年轻男人，红衣着眼，宽肩窄腰，长腿惊人。男人脸上戴着一张黄金蝴蝶面具。洛雪欣吸了口气。景林皱眉问：“怎么了？”王爷，虽然看不清整张脸，但以我的经验，他一定是个祸水。景林先是一愣，然后黑了脸。紧接着，马车外传来男人妖孽勾魂的好听嗓音：“草民牧歌，不知摄政王的马车驾到，挡了路，特来向摄政王请罪。”哇，声音也好听。
陆雪欣眼睛闪亮，语气也兴奋激动。景林脸色黑沉，堪比锅底，开口语气又冷又硬，暗含警告：既知挡路，还不让开！草民遵命。牧歌薄唇微勾，对车队摆摆手，让开整条路。但他没动，站在路边，面具下一双眼睛好奇瞧着马车。他听见车里女子的嗓音了，心下好奇玩味。这就是摄政王妃，当着摄政王的面夸别的男人，好胆色，也很有眼光。马车驶过身边，一只漂亮的手掀开帘子，露出半张脸来。两对视，陆雪欣大大方方地对他点点头。牧歌却愣住了，他猛地抬头看向马车离去的方向，眼神幽暗晦涩。那张脸好像……话锋一转，牧歌压低嗓音命令：今日之内，我要丞相府大小姐从小到大的所有画像，还有推了宋雨欣的夜宴，备厚礼拜访丞相府。马车走远了，陆雪欣仍有些意犹未尽，不知为何他初见牧歌就有好感。王爷，乐天成在哪儿？牧歌多大？他看着好年轻，竟然已经是天下首富，这也太厉害了吧！景林脸色黑沉，转动着扳指，语气冷冰冰道：在南边进苍兰国，尊牧歌为城主，独立不受三国管辖。牧歌年23，他能走到如今的位置，除了他的本事，也离不开其父的威名。陆雪欣屁股往景林那边挪了挪，好奇兴奋，继续追问：他父亲是谁？剑圣穆天鹰，苍兰国护国尊者，天下3大宗师之首。哇哦，牧歌这背景也太硬核了，谁敢动他？谁能动他？也难怪敢在大号皇都主街上奏乐起舞，张扬过街。雪晶，王爷，怎么了？景林脸色冰冷黑沉，语气加重：牧歌招蜂引蝶，浪荡闻名天下，绝不是良人之选。你年轻，不要轻信一副好皮囊，知人知面不知心。陆雪欣先是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似乎明白了什么。穿过拱门，多了一个小院子和3间屋子。素月，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在这新楼住的这几日，王爷吩咐管家打通了院墙，为王妃修了一个小的药房，这样王妃就不用天天往小西楼跑了。那第3间屋子是什么？独立的小厨房。夏月擅长4大菜系，东南擅长糕点衡水，今日便可以给王妃露一手，以后王妃随时想吃东西都可以满足。素月小心翼翼瞧着陆雪欣的表情，有惊讶，有错愕，还有高兴。王爷误会了王妃，却没有生气，反而各种送王妃东西。王妃虽然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对王爷也是非常有好感的。素月大胆地添一把火，凑上前说：王妃，其实王爷还想送你一座避暑山庄。陆雪欣震惊地看着他。山庄久了没人住，王爷派人去打扫修补了。素月听闻主说，房契上已经更名王妃的名字了。哪个名字？陆雪欣下意识追问。王妃自己的名字。雪静啊！陆雪欣的心情好复杂，既激动景林的慷慨豪横，又无奈叹气。唉，雪静是假名字，房契改了也无效。不过心意我领了，我一定会治好景林，就算仇都报了，也要治好景林再走。回到摄政王府不久，府尉来报说云昭郡主和礼部尚书家2小姐求见。王妃，王妃，你没事吧？本郡主担心你好几天了。没事。陆雪欣看向乔灵秀，乔灵秀一双眼睛像小鹿，小心翼翼看了陆雪欣好几眼，才松口气。王妃没事，灵秀终于放心了。怎么会没事？差点把小命丢在宫里，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的。3人围坐茶桌旁，素月倒上热茶。陆雪欣绘声绘色，语气跌宕起伏，将赏兰宴退场后发生的事描述的凶险异常。幸好只喝了一口，不然像宋大人那般，那就糟了。听闻宋玉清伤到根了，
2、3年内是没法成亲生子，要是养不好，今后可没哪家小姐敢嫁给他。怎么说？他再温柔，再有才情，也没谁愿意守活寡呀。李云昭现在乐祸起来，还有陆雪心，本郡主在宫里见到他了，被打的那张脸都变形了。要不是偷听见赵嬷嬷警告训斥，本郡主都不敢信是他。宋玉娇和洛雪心有这等下场，在洛雪心的意料中，宋氏迟早也会找上他。洛雪心还挺期待。宋氏和丞相府还有什么花招、阴谋诡计，尽管放他过了。我和景宁强强联手，玩死他们。不说他们了，王妃，你想不想出门？唉，这回吃苦受罪，我受惊不小。短时间内我是不想出门的。王妃要错过月宴楼的表演了。什么表演？乐天成的歌姬舞女，那可是天下一绝。还有，听闻天下第一首富乐天成城主牧歌公子也来了。他已经见过牧歌，不过乐天成的歌姬舞女表演，云昭郡主，你订的包间是哪日？头2天的没抢到，只抢到第3日的。王妃感兴趣，要去吗？我想了想，闷在王府也不是事儿，还是出去透透气、散散心比较好。那就一言说定，3日后月宴楼见。好。陆雪心要去月宴楼看表演一事，主动让素月禀告景林。景林听了并无意见，点点头说好。他支持洛雪心交朋友，有麒麟令也不担心洛雪心被人欺负。然后景林继续听麒麟卫调查搜集的情报，件件桩桩都是和牧歌有关。调查得知，牧歌是来皇都查账，并不会久留。但当晚宋玉清在月宴楼设宴，被牧歌放了鸽子。牧歌拒绝宋玉清，却去了丞相府登门拜访，本末倒置，令人生疑。更古怪的是，牧歌在暗中搜集丞相府大小姐洛雪心从小到大的画像。牧歌想干什么呀？他是针对洛雪心，还是针对我的王妃？麒麟令对牧歌可不管用。景林皱起眉头，冷声下令：文竹，去弄一间月宴楼的包间。王妃出门那日，本王同去月宴楼。文竹行礼。是。凌雨安听得不解：王爷，我们和王妃一起不就得了？他不怕本王，其他人怕。本王不想影响他和朋友之间的聚会，他去玩他的，我办正事，应景牧歌，还有宋氏。凌雨安连连点头，表情肃杀凝重。但等离开书房，他去找方福林聊天说起这事儿时，方福林一点也不紧张，只悠悠来了一句：王爷栽了。什么？胡说！我们王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至今为止没有人能让王爷栽了。方哥，你说清楚，谁让王爷栽了？爱情。啊？方福林看傻子似的看着凌雨安。你还是个孩子，不懂也正常。刮起一阵风，春雷滚滚，细雨连绵。丞相府灯火通明，还在待客。说，牧歌拜访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三公子，牧歌上门送了些厚礼，聊了聊家常，并未提及其他。三公子，穆首父3番4次提到星儿，依本夫人所见，穆首父这是瞧上了星儿。夫人，哼，我又没说谎。穆首父一来就问星儿，从小到大趣事凡事都过问了，这不是看上了星儿，还能是什么？当真？是有这么回事。牧歌是对心儿关心备至，但此前他从未见过心儿，本相也不知牧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问女人，除了喜欢还能是什么？三公子，您瞧瞧，若是当初宋氏肯出面推脱摄政王府的亲事，现在我们星儿就是首富夫人了，又何苦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倒让一个替死鬼冒牌货风光潇洒，骑到咱们头上作威作福？洛雪心在宫里说错话，做错事，受罚是他自找的，姑母已经罚过，宋氏便不再追究。本公子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好养脸，脸好后本公子安排他见一见牧歌，若他能拉拢牧歌与宋氏联手，
他便是宋氏的功臣。他走后，丞相夫人激动兴奋，连忙跑去找洛雪欣说这个好消息。月宴楼，牧歌扔掉所有画像，摘了面具的一张脸妖孽祸水，阴沉愤怒。不对，全不对，根本不是一个人。主子息怒。天上月和倪李珠毫无可比性，她不是丞相府大小姐，不是洛雪欣，但她又是摄政王妃。白英，去查。白英行礼领命。这时青雀表情有点犹豫，牧歌嗓音淡淡说：主子，先前摄政王府来人，要了3日后一间包间看表演。牧歌眸光悠悠，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又能见面了，这次一定好好看他，弄清楚他是谁。红鸾，剪就烧了。是。坐在浴桶中，牧歌慵懒靠在桶边，热气缭绕，洒了花瓣的水半遮半掩性感火热的身躯。黄陵目不斜视，温顺安静地为牧歌清洗着绸缎长发。牧歌抬手摸了摸眼角，嗓音慵懒勾魂。黄陵，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回主子，是泪痣。不，不，这是记号，它会指引我找到我丢失的珍宝。摄政王府，陆雪欣刚洗漱打扮好，夏玉惊喜走进屋。王妃，您猜猜谁来了？这么早，总不能是云昭郡主他们，而且我和他们约好月宴楼碰面的。姐姐，是我。明晨步伐轻快，笑脸灿烂，一进来看到洛雪欣，目光灼灼，嘴甜的夸赞：哇，姐姐今天好美，漂亮似仙女。陛下，您出宫了？义兄说带我去看表演，不在宫里，姐姐喊我明晨就好。好，明晨。准备好了，洛雪欣和李明晨一起去找景林，3人一块坐马车前往月宴楼。到了楼外，洛雪欣吃惊诧异地扫过面前的一排排马车，来了这么多人，阵容都快赶上宫宴了。王爷，今天除了看表演，难道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尚未可知，别怕，一切有本王。哥，我真的做不到。林秀乖，你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把看见的、听到的一一转述，就像你去摄政王府那次一样。林秀，帮帮哥，帮帮我们家。乔灵秀咬着嘴唇，纠结懊恼地看看乔元辰，又看了眼不远处的宋玉清。不答应你，我只看只听，不会帮你们做任何事，说任何话。林秀最乖，哥哥谢谢你。我要走了。乔灵秀，你出宫怎么用了这么久？不会拉肚子吧？脸色也有点白，不舒服，要不要我帮你把脉瞧瞧？我没事，就是有点饿了。面对洛雪欣的关心，乔灵秀藏起心虚不自在。乔灵秀安安静静捧着糕点吃，听李云昭和洛雪欣聊天。神，快来！乐天成的歌姬舞女登场，摇琴曲调一转，清冷偏爱入骨。舞女起手势，扭腰抬腿，华美裙摆如鲜花朵朵绽放。王妃，怎么了？刚有个小厮送来的，指名给您。洛雪欣略感诧异，接过纸卷打开，一行字入眼：诚邀摄政王妃上3楼丙5号房看一场好戏，事关洛雪欣，还请独自前往。是谁？洛雪欣也来了月宴楼。心思婉转间，洛雪欣恋恋不舍地看了眼表演，然后告诉李云昭2人：王爷找我，我先去一趟，待会儿回来。听摄政王找，李云昭和乔灵秀不敢拦。素月，你拿去给王爷，如果我一炷香后没回来，就劳王爷来找我。素月欲言又止，担心不赞同。都明说了让我独自去了，人多没好戏看，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放心吧，素月，麒麟卫不是暗中包围了月宴楼吗？总不能把我一个大活人凭空变消失。素月这才停下脚步，看洛雪欣进了丙5号包间，吩咐夏玉和东兰盯着门口，然后他转身去找景林汇报。洛雪欣进入包间，里面空无一人，隔壁传来说话声，声音非常熟悉。是洛雪欣。他站在纱窗这一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隔壁的情况，但正对着纱窗的洛雪欣却看不见他，专心致志、娇柔卖弄的讨好男人。这2人凑一块了，听听看。
你的脸怎么回事？都怪那个可恨的冒牌货，是他害我。要不是三公子仁慈慷慨给了芙蓉膏，我的脸没法见人。木哥公子，那个冒牌货心肠狠毒，抢占我的身份为非作歹，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我怎么听说是丞相府毒哑了他，送去摄政王府替嫁的？传闻都是假的。他一个卑贱来历不明的贱人，能嫁去摄政王府是他三生修来的福气，可他偏偏不知恩图报，蛊惑摄政王，害我丞相府。是吗？陆雪欣连连点头，扭着细腰，脸部款款，故作娇软地靠近木哥。木哥公子，如今希儿被冒牌货害得不敢见人，若你能为希儿做主，让希儿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陆雪欣羞涩的嗓音都在发颤，令人遐想。这不会发生什么限制级画面吧？木哥的品味不能这么差吧？突然寒光闪了陆雪欣的眼，再看隔壁，我最讨厌蠢货，尤其是自以为是、糊弄骗我的。木哥公子，你要干什么？希儿没骗你。木哥扔开陆雪欣，语气愈发冷厉。白英，按住他，在他脸上刻个蠢字，扔出去。不要！陆雪欣被捂住嘴，按在地上。白英接过宝石匕首，手起刀落，抬眼透过纱窗和陆雪欣对视。陆雪欣吃惊后退，下意识要走，不料转身一道冷风袭来。你是谁？陆雪欣刚质问，背后被什么打了一下，瞬间眼前发晕，浑身软软倒下，被人温柔抱在怀里。快打！青衣女子走来，伸手温柔抚过陆雪欣的五官和轮廓，不过眨眼功夫，青雀点点头，可以了，换衣服。门外传来脚步声时，青雀站起身，对镜端详观摩一番。待他转身，容貌气质和陆雪欣一模一样。门被推开，王妃，我没事，好戏看完了，回去吧。苏月姐姐去禀告王爷了，把苏月喊回来，这点小事不用劳烦王爷。青雀顶着陆雪欣的脸和身份回到包间里，继续和李云昭、乔灵秀看表演，直到表演结束。夏玉在门外禀告：“王妃，王爷和小主子来接您了。”王爷，陛下。李明晨皱眉嘟囔：“不是和姐姐说了吗？喊我明晨。”好，明晨。该回去了。青雀点头称是，和李云昭、乔灵秀作别，迈步走到景林身边。刚刚站定，还没说话，长渊剑出鞘，直指青雀喉咙。王爷，你做什么？李云昭和乔灵秀都吓到了。义兄，这是姐姐。她不是。景林周身戾气吓人，嗓音冷厉道：“脚步不对，气味不对，感觉不对。你是谁？本王的王妃呢？气味不对，感觉不对。你是谁？本王的王妃呢？”好可怕的气势！明明瞎了眼，还有蒙眼部，青雀却有种灵魂被冻住，血肉被无形刀割一样的感觉。咬咬牙，青雀张嘴：“臣妾不知王爷说什么。”文竹，把他的人皮面具扒了。文竹凭空出现，按住青雀，伸手探向青雀脸皮。青雀易容术登峰造极，但还是被文竹抓住猫腻，揭开易容，露出来的陌生面容惊得屋中人都吸了口气。苏月，把方福林带来。林远安，末将在。封锁月宴楼，无本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违令者，格杀勿论。一间间的搜，掘地3尺，也要找到王妃。林宇安脸色大变，抱拳领命，转身出去吹响哨子。当即麒麟卫现身，从外先封锁月宴楼，然后冲进楼中，一层层搜查。摄政王突然发什么疯？好像是摄政王妃不见了。下一秒，林宇安率人闯入包间。宋大人，乔校尉，月宴楼所有人都可疑，人人都得审一遍，得罪了。景林提剑站在门前，耳听月宴楼混乱动静，声音冷血嗜杀：“不管用什么药，撬开他的嘴。”是。陆雪欣不知月宴楼的混乱，她从昏睡中醒过来，记忆回笼。陆雪欣噌地起身，伸手要摸针包和暗器，却发现身上换了身衣服。醒了？我的玉佩，
拿来。陆雪欣噌的起身，没有贸然靠近，身体紧绷成弦，戒备提防，冷冰冰盯着牧歌。目光触及牧歌左眼眼角的一颗泪痣，陆雪欣愣了半拍。欣儿，你知道玉佩上的图腾代表什么吗？虽然同音，但陆雪欣直觉100%肯定是星儿，不是星儿，肯定是星儿，不是星儿。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你认识我的玉佩？雪欣，你和娘同姓，玉佩上的图腾象征我们的家族，每个出生的孩子都会有一块图腾玉，这是我的。牧歌伸出左手，食指盖一枚玉戒，上面一模一样的图腾。胡说八道，你骗不了我。我是穿越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牧歌骗我。欣儿，我是哥哥，我没有骗你。滚！牧歌被陆雪欣赶了出去。人虽走了，玉佩和玉戒都留在桌上，静静等陆雪欣去拿。怎么可能？太荒谬了！不亚于他起死回生穿越到这个世界。师傅说，荒山野岭古老遗迹，只有我一个襁褓里的婴儿，身上有玉佩和一张写着血腥2字的血纸。师傅说，等了许多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才捡回师园养大。前18年他在华夏长大，有宠他的师傅，爱他的师兄师姐，还有尊重崇拜他的师弟师妹们。欣儿，你昨日什么都没吃，身体吃不消，哥哥今早亲自熬的蔬菜粥，吃一点好吗？我要回去。回去做什么？哥哥已经查清楚，你是被丞相府利用，嫁去摄政王府替嫁的。丞相府对你下毒，利用伤害你，哥哥会帮你报仇的。至于摄政王，他虽没有伤害你，但他残暴凶戾，又是个瞎子，想杀他的人可不止宋氏。欣儿，你原本和他毫无关系，回那个泥潭漩涡做什么？太危险了。看陆雪欣皱眉抿唇，神色还是冷冰冰抗拒的样子。牧歌叹了口气，语气放得更柔和，哄道：欣儿，哥哥找了你18年，跟哥哥回家好不好？你若喜欢金银钱财，跟哥哥回乐天城，你便是乐天城大小姐，要什么有什么。你若喜欢荣华富贵，哥哥便带你去找爹爹，当个苍兰国的公主不在话下。糖衣炮弹也没有让陆雪欣态度软化。你还是不相信哥哥的身份，我们滴血认亲好不好？主子，林先生闯进来了。轰隆慌张的声音打断了陆雪欣，牧歌瞬间黑了脸。欣儿，喝碗粥好吗？哥哥去处理事，很快回来。前院，牧歌又戴上黄金蝴蝶面具，慵懒冷淡瞥了眼林无道。什么事？牧歌，雪镜在哪儿？雪镜？谁？不认识。你装什么？雪镜便是摄政王妃，能在摄政王眼皮子底下带走的人，只能是你。你是不是认出他了？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如果不是我意外来大号国撞见，林小舅，你是不是要一直瞒着我？你是什么居心？我是为了保护他。林无道表情变幻，沉声怒道：一旦他们知道了，雪镜又会像18年前那样。不可能，我富可敌国，爹地已经是大宗师，天下最强。我们可以保护好欣儿，绝不会像当初弄丢欣儿，害娘亲伤心失望离去。牧歌比林无道更愤怒，冲到林无道面前，字字句句冰冷危险。别装了，你知道娘亲给欣儿取名雪欣，什么雪镜？笑话！摄政王已封锁了皇都，彻查搜索每一条街巷。宋玉清现在还扣押在月宴楼，摄政王不惜跟宋氏撕破脸，你算什么？苍兰国和乐天城才是你们父子的地盘，在这里你拿什么和摄政王抗衡？只要欣儿答应跟我走，我自有手段带欣儿出城。两人剑拔弩张，谁也不让谁。就在这时，仓促慌乱的脚步声传来：主子，不好了，小姐打晕奴婢不见了。什么？摄政王妃失踪1天1夜，整个大号皇都天翻地覆，混乱喧哗。无人注意的破庙，救佛像下，小乞丐，过来，你能帮我找个人吗？找到他，带一句话，只要你能做到，姐姐请你吃大餐，
月宴楼1楼大，你能做到？姐姐请你吃大餐。月宴楼1楼大厅里，血腥浓厚，10几具尸体横陈。这全是宋氏的案底，找什么摄政王妃？分明是逮着机会对宋氏下刀。但看大堂中一身煞气提剑而立的景林，宋玉清又不敢冲下去硬碰硬，只能闭了闭眼，心底憋着火，憋得胸口疼。麒麟卫进来，低头在景林耳边禀告什么。景林神色一变，立马迈步走出去。义兄，你去哪儿？等等我！见景林走了，惶惶恐恐、战战兢兢的人们嘀咕：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回家了？下一秒，林雨安站在大堂桀骜宣告：所有人原地待着，等候王爷命令。谁若是敢偷偷逃离，这些尸体便是前车之鉴。破庙前，小乞丐抖成筛子，哆哆嗦嗦指了指里面。仙女姐姐就在里面。仙女姐姐说，我把花带到，就请我吃大餐。文竹，带他去吃一顿。文竹带走小乞丐，然后景林打了个手势，命令所有人在外面等候。谁也想不到摄政王妃躲在这儿。许静，这儿。站在景林面前，骆雪欣七上八下的心顿时有了实处，露出一抹笑容。我没事。真的没事？景林皱眉不信，他日渐烦躁，不甘心眼瞎，连骆雪欣的状况都看不见，靠嗅觉也只能闻到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儿。真没事。那就好。是谁抓走了你？骆雪欣沉默了。有人威胁你了，给你下毒了？都不是。王爷，我可以抱抱你吗？景林猝不及防，愣在原地，蒙眼部下眼帘疯狂颤动。景林张张嘴。你说什么？没什么，我知道男女授受不亲，是我冒昧了。好，你要怎么抱？骆雪欣笑了声，大步上前，张开手抱住景林的腰，脸贴在景林胸口，听着砰砰有力的心跳，感受着衣上布料下炙热的体温。骆雪欣深呼吸着衣上布料下炙热的体温。骆雪欣深呼吸。王爷，别说话，让我抱抱，缓一缓。景林僵硬的身体慢慢放松，右手犹豫了半晌，还是抬手轻轻拍了拍骆雪欣的背。肯定是受到了惊吓，抱就抱我，抱多久都行。炙热的体温传递，温暖了骆雪欣，砰砰有力的心跳带动骆雪欣的心跳蓬勃跳动，宽阔强健的胸膛也给了骆雪欣十足安全感。骆雪欣混乱的情绪一点点平复下来。前18年是真实的，如今也是真实的。我只要弄清楚18年前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一个襁褓里的婴儿流落他处，还有玉佩的神奇之处，你哥林无道能给我答案。再次深呼吸，骆雪欣闭眼再睁开，眼神清澈明亮，坚定平静。王爷，谢谢你。怀里空了，心好像也空了。景林抿唇收回手。现在想说了吗？不管是谁，只要你说，本王为你做主。我没有被欺负，只是昨天到现在就喝了1碗粥。王爷，我可以回去吃饭吗？我饿了。骆雪欣笨拙地转移话题。唉，好，我们回王府。谢谢王爷。对了，王爷，你身上怎么一股子血腥气？王爷杀人了？抓出了几个探子，杀鸡儆猴。刚刚熏着你了？骆雪欣红了脸。那倒也没有。他光顾着听景林的心跳，感受温暖安全的怀抱。他低头看了眼自己，其实我也挺脏的，弄得王爷身上都是尘土，王爷别嫌弃就好。不嫌弃，你是本王的王妃，什么时候想抱都可以抱。说完，景林不受控制的脸也红了。于是好不容易等到人出来，李明晨激动冲过来，冲到一半愣住，狐疑的看看骆雪欣，又看了看景林。义兄和姐姐干什么了？怎么脸都红透了？骆雪欣回到摄政王府，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坐在镜前，骆雪欣抬手摸摸玉佩，眼中眸色明灭变幻。东兰进屋禀告：王妃，饭菜已备好，请您用膳，王爷和陛下也在等您。骆雪欣走进正厅，景林偏过头，李明晨激动起身：姐姐快来坐这儿。李明晨露出来的位置正好是他和景林中间。刚坐下，李明晨递来一碗饭，
景林递来银头筷，陆雪欣愣了几秒，碗里立马被李明晨加了累尖尖的一碗菜。李明晨一双桃花眼亮闪闪，催促道：“姐姐吃。”谢谢明晨。一顿饭由李明晨周全照料，完全不需要洛雪欣自己夹菜。景林虽未做什么，但他一直安静陪着洛雪欣用膳，无形中给人安全的存在感。王爷，我不见后月宴楼发生了什么事？王爷什么时候发现我不见的？姐姐，我来说。李明晨激动亢奋接过话，从头到尾一五一十说来。听到景林看他的第一眼，立马察觉他被人吊高顶替，火速下令封锁月宴楼，又亲自审了一天一夜。洛雪欣说不出的感动，心底暖暖的。谢谢王爷。你是本王的王妃，保护你的安危是本王的职责。义兄骗人，换个人，义兄才不会管他死活，是姐姐才不一样。李明晨眼珠子打转，悄悄嘀咕。景林听见了，竟没有反驳。王爷，那个传话的小乞丐呢？我答应了请他吃大餐。文竹带他去了，他传话有功，待查过出身来历没有问题之后，便将他收在王府里教书习字，成年之后再做安排。这等于是给了小乞丐改变人生的机会。谢谢王爷。雪静，你我之间不必言谢，你我之间不必言谢。就是夫妻两个床头打架床尾和，平日里哪需要谢来谢去，多生分。李明晨洋洋得意，说话顺溜。洛雪欣和景林却沉默了。义兄义姐，要不要出去走走，消消食？走在摄政王府的花园里，洛雪欣静静看了景林一眼。他来摄政王府快1个月了，还是第一次和景林一起逛王府。有小皇帝作陪，丝毫不会冷场。王爷，那个假冒我的人招了吗？没有，他有抗药性，房府林还在月宴楼审他。王爷，可以请您放了他吗？洛雪欣此话一出，景林和李明晨齐齐看向他。景林皱起眉头，李明晨一脸明晃晃的震惊不理解。姐姐，他绑架了你，还顶替你当摄政王妃，没把他大卸8块，挫骨扬灰以示仁慈，怎么可能放了他？给本王一个理由。他是我家人派来的，目的在我，并非和王爷为敌。景林和李明晨都是一愣。雪静的家人？雪静，真的是你的家人吗？是家人，为什么要偷偷帮助姐姐？难道和我一样？母妃还在时，总是喂我吃药，逼我装病。父皇不喜欢我，嫔妃娘娘们想毒死我，皇兄们也更爱打我、罚我，还把我丢进池子想淹死我。李明晨数着手指头，皱眉担心问洛雪欣：“姐姐，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一样，都是恶人吗？”小皇帝的成长太过触目惊心，难怪会传病娇。不是的，我自幼和家人失散，天各一方。他们突然找到我，太过激动下才会做出绑走我的行为，我也一时不能接受，所以偷偷跑掉。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皇爷，先放了他，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的，好吗？景林看不见洛雪欣脸上的希冀和渴求，但他能从洛雪欣的嗓音语气里听出来，再冷再硬的心肠也会软化。好。景林打了个手势，让麒麟卫去传消息放人，雪静，你若真想感谢，今夜继续施针，好吗？昨夜没有你，本王又头疼难忍，只想杀人。好，今夜再附赠王爷一套我小医仙自创的按摩手法，很舒服的。本王拭目以待。景林嘴角弧度又弯了弯。李明晨左看看右看看，只觉得自己完全插不进嘴。我不该在这里。黄昏后，月宴楼扣押了2天的人终于恢复自由。摄政王府中，针灸热敷过后，景林身体僵硬，难以置信地被洛雪欣捧着后脑勺，轻柔地放到他的大腿上。雪静，你……嘘，王爷别动，别说话，好好享受。纤纤玉指、按、揉、压、弹等指法轻重适宜，舒服的按摩下不由让人昏昏欲睡。但每景林感到放松发困的时候，都会绷紧身体，控制脑袋，不让重量全压在洛雪欣柔软温暖的大腿上。太香，呼吸都是女儿香，心下酥麻。景林吞咽口水，又享受又煎熬。等到按摩结束，景林这才松口气。王爷感觉如何？舒服吗？很舒服。景林感到喉咙燥热，顿了顿，忍不住问：你也时常给别人按摩吗？当然不会，按摩手法都是我们师姐妹间互相练习，一般人可没这个资格。
学进的师门都在何处啊？本王今后有空，定当拜访。回不去了，他们都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再也见不到了。抱歉，本王不知道。没关系，夜已深，王爷好好休息，我回去了。陆雪心收拾好东西要走。学进，我父亲早逝，家中只有严厉不识慈爱的娘亲，坐镇边疆，替我管辖大军。我娘一直想要个女儿，她一定喜欢你。学进，不管你的家人如何，摄政王府永远是你的家，你可以留下来。你在一日，本王保护你一日，不会让人强迫你，欺负你。陆雪心惊呆，睁大眼，震惊难以置信地看着景林。景林表情很温柔。你家人的事，也不用急着告诉我，等你想说，愿意说，再说。好。陆雪心想说谢谢，但想起景林不喜，话在嘴边转了一圈，最终嫣然一笑，嗓音甜软。景林，很高兴认识你，晚安，好梦。大门关上，脚步声远去，直到听不见。景林抬手摸了摸心口，缓上一会儿，才冷冷开口：“说。”文主悄无声息现身，此女名清阙，是木阁的侍女，西郊别院，已暗中包围封锁，王爷可要麒麟卫动手缉拿。木阁，她是雪静的家人。陆雪心好奇打量着木哥和林无道的互动，眸光悠悠闪烁，平静开口：“木哥公子是我哥哥，那国师大人呢？是什么关系？”“我是你小舅舅。”木哥眼刀子飞了林无道一眼，又眼巴巴看着洛雪心，语气委屈伤心：“心儿，我是哥哥，不是木哥公子，喊声哥哥好不好？”“先滴血认亲，验一验。”“好。”木哥一口答应。洛雪心拿出一个空杯，装一杯清水，他先取银针刺破指尖，挤一滴鲜血进去。木哥生猛多了，从袖中拿出匕首，眼睛都不眨一下，利落割开掌心，滴落鲜血。2滴血融了，心儿你看。心儿，哥哥找了你18年，一时太激动做错了事，哥哥向你道歉。哥哥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强迫你，你要什么想做什么，哥哥都听你的。心儿，你能原谅哥哥，给哥哥一个改过认错的机会吗？木哥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看着洛雪心，又紧张又忐忑，林无道端起茶杯，幸灾乐祸地欣赏起来。哼，臭小子也有今日，该。洛雪心抿唇静静看着木哥，妖孽祸水的脸。哥哥。木哥瞬间笑得祸国殃民，屋子里都因他亮堂了许多。雪心，能换我小舅舅吗？想都别想。为什么？小舅舅没有强迫你，为什么他可以，小舅舅不行？你又不是亲的，别想着占心儿的便宜。倒不是这个原因，国师一早认出我的身份，但没有告诉我，而是瞒着我。如果不是哥哥出现，国师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林无道陷入沉默。哥哥，我为什么会和家人分开？心儿，你刚满月的时候，家里出了事，爹娘外出，留我和林小舅照看你，谁知歹人骗走他，又打晕我，劫走你，自此消失无踪。时隔18年，木哥回忆起来仍是愤怒、悔恨、痛苦握拳。这不怪你们，哥哥那时候还小，国师大人应该也不大。唉，木哥那年才5岁，不怪他。但我已有20，愚蠢受骗，害你被拐走，学姐姐因此伤心欲绝，隐居天山。玉佩有什么特别之处？比如某种神奇的力量？玉佩取材自天山之玉，每位族人都有一块，代表自己的身份。这种玉两两靠近时会有共鸣反应。至于神奇的力量，心儿指的是什么？我原本生活在很遥远的地方，是突然间来到大浩国的，就像是一场梦。我以为这是玉佩做到的。一瞬间，木哥和林无道脸色难以控制，变得极其难看、阴沉、担忧。天山之玉的确有独特之处，心儿别急，哥哥这就联络族人查着这件事。不过族人避世不出，天山的路比蜀道更危险难走，恐怕得要1年半载才有结果。自古异宝，诱人乱世。雪心藏好玉佩，这些话千万别告诉其他人，摄政王也绝对不行。有问题。眸光悠悠闪烁，洛雪心假装不知，顺着两人点点头，然后换了个话题。我答应要治好王爷的眼睛，在这之前我不会离开摄政王府。好。你留在摄政王府很好。我跟丞相府宋氏有仇，希望哥哥和国师大人不要阻拦。哥哥不阻拦，
哥哥帮你，小舅舅也帮你。一招多出2个亲人，宠他帮他如虎添翼。谢谢哥哥和国师大人，你们稍坐片刻，喝茶，我去会会丞相夫人，总不能让她等太久了。陆雪欣没注意到景林和李明晨，因为李明晨刚喊了一声姐姐出来了，便被景林拽进了假山后。等陆雪欣离开，他们才站出来。李明晨困惑不解，仰头问：义兄，我们为什么不和姐姐打招呼？他还不需要我们。国师出来了吗？没有。真奇怪，姐姐去见丞相夫人，怎么不送走国师，让国师和陌生人留在西院，靠谱吗？不是陌生人。义兄知道是谁？陛下，你该回宫了。李明晨不愿，嘀嘀咕咕：我留在这里多好啊，万一丞相夫人欺负姐姐，我好帮姐姐撑腰。结果嘛，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被林雨安亲自送回宫。景林没进西院，转身去了前院暖阁。若洛雪欣需要他，他随时都在。会客厅，丞相夫人被蜜蜂蛰的伤早好了，但此刻暴怒憋着火，脸色阴沉扭曲，看着吓人。你可真是娘亲的好女儿，让当娘的等你这么久，传扬出去，世人都要戳你脊梁骨骂。这么大火气，逮着我发泄是吧？你的好女儿不是在丞相府吗？别乱认人当女儿，晦气！放肆！没大没小，没有教养，今儿就让本夫人好好教教你。说完，冲着洛雪欣的脸扬手就是一巴掌。清脆响亮的巴掌声，丞相夫人懵了。你怎么敢？贱人，你怎么敢打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吗？丞相夫人，这里是摄政王府，我是摄政王妃，别说打你，杀了你，丞相屁都不敢放一个。丞相夫人震惊恐惧，捂着脸后退了3步，背后冷汗都出来了。说吧，宋氏让你来找本王妃，想干什么？他怎么知道？爱说不说，本王妃走了。宋客，站住！7日后，宋氏家宴，家主要你去铜雀台赴宴。洛雪欣眸光悠悠，若有所思。好吧，我去。还有什么事吗？没了，滚吧，慢走不送。你别得意，到了宋氏，有你猴果子吃。丞相夫人转身太慌张，被门槛绊了一下，踉跄摔了个狗吃屎。推开来搀扶他的丫鬟，怒气冲冲：回府！陆雪欣走到门边，素月迎上前，语气关切：王妃，你没事吧？没事。素月，你去告诉王爷，宋家主点名要我赴宴。王妃不亲自去见王爷吗？王爷就在隔壁暖阁。景林一直在我身边。陆雪欣走进暖阁，抬头看景林坐在窗边，拿着绢布细细擦拭长渊剑，周身气势内敛，温和不失锋芒，像一幅引人入胜、赏心悦目的画。雪静，你来了。丞相夫人已经走了。他找你做什么？宋家家主要见我，让我7日后去铜雀台赴宴，只能我一个人去。看来月宴楼的动静太大，连他都坐不住。大浩国的开国皇后出身宋氏，宋氏也为大浩国的开国立下功劳。开国皇帝特赐铜雀台，以彰殊荣。铜雀台离皇都有1日距离，因其独特的意义，宋氏每次召办家宴都会选在铜雀台，只有宋氏嫡系和一些有功劳的旁支才能前往参加家宴。宋王陵是当代大儒，先帝的帝师，此人年过半百，足智多谋，狡猾狠辣，是个笑面狐狸。他嗜好掌控一切，玩弄人心。陆雪欣警觉地记下景林的话。宋家主现在还在朝中为官吗？景林摇摇头。先帝在时，先帝信任，先太子是他一手教导，众皇子爱戴敬重，宫中还有女儿当贵妃，宋王林的权柄达到了巅峰。直到先太子和众皇子被毒杀，先帝怒极攻心暴毙，世家大乱。宋氏作为仅剩的世家，龟缩蛰伏起来，暂避锋芒。宋王陵表面上辞官隐居，实际朝堂动向，太后、宋玉卿的一举一动，他都心知肚明。雪静，他要见你，是要掂量评估你的价值，能否为他所用。我明白了，王爷放心，我没忘咱们的交易。景林下意识皱起眉头，心中思绪万千，最终脱口而出的只有一句：雪静，你的安危更重要。谢谢王爷关心，我会小心的。
我是来告诉王爷这个消息的。现在说完了，西院还有客人等着，我先回去了。等等，景林喊住洛雪欣，慌乱迷茫下张嘴道：“我眼睛疼。”洛雪欣一惊，二话不说，快速解开蒙眼布，然后一只手捧着景林的脸，一只手摸过眼眶轮廓，又在几个穴位上按了按，温柔细致地问景林的感觉。景林是装的，他不想洛雪欣这么快就离开。刚刚疼了一下，现在不疼。怪哉！洛雪欣双手捧着景林的脸，看了又看，脉搏强健有力，身体健康，眼疾也没发作。洛雪欣摸不着头脑，王爷，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情况，请你记一下，具体疼在哪个位置，是什么样的疼痛，我好对症下药。好。学静，你会一直在本王的身边吗？王爷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眼睛，让你重见光明。这不是景林想要的答案。洛雪欣的脚步声越走越远，直到听不见，其他人都在暖阁外候着，无令不敢打扰景林。景林抬手摸了摸洛雪欣亲自给他带回去的蒙眼布，上面好似还残留着洛雪欣指尖温柔甜甜女儿香。景林迫切地想恢复光明，他想看见洛雪欣，又不想恢复光明，因为他眼睛好了，洛雪欣肯定会和他的家人离开，只是想一想，心里就空落落的发酸。景林抿了抿嘴唇，我这是生病了。洛雪欣回到西院，不知道牧歌和林无道私下做了什么交易，两个人气氛平和友善，不像最初互相拆台嘲讽看不顺眼。哥哥，国师大人，到时候可能会需要你们帮忙。没问题，仙儿尽管说。雪欣，宋氏有人欠小舅舅恩情，你可以去找他。他压低嗓音说了个名字，洛雪欣认真记下，然后他亲自送他们离开。一转眼时间匆匆过去，7日后，4月初5这天，素月，你说洛锦城2条腿怎么摔断了？老天爷开眼了。素月也不瞒着，凑上去贴在洛雪欣耳边说了一句，竟然是景林做的。景林是为了我。明明那时候他们相交不深，景林还是帮他教训了洛锦城。景林是真的很好。驿站里，丞相夫人忙着照顾洛锦城，压根没管洛雪欣，也没注意到驿站中其他人隐约保护着洛雪欣。等到再次出发，上了马车，马车再次行驶，车内只有洛雪欣和洛锦城2个人，没有外人。洛锦城不掩内心，垂涎痴迷，色迷迷盯着洛雪欣的脸，看了半晌，视线下移，再看，挖了你的眼。仙儿，你怎么能这样对哥哥说话？哥哥这是关心你。洛锦城，你还硬得起来吗？小贱人，你说什么呢？不知廉耻，水性杨花！哼！洛雪欣冷冷一笑，眼神鄙夷、恶心地扫过洛锦城某个地方，讽刺开口：“明明工具齐全，却跟太监一样，日子很不好过吧？”贱人，是你干的！你对本公子都做了什么？阉了你的灭根！啊！我要掐死你！洛锦城气愤抓狂，伸手要掐洛雪欣的脖子。这时，洛雪欣动动手指头，几根银针飞出，扎在洛锦城身上。洛锦城无力惨叫一声，身体软绵绵地倒在马车上，只剩一双眼珠子瞪得大大的。成儿，你这是怎么了？贱人，你对成儿做了什么？成儿要是有事，本夫人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洛雪欣戏谑玩味看着丞相夫人的背后。丞相夫人，鄙人宋宁是宋氏的管家，拜见摄政王妃。宋宁管家，方才是我们母女路上闹了点矛盾，您别误会，我跟王妃开玩笑的。摄政王妃请，丞相夫人请，你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请先沐浴焚香，再去赴宴。宋宁管家，我家锦城也来了。抱歉，名帖上并无洛锦城的名字，请自行离开。不行，我是丞相长子，我娘是宋家人，怎么可能没我？宋氏的规矩，无人能例外。连忙冲家奴丫鬟使眼色，堵住洛锦城的嘴巴，塞回马车，即刻原路返回。宋宁微笑有礼，客客气气迎接洛雪欣进入铜雀台，亲自送到安排的住处，是座回字形的小院儿，还挺软。突然一声响动，床下陷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洛雪欣来不及反应，仰头栽下。什么情况？是意外还是宋氏早有图谋？宋氏想干什么？又是一声响，
洛雪欣这回警觉的连忙后退，拉开距离。好的，救救我！洛雪欣皱眉看向少女的右腿，被粗暴打断，骨头都露出来。摄政王妃，选择权在你手上，要么救他一起活，要么他咽气后水淹密室，你跟他一起死在这里。你既知道本王妃身份，便该清楚本王妃在宋氏地盘出事，摄政王不会放过你们。摄政王不会有证据，摄政王妃，该你选择了。男人说完不再出声。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求你别说话，保留体力。洛雪欣拿过布条绷带，先绑在丫鬟大腿上，压制血液流速，然后迅速从袖中取出针刀，施针刺穴，多方面止血。止疼的，快吃。我会不会死？我不想死。你不会死的，放心交给我。丫鬟满眼希望，张张嘴好像要说什么。洛雪欣轻身凑过去，想听丫鬟说话，不料接近的瞬间，丫鬟垂落在身侧的手突然抱起，抓着个簪子狠狠刺向洛雪欣的脖子。去死吧！鲜血弥漫，瞪得大大的眼，死不瞑目。洛雪欣喘着气，脸色难看，眼神凉凉看着地上的尸体。我费力救一阵，他却要杀我。摄政王妃医术精湛，聪明理智，下手果断利落，不错不错。你是谁？宋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摄政王妃不必知道在下的名字。摄政王妃请吧，请回房间沐浴焚香。你怎么从墙里面走出来？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去了？关你屁事！对面素月找不到洛雪欣，正慌张急切，听到这边动静走出来，焦急喊道：刺杀当朝太后，好大的胆子！哀家要诛他9族！本王射的。宋芳仪震惊瞪着他。太后娘娘也知道，本王的眼睛瞎了，看不见，在此狩猎，听得动静还以为是猎物，没伤到太后娘娘吧？太后娘娘若是要诛本王9族，恐怕还没那个资格。你！宋芳仪气得说不出话。景林突然拉开弓弦，瞄准宋芳仪。弓上虽无羽箭，但景林周身气势凌厉霸道，极为可怕，给宋芳仪一种被真的羽箭瞄准，下一秒就会要他命的感觉。摄政王，你要干什么？试弓弦，这根弦似乎是松了，难怪没准头。景林语气轻描淡写，随口解释：没准头。景林是真的想射死我吗？宋芳仪又惊又怒又怕，一口气没上来，惊吓过度，仰头晕了。摄政王，你究竟是何居心？怎么了？王爷，太后娘娘吓晕了。凌雨安忍着笑，一脸幸灾乐祸。太后娘娘要去哪儿？本王护送你们一程。不必。真的不要吗？听说前面好像有山匪出没，太后娘娘这一仗队太显眼，万一被山匪打劫怎么办？孙嬷嬷吓得一抖。景林根本不给选择，收起乌金大弓，扬手下令：麒麟卫听令，护送太后出发。遵命。于是宋王林带着人赶到铜雀台外，便看到了这一幕。太后仪仗队被麒麟卫架在中间，战战兢兢。因为宋芳仪还没醒，景林简单粗暴，直接命人把她抬进铜雀台。孙嬷嬷一众护着，死活不肯。看见宋王林出来，孙嬷嬷求救的大喊：家主！老夫拜见摄政王，接到了铜雀台，请将太后交于老夫。太后交于老夫，宋氏自会细心照料。景林还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语气冷酷无情。不急，本王的王妃呢？王爷，王妃出来了。景林立刻翻身下马，往前走了几步，但因为人太多了，声音嘈杂，他听力分辨不清，不由皱起眉头。直到风中吹来淡淡香气，景林嗅了嗅，精准走到洛雪欣面前。王爷。景林点点头，然后牵起洛雪欣的手，当着众人的面，语气温柔说道：一日未见，本王很想你。众人惊，这是我能听的吗？牧哥戴着黄金面具遮了脸，但遮不住他一身不爽的气势。摄政王，注意场合，你不在乎名声，我们心儿还要清誉。原来牧哥公子也在。两人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面对面说话，
有眼睛有耳朵的人都能看出来，两人气场不合，关系很差。相信王妃已经知道该怎么选择了，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骆雪欣冷冰冰盯着宋王林，宋王林不放在眼里，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瓶药水，分别倒在2个茶杯里。喝吧，喝了这2杯，老夫便放你们走。是什么？锥形裂骨之毒，7日后才会发作，到时候解药和用在摄政王身上的毒药会一起送过来。奴婢喝，奴婢可以喝2杯，王妃不能喝。苏月，这可不行，你们主仆再情深也得喝，不喝老夫怎敢放心让你们走。双方对峙，僵持住了。就在这时，匆匆脚步声响起，宋宁在钓鱼亭外行礼禀告：启禀家主，牧歌公子到了铜雀台。他怎么来了？已与王妃是一间，还是说宋家主存心针对本王，对本王有意见？老夫不敢。景林都这么说了，宋王林没辙。宋氏家宴有摄政王赴宴，宋氏蓬荜生辉，摄政王请。景林低头，语气收起霸道锐气，温柔说：王妃，本王看不见，你带本王进去。好。骆雪欣脸红红，轻轻推了推景林：王爷先松开，我牵王爷进去。演过了啊！再不松手，骆雪欣害怕牧歌忍不住会提刀砍了景林的手。哥哥瞪着景林的眼神真的好可怕。景林能感觉到牧歌的视线，往他的方向看了看，松开骆雪欣的腰，但2人手牵手走进铜雀台。牧歌的眼神依然冷飕飕刺骨，没半点缓和。这一幕落在宋王林的眼底，便是牧歌憎恶摄政王。宋王林大受鼓舞，笑眯眯上前邀请：牧歌公子请。回自院，丞相夫人远远看到景林走来，吓得活见鬼，立马带着丫鬟嬷嬷躲回屋里，不敢露面。也没人搭理他。骆雪欣牵着景林走进回自院，牧歌紧随其后。林与安率麒麟卫在外面守卫。还不松开！牧歌冷飕飕盯着2个人一直牵着的手，勾人的邪魅嗓音冷得能结冰。骆雪欣反应过来，立马松开手，脸色还有浅浅红晕。景林有点不悦：本王牵自己的王妃，天经地义。牧歌公子看不惯，可以不看。仙儿难道没有告诉摄政王，我是仙儿的哥哥？没说。牧歌震惊看向骆雪欣。为了保护骆雪欣，他们一致决定对外宣称是干哥哥干妹妹关系。哥哥，我和王爷有事要说，我们待会儿再聊。牧歌皱眉：有事说事，你们不会真的住义乌吧？骆雪欣有点迟疑。景林直接伸手揽过骆雪欣的腰往屋里走，淡淡丢下一句：我们夫妻谈话，请牧歌公子懂点分寸。牧歌黑了脸要追，素月和凌雨安双双拦住，跟门神似的。我答应过要听仙儿的话，先忍，事后再跟景林算账。骆雪欣和景林进了屋，关上门。骆雪欣立马滑溜溜地从景林怀里钻出来，摸摸红彤彤的脸，她不解地看着景林：王爷，你是不是有点演过了？宋王林这个老狐狸，若是不亲密点，怎能骗过他呢？景林说完顿了顿，语气迟疑，小心问道：你讨厌本王碰你？没有，不讨厌。骆雪欣从来不讨厌景林，只是抱来抱去拉拉手离得太近了。肯定是景林阳气太猛，体温太高，才会让他心跳加速，呼吸急切。不能想，越想越脸红。骆雪欣立马转移话题：王爷，我已经知道宋王林的阴谋了。骆雪欣将进入铜雀台后发生的一点一滴全告诉景林。宋王林以为他不敢，殊不知来铜雀台之前，骆雪欣和景林早有策略。骆雪欣打前锋，景林随后。牧歌是骆雪欣的2重保障，我没事，就是苦了素月。本王会嘉奖素月。景林说着，一步走到骆雪欣近前，太近了，骆雪欣差点贴到景林胸膛上。一抬头，性感的喉结，棱角完美的下巴，红润唇形，好看的嘴。骆雪欣吃了一惊，下意识要躲开，结果腰上又横过一条胳膊，把她拉进怀里。景林低头贴在骆雪欣的耳边，暖流吹过耳朵，痒痒的。你说房间里有机关，当心隔墙有耳。
亏听你我的谈话。洛雪心吞了吞口水，但是也不用这么近吧。那我们换个姿势。景林搂着洛雪心走到窗边，抬手微微推开窗，透过缝隙，景林能听见窗外所有细微动静，无人能接近。然后他才收回手，低头道：现在可以了。洛雪心，他被夹在景林和窗户中间，能听到景林的心跳，能闻到景林今天衣服的熏香是檀木和雪松味的，还是紧。洛雪心悄悄看景林的表情，淡漠孤傲，不带其他情绪。宋王您再提要求，都答应的，不要委屈自己冒险吃苦。毒药收了，本王可以装一装，演下去。好。宋氏妻女，家宴上，本王会帮你找回场子，别忘了配合。好。洛雪心又期待又好奇，王爷，我要怎么配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洛雪心点点头。就在这时，景林敏锐察觉到一双喷火的视线，带着浓浓敌意瞪着他。景林虽然看不见，但能猜到是谁。牧哥就住在隔壁。牧哥的眼神瞬间变得阴冷可怕，周身气压骇人。陆雪心摇摇头，又点点头，想了想，还是把宋王林的威胁恐吓告诉牧哥。他没吃，而素月一人吃了2人份。素月是个好丫鬟，宋氏好大的狗胆，敢欺负我的妹妹。希儿别怕，哥哥会让宋氏付出代价。至于解药，哥哥这就让白鹰查查。谢谢哥哥。牧哥回到自己屋后，立刻下达命令：白鹰，去查查库存里的天山秘药，将所有的整理列表送给新人过目，他要什么给什么。红鸾，查查与宋氏做交易的天山族人是谁。午后，宋方仪终于醒了。大哥，摄政王欺人太甚，眼底根本没把宋氏当回事儿，我们到底还要忍多久？司马一族和柳氏真没用，为什么不拖着摄政王一块死？你不在宫里盯着陛下，出宫做什么？大哥，我听闻国师在为陛下算八字，等陛下金秋寿宴过后，便要选后宫，宋氏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当真？今夜家宴可以先探探摄政王的口风。今夜你们轮番敬酒，先把他灌醉了。下午，宋温林来回自院传递黄昏开宴的消息，所有人都准备起来。洛雪心静静坐在镜前，看素月巧手挽发梳髻，为她装点胭脂。多谢王妃美言，王爷赏素月1万两银子，还有一座庄子和7亩茶田。这是你应得的。等我回去，今年铺子的分成分你1/3。素月不敢，王妃，牧哥公子赠了素月3万两白银，这辈子养老都够了，王妃不必再为素月花钱财。洛雪心震惊，景林和哥哥都给了。素月的震惊不比洛雪心少。牧哥不仅给了银两，还欢迎素月随时投靠他，跟着享受荣华富贵。素月回禀景林，景林却让他照单全收，来者不拒。推门出去，牧哥听到动静，立马回头转身看过来。倾国倾城的俏丽佳人，梳着高髻，簪花牡丹，头插一套金鸾钗和步摇。杏儿真漂亮。哥哥，王爷人呢？在那儿呢。杏儿，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男人，咱们可不能要。牧哥语气幸灾乐祸，拱火，示意洛雪心往门边看。哥哥，你不要污蔑王爷。杏儿，宋白霜看摄政王的眼神可不清白。洛雪心发现了，宋白霜看景林的眼神隐忍克制，好似藏着万千情绪。杏儿，你猜宋白霜在说什么？牧哥公子，六小姐是来带路的，没想到天下首富竟是如此的八卦，堪比媒婆呀。景林侧过身面朝他们，语气冷飕飕，眼睛看不见，景林的听觉无限放大。牧哥的话他一字不落全听到了。牧哥半点不尴尬，轻哼一声，继续温柔对洛雪心说：杏儿，走，哥哥带你去赴宴。王妃，本王看不见路。景林对洛雪心伸出手，洛雪心左右为难。宋白霜吃惊看过来，深深审视洛雪心，没想到摄政王和牧哥会争夺他。本王需要你。哥哥，你走前面。洛雪心对牧哥眨眨眼，然后走过去牵上了景林的手。没办法，我答应你要配合景林，还等着景林在家宴上帮我找回场子呢。哼！牧哥看着两人手牵手，迈步经过景林身边，故意重重哼了一声，有不悦也有警告。景林仿若未闻，语气冷淡无情。六小姐，
带路吧。宋白霜收敛神色，微笑行礼。摄政王、摄政王妃，莫哥公子请。一群人浩浩荡荡走了，丞相夫人才敢走出门。一个卑贱肮脏的贱人，替嫁的冒牌货，怎么就成了莫哥的干妹妹，还得摄政王宠爱有加？凭什么？拜见摄政王、摄政王妃。景林无视众人，到了飞鸟厅后，幻景林牵着洛雪欣的手走在前面，无形流露给所有有眼睛的人看。她是我的王妃。穆哥也往前走了一步，侧身挡着洛雪欣。他的妹妹不容任何人欺负。宋白霜分别将三人引入座位，穆哥不跟洛雪欣坐一方，而是坐在景林对面，有种无形和景林打擂台的架势。穆哥眼神不善，不爽景林还牵着洛雪欣的手不放。景林仗着眼瞎看不见，堂而皇之无视。洛雪欣笑容有点绷不住，轻咳一声问景林：“人来差不多了，宋家主他们怎么还不来？”景林已经听到脚步声接近了，捏捏洛雪欣手指，语气温柔：“已经来了。”洛雪欣抬头看见宋王林为首，宋方仪在侧，宋玉清、宋玉娇、宋温林随后，他们全都盯着他看。人齐了，家宴大戏正式拉开帷幕。久闻摄政王威名赫赫，草民崇拜至极，特敬摄政王一杯酒。铜雀台有摄政王亲临，蓬荜生辉，宋某敬摄政王一杯。今日有缘得见摄政王，下官三生有幸。先来三人端着酒杯，笑容谄媚向景林敬酒，后有数十位宋氏人蠢蠢欲动，等着景林喝了后排长队来敬酒。还有谁要敬本王？一起上吧。皇爷，洛雪欣吃惊，拽了拽他的袖子。景林勾了勾嘴角，示意洛雪欣没事儿。本王没空一个个来，要敬酒就现在，过时不候。宋氏众人吃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宋王林摸摸胡须，眼神示意宋氏人行动。摄政王，请。排队第一个的宋氏人再次举杯送到景林面前。本王近日服药，不能饮酒。啊？王妃体弱，且要照顾本王，更不能饮酒。谁知宋王林直接闭上眼不理。宋玉清给了他们一个眼色，喝吧，喝到摄政王满意为止。就有数人不胜酒力，仰头倒地。宋方仪气得发抖，忍不住张嘴：“摄政王，够了吧？”摄政王，再喝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本王杀的贼人，没有1万，也有8、9千，还怕出人命？景林语气冷血孤傲，半点不在意，但他手指勾了勾洛雪欣的掌心，好痒。洛雪欣偏头看着景林，灵光一闪，顿时明白了。洛雪欣表情为难，温柔甜蜜的嗓音劝道：“王爷，您的病需要好好休养，不能沾血腥。若真的死了人，多晦气啊！”既然是王妃求情，本王便网开一面，还不谢过王妃？谢摄政王妃。宋王林、宋方仪脸都青了，被景林摆一道就算了，还要给一个冒牌货行大礼，简直打脸。听闻宋少卿不能人道。宋王林呛得脸黑。摄政王误会，下官没事。宋少卿，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讳疾忌医。你长兄出家多年，二兄惨死，你若不能繁衍子嗣，你父亲岂不老来可怜？宋少卿若是需医治，本王可将方福林借你几日，好好调理，以正阳刚。下官。宋玉清死死握紧酒杯，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宋王林更是气得发抖。景林这几句话把他们父子都嘲讽了一通。欺人太甚！宋方仪气得不过脑子，张嘴就讽刺：摄政王操心别人家，不如还是操心一下自己。王妃都娶了，也没见子嗣啊。景林轻笑愉悦，偏头朝着洛雪欣，语气宠溺撩人：王妃嫁给本王左右不过才1个月，子嗣没这么快，有劳太后费心了。本王和王妃会努力的。洛雪欣瞬间脸红成苹果，心跳也砰砰加快。宋方仪脸黑如锅底，人美讽刺成，反倒被秀了一波恩爱。可恶！一响引得众人看向穆哥，穆哥丢下手里捏成一团的金盏玉酒杯，嗤笑讥讽：什么质量，太差了！你们宋氏待客拿不出好东西了吗？
这可是真金白玉，大号国最好的工匠打造，一套酒具价值万金，专为接待牧歌才拿出来的，结果被捏成一团疙瘩。不知该说牧歌手劲儿大，还是……去给牧歌公子重新取一套酒具。不用，本公子喝不下。又牵手，又说骚话，当我是空气吗？景林察觉到对面的视线，浅笑金贵开口：“不如给牧歌公子换成茶，静心静气，有益脾胃。”我给哥哥倒一杯。陆雪欣拿走茶壶，走向对面，借倒茶递茶之势，侧身挡住外面视线，悄悄的蚊子似的说：“哥，我和王爷是装的，你别气。”牧歌脸色这才缓和了2分。摄政王，哀家听闻陛下金秋寿宴后有意选后宫，可有此事？是有这么回事。陛下选后宫，那可是国之大事，摄政王可有人选？陛下是否有立后的意思？哼，陛下的后宫自然是陛下来选，关本王什么事？陛下尚未观礼，国之大事都由摄政王掌权做主。这选哪家闺秀，定什么嫔位，是否立后，摄政王怎可能一无所知啊？丞相夫人跪在地上爬不起来，好不容易被丫鬟搀扶起来。景林重重一拍桌，丞相夫人2腿发软，又跪了回去。哼，丞相夫人糊涂了，这里没有你的女儿，只有本王的王妃。宇安，冒犯王妃，该当何罪？初犯杖20，拖下去。是。林宇安一挥手，2名麒麟卫上前，从丫鬟手里拽过丞相夫人拖走。家主救我，太后娘娘救我，救命啊！宋王林和宋方仪几人脸色变了又变，没出声。接着景林牵着洛雪欣的手起身，送是敢送，本王来者不拒。不过今日送人，今夜人头送回贵府的床上，可别怪本王。还有，本王只有一颗心，有了王妃，再容不得任何人。王妃能吃醋，是本王之幸。洛雪欣一惊，瞪大眼睛呆呆看着景林。夜已深了，多谢宋氏的款待，本王和王妃先行告辞。景林说完，也不等宋王林他们回复，转身牵着洛雪欣的手直接离开。牧歌二话不说要跟上。牧歌公子稍等，老夫有一坛美酒，想请牧歌公子单独尝尝，可否赏脸呢？好，宋家主请。出了飞鸟亭，洛雪欣一把拽住景林，脸红红，小声问道：“王爷一直是在演戏吧？”景林步伐微顿，低头想看，却视野茫茫，什么都看不到，心底又多了烦躁和不甘心。是在演戏。那就好。洛雪欣松口气，没察觉景林牵着她的手一点点收紧了力道。景林语气平静温柔：“我们先回去吧，你哥哥自有分寸。”好。王爷，明晨真的要选后宫吗？他才14，是不是太小了点儿？秋后寿宴便15了。那也小。洛雪欣知道古代观念不一样，但在他眼底14、15都还是个孩子。陛下知道你这么关心他，定是很高兴的。王爷，我没有开玩笑。知道了。景林收起打趣儿的心思，正经解释：“放心，这是计划里的一环。若不是选后宫，怎能惊动太后出宫呢？本王又怎能光明正大的进入铜雀台？”原来如此。陛下的生母不受宠，总是折磨他，寻借口见一见先帝，宫中的兄弟奴仆都欺他辱他，饥一顿饱一顿的，喂了不少的毒药。他既然唤本王一声义兄，作为兄长，本王会好好的培养他，照顾他。本王会尽力让他将来尽可能的选择喜欢的姑娘，共度一生。王爷是个很好很棒的哥哥。哦，雪静当真如此的认为？雪静可信任本王？安静了一会儿，景林转转大拇指上的玉扳指，语气很轻：“既然信任，雪静愿意告诉本王你的真名吗？”洛雪欣刚要点头，迅速反应过来，愣了愣。景林苦涩一笑，叹气说道：“唉，不愿意说也无妨，本王可以等。”也不是不愿意，景林很好，已经答应给我自由，名字的事儿自是不必再瞒着。其实我也叫洛雪欣，
和丞相府大小姐一字之差，是心悦之人的心，不是温馨的心。是这个落雪心吗？景林伸手在桌上一笔一画写出名字。没错，我跟师傅姓。星儿芳龄18。我21，8月15的生辰。星儿呢？哥哥说我是冬至出生的。落雪心惊讶看着景林，原来王爷是中秋的生辰，好日子。景林点点头，勾唇笑意温柔。一问一答，景林和落雪心太流畅丝滑轻松，以至于落雪心没有注意到景林自称我，且非常自然地唤他星儿。景林面朝落雪心，语气越发温柔。原来我大星儿3岁啊。星儿正是少女最美好的年纪，春心萌动。我应该是星儿第一个喜欢的男人，我也是第一次喜欢女子。我们原来都是第一次。王爷，您脸好红，没事吧？没事。景林握拳轻咳一声，蹩脚地转移话题。继续说宋氏，7日之后，宋氏的毒药和解药，星儿你都收下。我知道。宋氏家业数百年，势力盘根错节，又得文人儒士追崇吹捧，非一时能灭。这3年，我忙于辅佐陛下坐稳皇位，稳定朝纲，如今才能真正的腾出手，清算宋氏一脉。国师带来宋氏勾结苍兰国的情报，麒麟卫正在追查，一旦证据确凿，便可判宋氏通敌叛国之罪。此外，我亦在逐步瓦解宋氏的人脉，收集罪证。星儿放心，虽一时难灭，但最终宋氏绝无一人逃脱。丞相府亦是。我不急，丞相府和宋氏跑不了，慢慢跟他们玩。以前落雪星还着急去找身世，现在亲哥哥就在身边，爹爹娘亲也在这个世界，落雪心不急了，他时间有的是。又瞧着景林，落雪心收敛笑意，认真叮嘱：王爷，你要好好爱护身体，少动怒犯杀戒，好好修身养性，眼睛才能好得更快。好，有星儿在我身边，我会修身养性的。我怎么觉得景林的话有歧义，而且怎么就喊我星儿了？世人都认定本王痴心于你，又怎能口口声声王妃，岂不自相矛盾？景林开口解释，落雪心才察觉他不知不觉把困惑说出了口。星儿也可以唤我夫君，或是名字，更亲近，令人信服。啊！落雪心涨红了脸，夫君，太羞耻了吧？还是喊名字更容易喊出口一点。有人重重咳嗽，落雪心和景林扭头，牧哥回来了。有些人算了想的，本公子在门外的听见了，白日做梦，不要脸。牧哥公子火气这么大，和宋家主没有谈妥吗？哼，心儿乖，夜深了早点睡，不要跟坏男人说话。哥哥，王爷不是。心儿，男人的话要是能信，母猪都能上树。牧哥公子不也是男人？牧哥，他抬手扶了扶黄金蝴蝶面具，深呼吸忍耐，语气冷飕飕。我是心儿的哥哥，自是不一样。同样，我也是个商人，利益为上。最后一句分明是有警告之意。把落雪心送回屋里，亲眼看着门关了之后，牧哥才回头瞥了景林一眼，语气冷冷，再次警告：摄政王，我的妹妹比我的命更重要，你最好别打她的主意。宋氏家宴狼狈收场，但夜深后铜雀台并未沉寂，依然热闹，人来人往。三哥，六妹，姑母提议给摄政王送美妾的主意，是你出的吧？三哥，我……嘘，我只听答案。是我。宋玉清抬手一巴掌，抽得宋白霜偏过头，脸上浮肿，嘴角沁出一缕血痕。是父亲的意思。白霜知错，白霜再也不敢了。宋玉清弯腰伸出手，抬起宋白霜的下巴，眼神尊贵怜悯，睥睨着他。好好当你的六小姐，少动歪心思，现在还不是接近摄政王的时候。哼，你不是他，以你的手段进了摄政王府，活不过当夜。宋氏可不想白养一枚棋子。白霜明白了。宋玉清又看了他一眼，扔下一句早点休息，迈步离开明月阁。我不是，指的是谁？是那王妃吗？回忆家宴上摄政王口口声声说的话，宋白霜笑出声，喃喃低语。翌日，景林要带走落雪心，牧哥也要走。宋王林没有挽留，亲自送他们离开铜雀台。父亲，牧哥公子真的愿意帮宋氏吗？他是个商人，
伤人重利。苏王林摸摸胡须，意味深长道：“你去一趟苍兰谷。”遵命。白霜，你与你姑母一起挑选几名族中妙龄女子，入宫后要看好玉娇，好好教导她母以天下之道。白霜明白。2支车队到了驿站，驿站内外早就换成了麒麟卫的人，安全可靠，放心休息。本公子要带星儿去个地方，我们兄妹玩够了，自会送星儿回摄政王府。摄政王不会不通情达理拒绝本公子吧？星儿想去吗？我想去。好，还请牧歌公子好好照顾星儿，不要让星儿遇到危险。本王等他回家。牧歌脸都黑了，景林几个意思啊？想抢他妹妹门儿都没有。哼，星儿，跟哥走。王爷，晚上见。见什么见？晚上住哥哥那里。可是我晚上要给王爷针灸。少一晚不会死。脚步声越走越远，声音也淡下去，最后变成远去的马车声，直至听不见了。景林还是没有转身，一直朝着门外方向。凌雨安凑过来：“王爷，王妃已经走远了。”“本王知道。”“那王爷你还在望什么？王爷，你是不是舍不得王妃啊？”景林点点头。凌雨安惊呆，眼睛瞪圆了，张嘴：“王爷，你不会喜欢上王妃了吧？”“不行吗？”景林反问回来，语气透着几分危险。“行。”凌雨安缩了缩脖子，连连点头。“我们王爷可算是有喜欢的姑娘了，夫人知道了，定是开心极了。”“王爷，牧歌公子成天想着带走王妃，你要不要想个办法，让王妃舍不得离开你？”“你有什么主意？”凌雨安双手叉腰：“要抓住一个女人，先得得到她的身体，再得到她的心呢。”啪的一巴掌。“王爷，头疼晕。”“少看点三教九流的小说，你将来一亲，敢对姑娘家动这些心思，本王打断你的腿。”景林语气凌厉冰冷，严肃警告。凌雨安委屈巴巴：“我就说，我也是帮王爷出主意嘛。”“用不着，本王和星儿乃是两情相悦。”景林说完，迈步走出驿站，命令麒麟卫动身回城。两情相悦，完全看不出来啊。凌雨安一路都弄不明白，又不敢再去问景林，只得回摄政王府后，颠颠的跑去小西楼，跟方福陵说了一通。方福陵也愣住了，只瞧出王爷喜欢王妃，倒没有看出王妃心悦王爷，是吧？方哥你也这么说？凌雨安连连点头，两人对视一眼，表情变得不可思议起来。他们王爷是单相思。东院书房，景林捂着鼻子，神色困惑。谁在说话？景林又摸了摸耳朵，有点热。他想到一句俗话，打喷嚏耳朵热便是有人想念，顿时难以克制低笑一声。肯定是星儿想我了。景林心情大好，处理公务更加利落速度，这样等骆雪星回来，他们就有更多相处的时间。时间匆匆，天边斜阳，景林终于处理好公务，起身时头一晕，身体晃了晃，双手撑在桌上，眼前闪过细碎的光。景林身体一僵，右手发抖，急忙仓促地扯下蒙眼布。王爷。书桌旁为景林念公务书信的麒麟卫惊慌上前，景林拒绝了搀扶，语气凌厉：“喊方福林过来。”“是。”“王爷。”景林转过身：“本王先前看到了光。”“什么？”两人又惊又喜。方福林立马大步走过来：“王爷请坐，方某为王爷检查一番。”“王爷，真的吗？除了光，王爷还看到什么了？”景林坐在椅子上，任由方福林围着他检查，灰蒙蒙的眼还是没有光彩，神色冷峻，抿唇说道：“只有一点细碎的光，转瞬即逝，但本王笃定，绝不是幻觉，那一点光绝对真实。”“还有没有别的感觉？”“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本王刚处理完公务，起身时有点晕，便看见了光。”方福林和凌雨安齐刷刷看着桌上堆积成山的公务，陷入了沉默。“真不是累的吗？”哼。方福林一整心思开口说道：“王爷近来都是由王妃施针配药，想来是有了效果，但具体到什么程度，还得由王妃来诊断。”“王爷，末将这就去接王妃回来。”“站住！”“王爷，你的眼睛是大事啊！”景林摸了摸自己的眼睛，语气淡淡：“已经瞎了几年，也不差这一时片刻。星儿和他的哥哥，却隔了18年才相见。”凌雨安不赞同，急得看向方福林。方福林给了他一个眼色，挥挥手让他出去守门。
等屋里只剩他和景林，方福林这才张嘴问道：“王爷的眼睛有好转的征兆，相信王妃知道也会很高兴。”他自然高兴，但万一他要走，本王不知道怎么留下他。王爷是怕王妃走？他点点头，神色有些苦恼。心儿虽然心悦本王，但在他的心底，恐怕本王还没有穆哥的地位重。方福林表情匪夷所思，忍不住问：“王爷，你怎知王妃心悦你？”本王亲耳所听。看景林信誓旦旦，绝无虚假。方福林摸摸下巴：“只能等王妃回来试探一下她。若真是两情相悦，什么都好说；万一是王爷单相思，那就惨喽。”湖边庄园，锦绣别致，回廊水榭，处处是好景色。啊呲！洛雪心突然一个喷嚏，立马穆哥林无道凑上来：“杏儿着凉了，是不是冷了？小叔叔叫人去披风来。”“没事，就是有点痒痒。”“谁在念叨我？”“走吧，不是说有惊喜给我吗？”穆哥宠溺看着他：“好，马上就到了。”沿着通道走了一盏茶功夫，视野豁然开朗。洛雪心目光一扫，顿时惊呆，张大了嘴巴。哇哦！一排排高大的柜架摆放各种珍奇物件，珠宝、翡翠、宝石、如意，件件是极品。黄金白银毫无地位，就地摆放堆积成小山。豪横，富得惊人。这是哥哥的产业，已设在大号国的一座小仓库，已做了更名，从现在起就是杏儿的零花钱了。全给我了？洛雪心震惊看着穆哥，穆哥笑容更温柔，点点头。全是杏儿的，杏儿随便花，不够就说，哥哥赚钱就是给杏儿花的。惊喜来得太突然，太猛烈，这就是有哥哥的幸福吗？我需要缓一缓。别忘了天山秘药。林无道提醒穆哥。穆哥牵着洛雪心的手走到里面的一排架子面前。杏儿，这就是哥哥目前收集到的天山秘药，毒药解药都在。好，谢谢哥哥。洛雪心瞬间收心，全神贯注，一瓶瓶仔细检查。好厉害的毒，好高明的药。哥哥，国师，天山一族还有别人炼药交易吗？这些都是出自族中常与外人交易的药师之手。还有个人，他的药我没有收集到。穆哥想起这个人，神色难掩厌恶。哥哥，是谁？花舞。穆哥不愿多提一个字，绕开话题。哥哥会继续查的，有消息立马告诉杏儿。好了，密室里闷，我们出去吧，也该用晚膳了。饭后消食的时候，林无道带来一名头发雪白的瞎眼老妪。雪心，这是花婆婆，她来帮你检查身体。我很健康，不需要检查，而且我自己就是大夫。杏儿乖，检查一下，哥哥才能放心呢。洛雪心皱了下眉头，再看向花婆婆。别怕，你只需要把手递给婆婆，婆婆摸一下便知答案。好怪，真的只是检查身体吗？洛雪心信任穆哥，伸出手递给花婆婆。真的只是摸一下，身体健康，你们无需担心。穆哥和林无道刚松口气，花婆婆下一句扔下个重磅炸弹。已经用过2次能力。陆雪心一惊，是在辛苦花婆婆跑一趟，无道送您回去休息。花婆婆，今日的事还请您保密。放心了，婆婆活不过2年了，除了你们谁也不见，谁也不说。哥哥，花婆婆是什么意思？杏儿，传说天山一族血脉中流传着神的力量，代代只有女子能觉醒，也因此族中女子为尊，男儿代代守护。连无道守护娘亲，哥哥守护你。洛雪心有点懵，但也不是无法理解。他都能穿越2个世界了，这算啥？他说我用了2次能力是什么意思？杏儿，天山女子人人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如能与鸟兽对话、夜行千里、百毒不侵等等。越是强大的能力，代价越高昂。杏儿，你在襁褓中就被劫走，我们尚未知晓你的能力是什么，只有你清楚。你告诉哥哥，你付出了什么代价？木哥问的不是能力，而是代价。如果不是玉佩让我穿越，是我自己。洛雪心很聪明，他已经明白自己的能力是什么，又付出了什么代价。死亡、新生，他已经用过2次了。原来襁褓上的血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那个时候我就死过1次了。杏儿，
哥哥不管你的能力是什么，你不愿意说代价也没关系，但你必须向哥哥发誓，绝不会再用你的能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能力是有限的，有的族人耗尽能力勉强保留性命，有的族人活得很痛苦，甚至死得凄惨。星儿，哥哥无法再承受失去你的痛苦，娘亲爹爹义士。洛雪心深呼吸，点点头。我答应哥哥，不会告诉别人，也不会再使用。翌日，牧哥和林无道一起送洛雪心回摄政王府。星儿，月宴楼是哥哥的地盘，你今后有任何需要的事，都可以吩咐院楼掌柜，他见你不见我。好。雪心，陛下时常念叨你，你若有空，可以入宫见见陛下，顺道来摘星楼坐坐。这也太委婉了，是怕我拒绝吗？好，两个男人都无微不至关心爱护着他，洛雪心也想他们高兴。哥哥，小舅舅，前18年我过得很好，师父疼我，师兄师姐宠我，师弟师妹崇拜我。从前我过得幸福开心，现在有哥哥和小舅舅，我更幸福更开心。哥哥，小舅舅，再见。黄玲跟着洛雪心进了摄政王府，两个人久久舍不得收回视线。林无道激动到难以自持。牧哥，雪心喊我小舅舅了，我没听错吧？没听错。哼，走。牧哥冷哼一声，下令让马车离开。林无道笑开了花。洛雪心回来的消息第一时间送到景林面前。景林早就处理完了公务，得知洛雪心回来，迫不及待动身想去西院见见他。王爷等等，王爷给您。景林接过，用手一摸，狐疑偏头问道：一本书，何意？这是当初查封司马家缴获的秘籍《帝王心术》。胡闹！方福陵，你想造反吗？你有几个脑袋看？今儿景林看帝王心术，消息传出去，明儿全大号都会传他造反密谋。王爷误会了，方某忠君报国，绝无造反的意思。此帝王心术并不是王爷您想的那样，这是秘籍。司马家总共出了5位皇后，比宋氏还多出2位。此书便是记录了司马家培养皇后的秘诀，如何获得帝王专情，稳坐后宫屹立不倒。原来如此。此书你给本王做什么？自古帝王滥情，后宫争宠不断，能拿下帝王的手段王爷学会了，还怕拿不下王妃吗？王妃总不能比帝王还难搞吧？本王一个瞎子，你给本王怎么看？有戏。方某念给王爷听。念。方福陵翻开第1页，清了清嗓子念道：帝王心术第1招，男人喜欢甜言蜜语，要会夸。王爷，女子也是如此，爱美爱漂亮，您要多夸夸王妃，让王妃知道您心底时刻有她。景林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第2招，男人贪恋痴迷美色，女子年轻貌美，穿衣打扮新鲜亮丽，最为诱惑，方能长情。本王不贪美色。王爷，您不要套入自己，您想想王妃，您眼下是看不见，但王妃能瞧见。请恕方某大胆，王爷的姿容在男子之中也是极品绝顶，万无之一。比之牧歌如何？方福陵一惊，跟谁比不好，为什么要跟大舅哥比？又不是情敌。哼，贤儿对牧歌的容貌声音赞叹不已，夸了又夸。这个各有千秋。方福陵头疼的想了想，张嘴：王爷您尊贵无双，威武神俊，仙人之姿。牧歌公子招蜂引蝶，不是良配，但到底是王妃的哥哥。景林点点头，嘴角噙着淡笑，对他的评价很满意。你觉得王妃喜欢本王的相貌吗？肯定喜欢。继续念。方福陵表情木然地继续念下去，一边念一边给景林出谋划策。等王爷追到王妃，高低得给我一个大红包，夫人也得好好谢谢我，否则以王爷的德行，何年何月才能抱得美人归啊？这一探讨帝王心术便花了2-3个时辰，午膳都错过了。景林行动力极强，现学现用，立马换了身衣服，心底琢磨着甜言蜜语，大步匆匆往西院走去。西院，王妃，这位是黄玲，是哥哥的丫鬟，以后就跟着本王妃了。时隔1日，洛雪心再次检查素月身体，还是没有发现端倪。当下素月看着健康无事，也只有等6日后宋氏找她送上毒药和解药。午后，洛雪心在小药房整理药材。小姐，摄政王来了。黄玲不必敬畏担心，王爷是很好的人。黄玲连忙摇头，她不是怕摄政王，但是黄玲一时又找不出语言来形容，只得支支吾吾道：小姐，您见了便知。洛雪心一头雾水，迈步走出小药房。洛雪心瞬间明白黄玲为什么支支吾吾。
换他也看呆了。连景林走到他面前，两人只隔着半步远，洛雪心抬手就能摸到结实有力的胸肌，他还没回过神来。心儿怎么了？洛雪心下意识抬头，视线从胸肌、喉结、下巴再到景林脸上要奔放。洛雪心倒吸口气，王爷找我有事吗？知道你回来了，来看看你。心儿玩得开心吗？很开心。王爷这身衣着是刚出府回来？不曾出府，专程穿来给你看的。穿给我看？我看不见。心儿觉得如何？适合我吗？适合，王爷天神下凡。既然心儿喜欢，我以后便时常换换新鲜，免得心儿看厌了。啊！景林迈开一步，又拉近了距离。心儿天天看着我这张脸，怕你无趣，看腻味了。怎么可能？洛雪心睁大眼，很想说她看着景林的脸永远看不腻，下饭更香。但话到嘴边，直觉景林今天有些怪怪的，像是勾人的男妖精。我昨夜没回来，王爷眼睛疼不疼？不疼。心儿，我昨日恍惚看到了一瞬光，眼睛是有所好转了吗？洛雪心又惊又喜，立马抓住景林的手。王爷，跟我进来。两手相握，景林的注意力瞬间全部凝聚到手上的触感，软软的，暖暖的。他被按在椅子上，先前牵着他的手，此刻摘下蒙眼布，捧着他的脸细细观察，又温柔地抚过眼眶，按压穴位。景林不由吞了吞口水。王爷，说说你昨日的感觉，我现在按按你的穴位，再说说此刻的感觉。好。景林一五一十回答。洛雪心收回手，若有所思琢磨了一下，让黄陵去取纸笔。王爷的眼睛的确有所好转，可以换个药方子喝。景林偏头朝着洛雪心问道：心儿，我何时能够看见？这个不好说，换个药方子，开始药浴施针，看看效果。景林点点头说好，然后轻笑一声，语气温柔向往地说道：心儿，大家都夸你绝色娇艳，倾国倾城，我很想看看你。洛雪心刚刚下去的温度噌的一下又上来了。大家夸过了，也没那么美。不，在我的心底，心儿就是最美的，天下无双，无人能及。景林语气赤诚，神色认真，再简单的话语也因他的态度变得不寻常。最真诚，最感人，最真心，最动人。王爷等着，我一定治好你，让你早日看见。好。心儿还是不愿意喊我的名字吗？不是不愿意，是没习惯。再看向景林，洛雪心抿了抿唇开口：景林，我们今晚药浴施针，你没有问题吧？没有。要脱衣服的哦。景林忽然呼吸乱了，脸红，耳朵红，一路红到脖子上，他艰难开口：脱多少？4月的天气越发暖和，入夜不凉，浸泡药浴最为舒适。景林在里屋山水浮雕屏风后脱衣，方福陵频频张望，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忍住，扭头看向正在准备工具的洛雪心。王妃，这里好像不需要方某吧？需要的。洛雪心看了眼屏风，见景林还没准备好，放心的凑过去悄悄说：景林害羞，有你在会好一点。王爷害羞？你今夜看我施针，以后药浴施针就交给你来，方大夫没问题吧？方福林刚要回答，背后一道寒气扫来，他顿时吸口凉气，立刻拱手行礼。王妃，王爷眼疾3年毫无进展，全靠有您才得以好转。这么大的事，还是王妃全权负责为好。方某可以帮王妃打下手，药浴施针还是王妃您来。针灸不难。本王好了。陆雪心回头看了眼，喊上方福林，拿上工具，走进屏风后面，脱去上衣，赤裸上半身坐在木桶里，空无有力的体魄，宽肩窄腰，上半身每一寸肌肉都充满着内敛强劲的力量。陆雪心一眼看愣住了。以大夫的眼光，景林的体魄真的很完美，和陆雪心想象中一模一样。但这并不是他看愣住的原因，而是在景林裸露的皮肤上，一眼看过去有10几道大大小小的陈年伤疤。王爷自年少时征战沙场，北疆人凶蛮暴力，受伤是家常便饭，难免的。景林听见了，微微一愣，抬起脸。他没有戴蒙眼布，俊美绝色的脸上一双泛灰暗淡的眼睛。他皱眉抿唇：心儿笑到了？没有吓到，我是敬佩崇拜。
王爷铁骨铮铮，是个大英雄。怎么又换我王爷了？语气无奈的揶揄一声。星儿要在哪里施针？先从眼周穴位开始，胸前身后都要。景林，你放轻松，不要绷着肌肉，放心交给我。骆雪欣一边说，一边伸手拍拍景林的肩膀。景林下意识绷紧，然后再慢慢的放松下来，嘴唇紧抿，耳垂泛红。方福林无声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捂脸，心底连连叹气。唉，在心上人面前羞涩成这样，说出去都没人敢信这是威名赫赫、权倾天下的摄政王。再看骆雪欣，面对景林赤裸的上身，坦坦荡荡的欣赏，从容淡定的取针刺穴，脸上一点羞涩都没有。这两人，看来我得出把力添把火。王妃，需要方某做什么？方大夫把脉吧，瞧瞧我施针的时候景林的脉象有什么变化，还有药汤冷了要及时的加水。好。景林好似这才察觉还有个方福林在这儿，当即冷了脸，伸手递出去，一副嫌方福林多余的样子。方福林嘴角抽抽，假装没看见，不知道。药浴施针足足用了2个时辰，景林药浴完需要再用干净的水沐浴洗净。骆雪欣和方福林在外面等候。王妃的医术，方某佩服之至。若是师傅在此，定会和王妃结交好友，探讨医术3天3夜都不停歇。方大夫的医术也很厉害。王妃如此优秀出众，想必有许多男儿追求仰慕。不知王妃可有喜欢的？屋内，景林刚沐浴完，穿好衣服，正要走出屏风时，听到方福林的话，当即皱眉停下脚步。骆雪欣没注意后面，惊讶揶揄地瞧着方福林，没想到方大夫如此八卦。纯属好奇。自然是有，不过师兄师姐说我还小，外面的野男人都被他们挡下了，根本没机会来烦我。原来如此，那王妃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不知道，我没有喜欢过人。骆雪欣毫不犹豫、利落干脆的回答，犹如晴天霹雳砸在景林头上。景林懵了。星儿不是说喜欢我，我明明亲耳听到的。方福林眼角余光瞥了眼景林。哼，那王妃想象过吗？是喜欢温柔贴心的，还是俊美英武的，又或者是冷酷强大的？我喜欢的温柔贴心。脑海里闪过景林。俊美英武，谁能有景林和哥哥好看？冷酷强大，我肯定不要冷冰冰的冰山，多无趣。像景林就很好，不冷又强大霸道，充满了安全感。等一会儿。骆雪欣当场呆住，眼睛睁大。我为什么想的每一个都是景林？王妃，你想到了谁？我谁也没有想。骆雪欣下意识反驳。王爷，您都听见了吧？方福林，你话太多了，要不要本王送你去月宴楼说书啊？方福林先是一愣，很快明白景林为什么生气。方福林，景林脸黑的能跟郭迪有一比。方福林立马闭嘴忍笑，轻咳了2声，然后才开口。王爷，方某觉得王妃心底并非没有您。方某问王妃喜欢什么样的男人，王妃心神不定，而后见了王爷，红着脸落荒而逃，心底定是有王爷，才会慌乱羞涩。星儿真的脸红了？对，方某可不敢欺骗王爷。行了，你滚吧。景林无情赶走方福林，又命令麒麟卫去把素月叫过来。素月，那日王妃和国师闲聊都说了什么？你一一禀来。素月记性极好，一句不落，一字不差，全部说来。景林默了。由始至终都是我误会，是我想太多，还对骆雪欣说了那些话，结果啪啪打脸。人在孤独间掌心的曲线，诉说着流年。直到日出，阳光透过窗落在他身上，景林心底已有了决定。不管什么襄王有心神女无意，也不管方福林说的话有没有糊弄他骗他，景林都确定了一件事：我爱慕星儿，不想让他离开我的身边。我会让星儿知道我的真心，会追求，不惜一切代价，使尽浑身解数，也要让他爱上我。如果不爱，没有如果，这天下没有我做不到的。哪个野男人敢靠近星儿，先斩了他！王爷，今早的药煮好了，您醒了吗？
林雨安端着药碗在门外问道。景林走过去推开门，接过药碗试了下温度，仰头一口饮尽，拇指拭去嘴角的药汁，开口问道：王妃起了吗？本王去西院和王妃一起用早膳。那个王爷，王妃已经进宫了。进宫？王妃说想念陛下了，进宫见见陛下，进宫见见陛下。景林皱起眉头，直觉不对劲儿，就算进宫也不至于天刚亮就走。备马，本王要进宫面圣。啊，王爷，你要骑马去吗？不坐马车吗？把乌月牵出来。踏月乌骓，一匹马。皇宫内，洛雪欣坐在偏殿，和李明晨一块吃早膳。姐姐，我没有做梦吧？我一觉醒来，姐姐居然进宫陪我吃早膳，好幸福！姐姐以后常常来陪你。姐姐，天天从王府过来多累啊，要不姐姐住在宫里，这样也方便。好啊，那我就在宫里住几天。李明晨惊呆，还有这种好事？昨晚回去，洛雪欣也没睡好，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大饼，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择偶标准会是景林。我不会喜欢上他了吧？不可能！我前天才跟哥哥信誓旦旦承诺不会喜欢景林，绝无这种可能。今天姐姐来了，明晨只陪姐姐玩。御花园的花开得好看，待会儿我们去看花喂鱼晒太阳，好不好？好啊！两人一拍即合，用了早膳慢慢散步去御花园。宋玉娇、宋白霜，还有在铜雀台见过的几位宋氏小姐，怎么都在宫里？又来了，老巫婆回来，疯了似的往朕面前塞女人，恶心！他们之前都来找过你了？朕明白，就跟市井小说里写的一样，想要生米煮成熟饭，逼朕收进后宫。姐姐会医术，要不姐姐给我扎几下，下点药，让我变成太监，他们就没辙了。嘘，瞎说。洛雪欣嘴角抽搐，一把捂住李明晨的嘴。好啊，摄政王妃好大的胆子，竟然捂陛下的嘴巴，这是造反！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摄政王妃抓起来，打入死牢！住口！的确有人加害朕，不过不是姐姐，而是你。来人，把她给朕扔进火里！你们敢？我姑母可是太后，谁敢动本小姐一根头发丝，我姑母砍了你们的脑袋，诛你们九族！众羽林卫顿时僵住，表情迟疑犹豫起来。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不是宋氏的。尔等不听陛下号令，反而怕一个宋氏小姐，是想造反另拥新君吗？众羽林卫更加惶恐，哗啦啦跪了一地。本人只不敢。那你们还等什么？抓住宋玉娇！羽林卫起身再次包围宋玉娇，顿时害怕慌张全转成了恨意和怒火。宋玉娇面目狰狞地扑过去。仙人，都是你害本小姐！姐姐小心！洛雪欣侧身退开两步，宋玉娇扑了个空，扭头又朝他追过来。洛雪欣脚步一错，优雅侧身，宋玉娇擦着他面前扑空，表情惊恐慌乱地摔进了湖里。救命！救命啊！这湖边水位也就到小腿，猪都淹不死。湖里扑腾的宋玉娇突然僵住，听到洛雪欣的话，她挣扎着站起来，成落汤鸡了，好丑！贱人，你害本小姐出丑，本小姐杀了你！明晨躲开！洛雪欣一把推开李明晨，避免误伤，紧接着弯腰低头，避过头顶挥砍过来的大刀。贱人，去死吧！宋玉娇不依不饶，双手抓着刀，发疯似的追着洛雪欣砍，场面一时混乱无比。直到一个花盆凌空飞来，撞在宋玉娇的后背。义兄，拜见摄政王！景林无视所有人，大步走到洛雪欣面前，伸出手，因为看不到目标，只得半路握拳收回去，心底不甘，怒火更盛。欣儿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你怎么进宫了？稍后再说。景林转过身，半揽着洛雪欣，维护的姿态。羽林卫都是干什么吃的？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闺秀小姐夺了刀。摄政王恕罪，属下是怕伤着太后侄女。怕伤着太后的侄女，不怕伤着摄政王妃。宋氏什么时候骑到本王的头上了？都是一群没用的废物。李明晨也很生气，双手叉腰命令，把这个被夺了刀的废物拖下去，乱棍打死。其他羽林卫统统杖30，罚半年俸禄。羽林卫退下领罚，换麒麟卫替换护卫。肃杀压迫的氛围吓得李云昭、宋白霜一众脸色都是惨白的。宋玉娇行刺摄政王妃，押入麒麟卫，依规处置。摄政王息怒。宋白霜脸色大变，立刻跪下求情，砰砰磕头。摄政王，还请看在太后和宋氏的颜面上，饶了玉娇这一次，
他绝不敢再冒犯王妃。本王只信死人的保证。听出景林有了杀了宋玉娇的意思，宋白霜脸色再次变了变。王妃，恳请您饶了玉娇这一次，宋氏会记住您的这份恩情的。陆雪欣听出了宋白霜的言外之意，戏谑挑眉，拿宋氏压我。想想过几天要跟宋氏见面，陆雪欣眸光闪了闪。王爷消消气，宋玉娇罪不至死。他伤你，就该死。景林，我有个主意。除了洛雪欣和景林，谁也不知道洛雪欣说了什么，只知道洛雪欣说完后，景林周身肃杀冷厉的气势缓和下来，拉住洛雪欣的手不让她离开。死罪可免，活罪难的好。林雨安，把他拖下去弄醒，你亲自动手，鞭20。末将遵命。行刑时，全程要他清醒，晕了，弄醒再继续，不得蒙混过关。末将明白。宋白霜当即两腿发软，脸色惨白，红唇也没了血色。寻常20鞭子，不死也要脱层皮。放开本小姐！救命！姑母一定会杀了你们的！太吵了，星儿，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景林一直牵着洛雪欣的手，力道不紧不松，掌心滚烫的温度暖得洛雪欣手都是热乎乎的。好，义兄和姐姐去哪儿？带上阵。陛下闲着，不如去练武场习武，好好练练体魄。李明晨委屈撇嘴，眼睛水汪汪看着洛雪欣求助。明晨乖，我等会儿就回来。对了，你留云昭郡主在你身边待一会儿，免得太后找他麻烦。远离花园，来到一座竹林八角亭中，周围寂静无人，只洛雪欣和景林两人，手还牵着，温度越发滚烫灼心，心跳又快又乱。洛雪欣低垂着脑袋，避开去看景林的脸。下一秒，景林松开了手，语气放温柔问他：星儿做吗？好。他故作淡定平静，你怎么进宫了？星儿呢？星儿为什么进宫？我来见见陛下。对了，我和陛下说好了，要在宫里住上几日。景林，你的眼睛可以让方大夫负责，药浴施针喝的药方子，方大夫都知道怎么做。景林点点头，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星儿，你是在躲着我吗？啊？洛雪欣心虚的摸了摸鼻尖，仗着景林看不见，语气故作迷茫困惑。我为什么要躲着你？景林，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洛雪欣自以为伪装得很好，殊不知这段时间以来，景林比他想象中更加了解他。敏锐的感官也让景林精准无误地摸透了他的反应，能够在脑海中想象出他的一举一动。星儿，我心悦于你，我不想只是和你做朋友，我想堂堂正正的3媒6聘，昭告天下，迎娶你做我的王妃。啊！洛雪欣惊呆，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还在纠结动摇，反复催眠自己。我不可能喜欢景林，我只是把景林当朋友，当老板。结果他还没理出结论，景林却先向他告白了，还要娶她。心乱如麻，洛雪欣懵懵的张嘴。景林，你在开玩笑吧？这真不是玩笑。景林起身走到洛雪欣面前半跪着，两个人距离再次拉近。景林从怀中取出一只金簪。星儿，这是我祖父与祖母定亲时祖父亲手打造的百合金簪，象征夫妻100年好合，幸福美满。后来祖父给了我的娘亲，我娘亲又给了我，望我赠与心上人。星儿，你愿意收下它吗？不行，太贵重了，而且总得2情相悦才能收吧。景林神色瞬间暗淡，语气沮丧失落，苦涩笑道：星儿厌恶我？不是，我没有。洛雪欣又猛又急，抬手捂着通红的脸，闷闷说道：我不讨厌你，但是我拿你当朋友，我根本没有想过男女之情。好。景林站起身，百合金簪还握在手里。我不为难星儿，但星儿现在可以想想，我对你是男女之情，我贪着夫妻之盟，想着白头偕老。洛雪欣抬头愣愣看着景林。星儿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我家的家规是从一而终，夫妻好合，禁止3妻4妾。我喜欢星儿，金簪便只能给星儿，请星儿先帮我保管。万一我弄丢了呢？那便丢了吧，心还在星儿身上，永远不会丢。星儿在宫里好好玩，我等你回家。回家2字让洛雪欣的心狠狠颤了颤。再看景林转身出了八角亭，招手吩咐素月过来伺候，然后一个人慢慢走了。
洛雪心呆呆看了一会儿，看不见背影后才收回视线。抿唇看着桌上的百合金簪，感觉要糟，哥哥会不会气哭啊？白霜没有保护好玉娇，请姑母责罚。一群废物，全部滚！姑母，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挽回。而今之计是我们要想想怎么平息父亲大人的怒火。我们可以拉拢摄政王妃，利用她接近陛下，再找机会让陛下临幸宋氏的姑娘。那个贱人，仗着摄政王宠幸，连 A 家都不放在眼底，又怎肯帮宋氏？姑母，白霜有一计。宋白霜大胆起身，凑到宋芳仪耳边轻声低语一番。午后，桃花亭，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姐姐，你在做什么？嘴里嘀嘀咕咕，喜欢不喜欢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姐姐，跟明晨说说，我可是皇帝，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万一解决不了，还有义兄，义兄天底下最厉害。陆雪心觉得憋着也不是一回事儿，斟酌一番，开口：明晨，姐姐有一个朋友，她有一个很好的异性朋友。有天，这个异性朋友对她告白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一直拿这个异性朋友当朋友看，并无儿女私情。简单？怎么简单了？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那就拒绝。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姐姐，你那个朋友会时常想念他那位异性朋友吗？会。会关心在意，担心他的安危吗？会。你那个朋友面对异性朋友的时候，会不会经常心跳加快，面红耳赤？会。那就是喜欢，这就是喜欢。对啊，不然你问问你那个朋友，他会想念其他男人，关心其他男人，还对其他男人脸红心跳吗？姐姐，人生短短几十年，即便长寿也不过100年，遇到喜欢的人要趁早下手，不然错过了，茫茫人海，去哪儿遇到第二个合心意的人？黎明晨说起大道理，头头是道。喜欢就试试，成亲了还能和离呢，不要犹豫，不用怕。万一姐姐以后嫌弃义兄，我掌权后帮姐姐和离，咱们踹了义兄，我给姐姐挑10几个美男面首，轮番伺候。陆雪心，桃花亭外，素月姐姐，你表情怎么有点狰狞？有蚊子咬我，要不要告诉王爷啊？在宫里留宿的第1夜，陆雪心还是没睡好，继续在床上翻来覆去烙大饼。要不我试试？去见景林，如果心跳乱了，会脸红，那就是喜欢。陆雪心说做就做，起身把素月和黄玲喊起来。素月，王爷今日上朝吗？今日要上朝的。王妃要见王爷吗？但不料宫女进来禀告，王妃，宋氏6小姐求见。会见。小姐，要不皇陵去把她轰走？只怕轰不走，还会让太后抓个把柄。算了，让她进来。本王妃倒要瞧瞧她唱什么戏。宋氏白霜拜见摄政王妃。昨日玉娇冒犯王妃，姑母深感自责，特命白霜协理登门，恳请王妃原谅。宋玉娇已经受了刑罚，她自作自受，本王妃用不着原谅。本王妃今日还有事，陪礼都拿回去，慢走不送。王妃且慢，白霜今日来，除了赔礼道歉，亦是想跟王妃说说4日后的事。4日后是宋氏送来毒药和解药的日子。宋氏想请王妃牵线搭桥，为陛下安排一朵解语花。解语花？你指的是谁？你吗？自然不是，白霜已有心悦之人，不敢设想宫中尊贵的身份。这朵解语花，王妃亦是见过的。宋双双不知王妃可否有印象？不管是谁，本王妃都不会帮你们，趁早滚。王妃若拒绝，便拿不到解药。你在威胁我？白霜一直很羡慕王妃和摄政王的感情，但王妃恐怕有所不知，摄政王的母亲乃是1品侯夫人。侯夫人出自江南书香门第云家，云家清贵，名声仅次于宋氏。侯夫人重门第，讲究门当户对，怎能让独子娶一个卑贱不知来历、顶替丞相府的大小姐，嫁入摄政王府的冒牌货？放肆！黄陵大步上前，快如疾风，扬手给了宋白霜一巴掌。王妃，摄政王是孝顺之人，你说摄政王是会选你，还是亲生母亲？你若帮宋氏，宋氏自会解决王妃的身份，不必再担心。以后侯夫人将王妃赶出门，你想怎么做？王妃识趣肯帮忙，那自是简单极了。宋白霜欠身行礼，优雅清高的挺直脊背，转身出去。没走多远，正好碰上素月带着景林过来。白霜拜见摄政王。景林淡淡点头，面色冷傲淡漠。宋白霜眼角余光瞥了眼身后，神色一改，捂着脸做出娇羞的模样，痴痴看着景林。
王妃心情不好，白霜不敢打扰，先行告退。景林顿时皱了眉头，洛雪心脸色更冷。宋白霜此举简直跟拿着喇叭大喊他心悦之人就是景林一样没区别，太嚣张了，也太恶心。景林这时候走进赏花亭，皱眉问他：心儿不高兴？洛雪心磨牙：对，气得想杀人。谁惹心儿生气？宋白霜，心儿要杀人，交给我，别脏了自己的手。他不是开玩笑的，他说到做到。坐下说。生气要说出来，别憋在心底。心儿说吧，我听着。上次太后给你下药，审出结果了吗？那些宫女都是太后安排的，意图毁我名誉，治我一个淫乱后宫的罪。虽有人证物证，但不能拿这个发问太后。为什么？太后把药给你了，若治太后罪，你也躲不过去。最重要的是景林不想牵扯洛雪心，其次已经当场报复在宋玉清身上，伤了他的根，名誉有损，又让宋氏肉痛心痛，还不够。方才宋白霜找我，让我设计明成和宋双双苟合，逼明晨纳妃，这个罪足够治太后了吧？人证物证俱全，足以废除太后，发配皇陵。星儿，宋白霜威胁你了，他说什么了？不配合就不给解药，这点不担心。宋氏敢不给解药，宋玉娇这辈子伤都别想好一分。宋玉娇一次次找茬，还提到要杀他，他怎么可能饶了他？但20鞭子下去，有他特制的药粉，宋玉娇这辈子都只能趴在床上。刚刚答应宋白霜，一是想将计就计，二是趁他在李明晨身边解决太后和宋白霜。星儿，我和陛下都会配合你，但你要保护好自己，你的安危最重要。这次我肯定完美脱身，不会再让宋氏抓住我的把柄，这样你和明晨也能放心解决掉太后和宋白霜。脑海中闪掠过宋白霜说的话，洛雪心抿了抿嘴唇。景林，你娘亲是什么样的人？我娘温柔坚韧，自信强大，且出自书香门第，但在边疆也能掌麒麟大军，威慑外敌。我娘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这是景林第2次提到他娘亲想要一个女儿。星儿怎么想起问我娘了？是有些人说了什么吗？有人说你娘讲究门当户对。放屁！娘亲要是讲究，根本就没有我爹的机会。星儿不要信，是谁在你的面前胡说八道？宋白霜。他找死！星儿别信，这是在挑拨离间，无须有的事。洛雪心嘴角弯弯上翘，心情越发好起来。我肯定不信，但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说你娘讲究根本没你爹的机会？我爷爷是镇国大将军，我爹自小在边疆长大，威武不凡，但大字不识一个，还是被我娘监督着学了一些字。我娘要是在意门第，她是江南有名的大才女，怎能看得上我爹呢？又怎会随军从江南的好地方一去边疆就是20年？景林的爹娘很恩爱，景林自小耳濡目染，不动心不乱来，一旦动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景林右手还握着洛雪心的手，洛雪心没有挣扎，没有抽出去，就是最大的鼓舞。星儿让素月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的确有事。本来是想见一见景林，看看自己会不会心跳加快，害羞脸红。会，那就是喜欢。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宋白霜，心情全毁了，只剩一肚子火。我昨夜不在，方大夫给你施针，感觉怎么样？方府里毛毛躁躁，不如星儿温柔细心。不会吧？他不如星儿好。除此之外，星儿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没了。真的没了？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一鼓作气搞废太后，还有宋白霜。景林沉默点点头。明日至关重要，景林要去找李明晨，还要安插麒麟卫提前做好准备，不得不离开。翌日午后，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春水居外。跟我来，宋双双和陛下的好事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我们去另一处等着。宋白霜带他往春水居尽头走去，两人距离不远不近，风吹过宋白霜裙摆，带来浓郁的花香。垂眸扫过宋白霜腰间挂着的香囊，花香太浓，浓得刺鼻，不像是寻常女儿佩戴之物，更像是在遮掩别的气味。洛雪心眸光闪了闪，借着偏头捂鼻时，悄悄取了一颗丹药吃下。宋方仪左边林国公夫人，右边李云昭和宋氏小姐们，还有不慌不忙走在后面3步远的国师林无道。进了春水居，发现空无一人，一间屋子门窗紧闭，挂着红灯笼。宋方仪便知阴谋得逞，
快把门给哀家撞开！几名太监上前，砰的撞开门。双双，哀家的好侄女，你被殿下玷污了，这可怎么是好？你还怎么嫁人呢？一进去才发现气氛诡异，安静，没人说话。宋方怡脸色如同调色盘，精彩变幻。林无道在看床上，宋双双衣着整齐，发髻不乱，安安静静睡得香甜。这戏怎么唱？陛下呢？哀家亲眼所见，陛下将双双骗到春水居，陛下一定躲在这屋里。必须把陛下找出来负责。不用找了，朕在这里。陛下，你若看上双双，直说便是，怎能行苟且之事？双双以后还怎么嫁人？呸！朕怎么就行苟且之事了？宋双双一根头发丝都没少，太后污蔑朕清誉，是何居心？宋方怡僵住，心底怒骂宋白霜。来人，太后大逆不道，谋害朕，把太后抓起来！李明臣，你敢？哀家是你母后，你敢抓哀家？李明臣挺胸抬头，桃花眼冷冽阴沉，帝王之势丝毫不减，开口声音清亮威严。太后口口声声说朕拐骗玷污宋双双，此为污蔑诋毁，又逼朕负责，以此胁迫。羽林卫在屋中搜到春情伞一份，宋双双为人证，人证物证俱全。太后谋害朕，居心不轨，德不配位。朕是大号皇帝，朕可以废了你。宋方怡震惊瞪大眼，你不敢？废了哀家，宋氏绝不罢休。天下文人墨客口出笔伐，不孝之辈怎配当皇帝？太后谋害陛下在前，证据确凿，陛下废除太后，乃是大义灭亲，值得文人墨客嘉奖称赞才对。就是，不该自信过头，把国师喊过来的。现在后悔也没用。宋方怡焦急冲林国公夫人使了个眼色，林国公夫人只得咬咬牙站出来说道：“此事定是有误会。太后一心爱护陛下，怎么会谋害陛下呢？没错，哀家也是被人骗了。宋白霜呢？宋双双一直跟他在一起，他一定知道怎么回事，快去把宋白霜喊过来。”林雨安弯腰贴在李明臣耳边说了一句话：“来人，搜查春水居。”很快，羽林卫回来复命：“启禀陛下，已抓住宋白霜。”哼，走吧。太后不是要见宋白霜吗？春水居另一头，上锁的大门敞开，人人都看见宋白霜一脸春色，衣衫不整，露出白河肚兜，和3个太监纠缠苟且。不愧是宋氏女，在朕的宫里跟太监淫乱苟且，眼底还有朕吗？来人，把他们抓起来！李明臣怒斥完，紧接着嘲讽质问宋方怡：“太后，你还有什么话说？”这肯定是有人陷害宋氏，白霜一看就是中药了。斜对面阁楼上，2楼4面都是窗，视野开阔。骆雪欣和景林清楚看到两边的进展。跟太监，恶心的要命。我跟宋白霜没这么大仇吧？他自食恶果，罪有应得。景林抬手温柔地顺了顺骆雪欣的后背，安抚，然后轻身靠近，贴在骆雪欣耳边说道：“待宋白霜清醒，定会推到星儿身上。星儿需要一个强效有力的不在场证明。”的确需要。景林有什么提议？景林勾唇说了一句话，骆雪欣瞬间睁大眼，肉眼可见的脸红透了。这样会不会太劲爆了？楼底下，宋方怡还在狡辩，叫嚷着是陷害。楼上，骆雪欣看着景林扯开自己的衣领，松松散散，敞露喉结和结实的肩胛肌肉。星儿挑一个地方，不用留情，用力咬。骆雪欣吞了吞口水，也不用这样吧，就说我和你在一起，有你作证，没人敢反驳。不一样，这次要彻底扳倒太后，撇清你的嫌疑，必须有强效有力的证明。说完，景林姿态放轻松，语气越发温柔，哄道：“星儿不用担心我，这点痕迹不疼的。”这是怕不怕疼的问题吗？骆雪欣捂脸，脸上的温度都有点烫手了。星儿，我知道，我在挑地方。都进行到这一步了，绝不能功亏一篑。只是咬一口，又不是干别的。骆雪欣深呼吸，再深呼吸。你弯下腰，太高了。好。景林听话弯腰。我咬了。好。骆雪欣握紧拳头，闭上眼，凑上去，张嘴一口。太轻了，不够。星儿放心，不用点力，我没事。先别动，时间久一点，痕迹更深，更让人信服。一会儿后，嘴里有淡淡血腥味儿。
骆雪欣面红耳赤，然后景灵牵起她的手，温柔哄道：“欣儿，我帮你飞出去，我们从正门进。”哦，骆雪欣魂儿都飞了，根本不敢看景灵。景灵嘴角弧度弯弯上翘，牵着心上人入怀里，然后单手搂抱，推窗飞出去，踩着屋脊回到春水居正大门。春水居门外，看到自家主子从天而降，素月和黄玲脸色都变了。走吧，该我们登场。走。他们到达的时候，宋白霜已经解开药效，恢复清醒。看到自己衣衫不整，被五花大绑，再看地上横躺着的3个太监，还有周围一群人，表情鄙夷、震惊、唾弃地看着他。宋白霜眼前一黑，差点又晕过去。宋方仪冲上来，狠狠给了他一巴掌，抽醒宋白霜。白霜，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害你？快说呀！是摄政王妃。王妃今日邀民女来春水居游玩，民女不敢不从。可谁知到了这里，王妃一脚将民女踹进屋里锁起来，而后民女昏昏沉沉，意识不清，什么都不知道了。姑母，我的清白毁了，我不活了。哎呀，哀家可怜的侄女啊！摄政王妃好狠毒的心，陛下，你亲耳听见了，是摄政王妃狠毒蛇蝎害我侄女白霜，指不定双双也是被她陷害的，还有哀家也被她利用了。陛下，摄政王妃才是罪魁祸首，你该抓她，砍了她的脑袋！住口！不许诋毁姐姐！两人声音同时响起：“义兄，姐姐！”本王听闻有歹人谋害陛下，淫乱后宫，特带着王妃赶来。雷霆震怒，语气威严，冷厉呵斥：“王妃一直与本王在一起，试问如何陷害宋白霜、宋双双，又如何利用太后？”摄政王，民女没有说谎。宋白霜泪眼婆娑，怨恨指责：“王妃知道民女爱慕你，嫉妒生恨，这才报复民女，毁民女的清白。”胡说八道！宋白霜不提还好，一提，骆雪欣再次想起昨日被他恶心的事，这仇得报。哼，本王妃和摄政王两厢情愿，恩恩爱爱，本王妃还比你美貌，比你年轻，你蛇蝎无耻，恶心不要脸，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本王妃妒忌？摄政王妃毁我清白，我不活了。姑母，你不要拦着我，让我死！好一个贞洁烈女！哼，谁也别拦着，让她去死。宋白霜，只要你今儿敢撞，本王妃给你买棺材，修一座牌坊。你放心去吧。宋白霜僵住了。宋方仪一脸精彩纷呈，绷不住破口大骂：“摄政王妃，你好狠毒的心思，你这是要逼死白霜啊！哀家第一个不答应。”这马上就废了你，谁管你答应不答应？李明晨翻了个白眼。义兄都说了，他和姐姐一直在一起，你们休想污蔑陷害姐姐。证据呢？摄政王肯定维护这个毒妇，他们的话不能信。哼！景林伸手理了理衣领。怎么，太后也瞎了，看不见？众人顺着景林的动作，终于看到了他的脖子上红艳艳的牙印，很激烈，都浸出血了。景林语气又霸道又温柔：“本王一日不见王妃，甚是想念。今日下朝后，一直与王妃谈情说爱，我们夫妻之事还能有假？王妃与本王恩爱，王妃还能抽出身害人？这是在看不起本王，质疑本王的实力吗？”一直光天化日这么劲爆！景林，骆雪欣震惊瞪大眼，急忙去捂他的嘴。脸红透了，耳朵更是红的能滴血。先前没说有这些台词，这是能说的吗？众人看到骆雪欣的反应，反倒是深信不疑。不愧是摄政王，龙精虎猛，常人不能及也。李明晨默默竖起大拇指：“义兄和姐姐进度好快啊！”灵无道皇陵瞳孔地震，宋方仪和宋白霜都要崩溃，气疯了。景林温柔拿下骆雪欣的手，再开口。霸道残酷，杀气腾腾下令：“太后宋白霜谋害陛下，污蔑摄政王妃，证据确凿。来人，拿下！”谋害陛下，罪同谋逆，请陛下从重处置。好。李明晨终于等到他发号施令的时候，挺胸抬头，气势昂扬：“太后伙同宋白霜、宋双双谋害朕。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朕今日废除太后，收回凤玺，念及先帝情分，
即刻将宋贵太妃发配皇陵，为先帝守墓赎罪。宋方仪疯狂挣扎，眼珠子恨不得瞪出来，将李明臣千刀万剐了。宋白霜、宋双双即刻押入天牢，待人证物证皆查过，依规处置，绝不轻饶。陛下，林国公夫人脸色惨白，忍不住张嘴劝道：“使不得啊！废除太后，如此大的事，至少也该召集文武百官，以后再说。”废除太后是大，太后谋害陛下，伤及陛下龙体，便不是大事了。摄政王，正因为是才更加需要召集文武百官商议。闭嘴！国公夫人，你处处为宋贵太妃说话，难不成你是同谋？这有可能。陛下，王爷，不如将他抓起来审问一番。林宇安当即提议，林国公夫人顿时惶恐害怕，一边摇头摆手，一边后退。不，臣妇什么都不知道。哼，那就滚开！陛下，今日春水居的人都有可疑，都得查。好，那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一个个的审，没问题再放。还有慈宁宫的人也全部抓起来。李明臣挥手下令，羽林卫即刻行动。春水居又混乱了一阵，尘埃落定，安静了下来，只留了自己人还在原地。林无道拿出一个香囊，这是宋白霜的香囊，里面有问题，可以当做物证。宇安。林宇安立马上前，双手接过香囊。摄政王，陛下，今日虽有物证人证，但要废太后，恐怕实施起来仍有难处。宋氏不会善罢甘休，文人墨客便是宋氏手里最有力的武器。李明臣语气傲娇得意，张嘴回答：“国师大人无需担心，这一点义兄全部准备好了。”哼，如此看来，这是陛下和摄政王的一场局。并不是，是宋白霜和太后先设计陛下，由此下场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林无道看向洛雪欣，雪发俊颜，微笑宠溺的点点头。下一秒，林无道话锋一转：“摄政王妃，贫道借一步说话。”国师大人，你要跟姐姐说什么？朕不能听吗？陛下恕罪，这是私事。洛雪欣瞬间领悟，忍不住捂住了脸，耳朵现在还是红的。好，景林，你松松手，我和国师大人有话要说。一起，本王亲自向国师解释。景林握着洛雪欣的手不放，语气平静沉稳，又问林无道要去哪儿聊聊。林无道眼刀子冷飕飕盯着两人牵着的手，请随贫道来。春水居背后的竹林里，景林先开口，将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林无道。林无道长松一口气，但还是有些惊疑不定。真的只是做戏？我和景林这么做是为了撇清我的关系，有不在场证明，这样景林才能放开手处置太后还有宋白霜。一个牙印罢了，摄政王就不能让别人来要？你今日所言所行毁了雪欣的名誉，传出去世人怎么看待雪欣？雪欣才18岁。本王负全责。看景林从容淡定，甚至隐约有点得意愉悦的表情，林无道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再看洛雪欣，脸上只有心虚，不见生气和慌张。林无道行走天下的老江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自家宝贝被野男人拱了。林无道顿时眼前发黑。小舅舅，你没事吧？洛雪欣急忙冲过来，扶着林无道给他把脉检查。没什么大碍，就是气过头了。原来是星儿的小舅舅，国师与本王原来是一家人。摄政王言重，贫道担不起。林无道气得够呛，直接怼道：“我家雪欣只是一时借住摄政王府，将来离开王府，正儿八经的聘夫婿，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完好无损的人。”小舅舅，景林的眼睛已经有好转了，能治好。待本王眼睛恢复，定当3书6礼，4聘5金，8不许说，你做梦！林无道气得够呛，不想跟景林再说一句话。走时还想带洛雪欣一起走，但是被拒绝了。小舅舅，我和景林还有事要办。还能有什么事啊？你好吧，雪欣，你可不能再上他的当。男人都是诡计多端，他说什么你都不要信。洛雪欣乖乖点头，认真听话。雪欣，你当真对摄政王动了情？面对林无道的追问，洛雪欣抿唇沉默了。他对景林的好感早就超过了朋友的界限。回忆起景林出主意让他咬一口的时候，洛雪欣的心跳狂奔，血液滚烫，脸红得不成样子。行，
雪心，你还是别说了，让小舅舅回去缓一缓。你要记住小舅舅的话，别乱来，别让臭男人占了你的便宜。看着林无道背影沧桑凄凉的走远不见了，一道高大魁梧的影子倾斜过来，覆盖住洛雪心的影子。心儿，我们走吧。走吧，去天牢。洛雪心说完，立马滑溜地躲出去，跟景林拉开3步远。他往脸上扇扇风，一本正经解释：太热了，还是别靠那么近。好。景林转身带路，一路耳朵专注听着洛雪心的呼吸和脚步声。他唇角微勾，整个人说不出的愉悦和开心，像是得到了一生最珍贵的宝藏。尽管洛雪心没有亲口说，但他已经知道洛雪心的心意。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张纸，是一口气就能破的薄纸。景林也知道洛雪心还没有准备好，他可以等废太后押送皇陵，圣旨昭告天下，宋氏再也翻不了这笔账，他再来问他。拜见摄政王，拜见王妃。退下。麒麟卫和羽林卫退下，牢房中顿时只有他们3人。宋白霜，本王妃和你并无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谋害本王妃？王妃不是很聪明吗？自个儿猜啊。长鞭破空，抽落在宋白霜身边的墙上，留下一条白痕。宋白霜哆嗦了一下，抬眼看向景林。想清楚，好好回答。摄政王，她根本不是洛雪心，不是丞相府大小姐，只是一个不知来历、卑贱如草的贱人。一鞭子抽在宋白霜身前，立马见血，宋白霜疼得惨叫。本王知道，丞相府大小姐连星儿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了。宋白霜又疼又气，张嘴想说什么，话到了嘴边就硬生生吞了下去，改口道：摄政王，你起个卑贱之人，侯夫人能同意吗？又是一鞭子。星儿要试试吗？不了，我力气没那么大，效果不好。但我有银针。洛雪心抽出袖袋里的针包，弹指3根银针飞插在宋白霜身上。宋白霜顿时颤抖起来，一脸的痛苦狰狞。宋白霜，本王妃的耐心有限，说你为什么害我？是你的意思，还是太后亦或者宋氏的意思？自然是宋氏给你的警告。谎言。洛雪心又飞出2根银针。摄政王，这就是你娶的王妃，如此恶毒，你就不怕吗？只见景林2手啪啪鼓掌，语气宠溺称赞：星儿做得很好，真棒。然后景林伸手一摸，搬过来椅子。星儿站累了吧？要不要坐下？我们慢慢来，不急。绝了！景林看不见没事，宋白霜看得见，又痛又气，人都快疯癫了。宋白霜，这几根银针在你身上时间越长，后遗症越严重。你再磨叽，下半辈子瘫痪了，吃穿屎尿都要人伺候，一身臭气，你受得住吗？贱人！景林又是一鞭子抽在宋白霜的小腿上，鲜血淋漓。骂一声，打一次，还不会影响到银针的效果。太疼了！宋白霜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死死瞪着景林和洛雪心，如看一对魔鬼夫妇，又怕又恨。洛雪心看得明明白白，灵光一闪，当即冷声质问：你是要借我报复谁？说。宋白霜一脸震惊，眼睛瞪得大大的，显然没想到洛雪心真的猜到了。宋白霜伤害我，对谁最有报复力？哥哥、小舅舅，还是景林？宋白霜，你要报复本王？对，没错，我要让你尝尝失去挚爱之人的痛苦，锥心断肠，痛不欲生。可惜冒牌货没有中计，我好恨。景林想了想，本王和你并无恩怨。那是你不知道我是谁。那你是谁？除了宋白霜，你还有什么身份？洛雪心立刻怀疑起宋白霜，宋白霜却不吭声了。洛雪心弹指飞出一根银针，银针入体，宋白霜头一歪，晕死过去。再扎下去，他会七窍流血而死，死了就问不出话了。景林，你有联想到谁吗？景林摇摇头，宋白霜透露的消息太少，一时半会儿景林毫无头绪。天牢无着，星儿，我们回去吧。我会让麒麟卫查查宋白霜的身份。好。陆雪心看见牢房有点高的门槛，抿了抿唇，牵上景林的手。今夜景林住在宫中，房间就在洛雪心隔壁，方便洛雪心晚上过来给他药浴施针。星儿，我好了。洛雪心站在3步外，眼神有些闪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爱情的苗头，再看景林赤裸上半身，洛雪心竟觉得心跳呼吸加快，有些不敢直视。我想法不纯洁了。星儿，我准备好了。洛雪心闭了闭眼睛，睁开眼走过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专业认真地开始施针。景林喉头动了动，深呼吸，尝试转移注意力。明日早朝，陛下会宣布废太后的圣旨，还有对宋白霜的二人的处置。宋氏必定会有所行动。废太后已经被麒麟卫押送出宫了。星儿，我决定设一个局，看宋氏是去救废太后，还是救宋白霜。宋白霜能跟废太后比吗？一个是被夺了凤玺的废太后，一个是身份可疑的宋白霜。宋王陵那个老狐狸若救废太后，情有可原，但他若是弃废太后，救宋白霜出天牢，宋白霜的身份必定极为的重要，我便可以顺藤摸瓜，抓住宋氏的把柄，查清宋白霜的身份。原来如此，好计策，好局，咱们就等着明天看热闹了。景林点点头，嘴角笑容扩大，他心底不断地回味那2个字，咱们。他被星儿划分一体，越来越近了。说话间，针灸的时间很快过去，洛雪心一根根抽出银针，转身消毒，归纳入针包。景林，你今晚感觉怎么样？景林一直飘飘然，高兴忘了自己的情况。洛雪心这一问，他立马心虚地揉了揉眼眶，回忆思索他今晚有什么变化。糟糕，心思全在星儿身上，说出来星儿会生气的吧？景林心底苦涩一笑，无奈地放下手，准备老实交代。就在这时，眼前光影模糊扭曲，朦朦胧胧。景林先是一惊，随后狂喜，立马看向洛雪心的方向。朦胧光影中，他看见一道模糊的倩影，依稀只辨身上水绿色的裙摆。景林拼命地眨眼睛，哗啦从浴桶中起身，想要靠近洛雪心看得更清楚。谁知一脚跨出浴桶，顿时脑袋昏沉，光影消散，沦为黑暗。不，再等等！景林急切慌了神儿，后脚绊在浴桶边，踉跄摔下去。景林！洛雪心听到动静转身，看到景林要摔，下意识冲过来抱他。不料景林太沉了，一身肌肉，他根本抱不住，反而被景林带着仰头摔在地上。后脑勺及时垫了一只手，不疼。但是我的屁股，我的胸，救命！你好重哦，快起来！景林立马翻身坐起，垫在洛雪心后脑勺的手扶他起来。他又急又恼自己，语气心疼极了。心儿，你伤到了哪里？洛雪心不想说话，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捂着胸，表情痛苦。屁股磕到地板了，胸……洛雪心迁怒地瞪着景林的胸肌。大就算了，紧张的时候绷紧，硬得跟石头一样，我不会被撞成平胸了吧？心底纳闷儿，景林怎么走哥哥的路线了？心儿，你还好吗？刚刚摔着的地方还疼吗？求你别说了，这一摔永生难忘。景林抿了抿唇，再次道歉。心儿，对不起，都怪我太鲁莽，连累了你。说起这个，你为什么突然激动的要出来？我刚刚看到了模糊的轮廓，还有你的影子。你穿的水绿色的裙子，对吗？景林语气遗憾失落，表情也有点落寞。对，是水绿色。对比起来，洛雪心激动多了，立马走到景林面前，捧起景林的脸，贴近了检查一番。我现在看不见了，只有黑暗。正常的，你瞎了3年，毒素一直没有彻底根除，影响很深，但你能短暂看见就是好事儿，会越来越好的。洛雪心笑着安慰，景林感受着脸上温柔的触感，呼吸间是洛雪心身上淡淡芳香。喉头微动，景林顺心而为，吸气请求道：心儿，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洛雪心愣住，他好像明白了景林为什么激动起身。景林想看看他，看清楚一点，心底莫名的酸涩，想笑又笑不出来。洛雪心没有回答，直接拉起景林的手贴在了自己脸上。只许这一次，景林瞬间脸上绽放笑容，俊美如神，风采夺目，勾走了洛雪心的心神。要是景林眼睛恢复，那双眼有了神采，该是多么的好看。谢谢心儿，我摸完了。这么快？快？那我可以再摸一下吗？我慢一点。不行。洛雪心立马后退一步，躲过景林的手掌，
脸又红又烫，呼吸出来的气流都是滚烫的。他避开景林的脸说道：明日你还要上早朝，还要对付宋氏，早点睡。眼睛的事以后再看见不要着急，要冷静，血液流速加快你会晕倒的。景林认真记住，听话的点点头。晚安。陆雪欣转身匆匆离开。晚安。景林也说了声晚安，语气温柔飘忽，脸上止不住的笑意。虽然没能看到骆雪欣的脸，但他成功摸到了。景林记住了轮廓，眉眼、鼻梁和嘴唇的位置，还摸到了那颗眼角的泪痣，浅浅的弧度却深刻烙印在了景林的心上。天亮后，文武百官上朝，圣旨宣告废除太后宋芳仪，降为宋贵太妃，押送皇陵守墓。而后景林宣布宋白霜作为主谋之一打入死牢，3日后问斩。此事盖棺定论，李明臣绝不退让，景林威势逼人，朝堂之上无人能扭转此事。散朝后，宋玉清即刻出宫，快马加鞭去铜雀台通知宋王林。宋玉清背后，文竹率一队麒麟卫好手悄无声息跟上。父亲，大事不妙！为父已经知道了，宋芳仪这个蠢货，照顾不好玉娇，还敢瞒着我动手脚。摄政王和小皇帝收回凤玺，还能交出来吗？没了凤玺，太后就是个摆设，没用了。但白霜绝不能出事。儿子明白。景陵，老夫要你生不如死。刚过晌午，麒麟卫送来一封密信，低声在景林耳边说了几句：去签乌月，本王亲自去。遵命。景林，你去哪儿？发生了什么事？麒麟卫发现了雀影的踪迹，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去。星儿，你安心待在宫里，和陛下在一起很安全，我去就会。他行动匆忙，说完就要走。陆雪欣只来得及叮嘱一句：小心安全。瞧见景林步伐极快，几个眨眼功夫就消失不见。素月，雀影是什么？回王妃，雀影是曾经司马氏一族的死士暗卫。陆雪欣立马想起他和李明臣去赴宴的时候被刺客追杀逃进树林，他还挨了一刀。陆雪欣重提此事，素月点点头，刺客正是雀影。小姐，主子进宫了。该来的果然来了，哥哥肯定是听说了牙印的事儿。刚穿过前殿，便听李明臣和穆哥的说笑声。陛下，摄政王妃来了。姐姐，穆哥公子来了，他说的故事可有趣了，姐姐一起听。我不是来听故事的。哥哥，姐姐，不会是秦哥哥吧？义兄怎么办？明臣，穆哥是我哥哥，亲哥哥。对不起，我说错话了，他应该没有听见吧？穆哥嘴角微抽。陛下，我们兄妹也有数日没见面，不知可否容我们兄妹一叙？没问题。明臣老神在在的点点头，走时还让太监宫女都退出去，殿内只剩骆雪欣和穆哥2个人。若不是哥哥进宫，星儿打算瞒多久？我没想瞒哥哥，真的，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有事没解决，才没来得及告诉哥哥。星儿当真喜欢景林？哥哥，我会担心他，在意他，也会想他，见到他会心跳加快，呼吸急切。目前为止，我只对他有这种感觉。穆哥明白了，早在林无道提醒他的时候，他就猜到了这个结果。星儿若真喜欢他，哥哥不会让星儿为难，更不会让星儿伤心的。他能不能当上咱们家的上门女婿，还得看他表现。哥哥，没那么快，我还没有接受他的告白。甚好，星儿乖，别轻易答应他，哥哥先帮你考验考验他。景林去洗漱的功夫，骆雪欣回到长桌前，加快了手里的动作。又过了一会儿，终于完成。好可怕的慢性毒药，以似曾相识。欣儿，我收拾好了。景林焕然一新，带着一身早豆清新的气息回来。骆雪欣抬头看向景林，语气凝重认真。景林，我知道是谁毒瞎你的眼睛了。是谁？是宋氏。景林眉头紧皱，沉默不语。素月忍不住开口：王妃，王爷中毒时，麒麟卫查遍了所有可疑人物，被覆灭的司马家和柳氏嫌疑最大，宋氏并无关联。过去的事我没有经历，不知道也不能断定，但我可以100%肯定，此毒跟景林的眼睛出自一人之手。宋王林要我给你下一半的毒，这一半喝下去立即发作，中毒者昏睡不醒，五脏六腑一点点衰败，短时查探不出，时间长久查出后已药石无医。
所以洛雪欣才说好可怕的慢性毒药。要不是他从小跟着师傅学医，跟着师门见多识广，也很难察觉。这种慢性毒，我查了许多的药材，反复对比研究，和毒瞎你眼睛的毒有重合。一个药师的习惯是很难改变和模仿的。就算当初不是宋氏下毒，宋氏也知道是谁下毒害你。答案就在宋氏绝对脱不了干系。我明白，欣儿辛苦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也想弄清楚制作出这些毒药的人是男是女，此人和宋氏就是什么关系。因为不出意外，丞相夫人逼他吃的，宋王林逼素月吃下的，全是出自此人之手。前者他没吃，无需担心；后者素月还没有解药，洛雪欣一直牵挂着。宋王林要你今夜毒发，景林，你准备好装病了吗？我听欣儿的安排。太后已废，后宫没有宋氏眼线，你装晕就行。对外放出消息，你昏迷不醒，御医方福陵都查不出症结。明晨该怎么演，就看你安排了。对了，我哥哥会帮你。景林再次点点头，嘴角噙着宠溺微笑。好。后半夜，宫中大乱，一队羽林卫骑马冲出宫，连夜带走睡梦中的御医。一队麒麟卫急切赶回摄政王府，带着方福陵连夜进宫。丞相和宋玉清私下碰面，肯定是冒牌货下毒了。三公子，我们要不要立马动手？不急，再看看。一日过去，所有御医留宿宫中，麒麟卫入宫，和羽林卫一同守卫戒备。翌日，李明臣直接免了早朝，文武百官谁也不见。宋玉清再次赶往铜雀台，神色凝重难看。还有2日，等雀营救出白霜，只要白霜得救，麒麟卫都没什么动静，那就100%证实景林的确中毒，他顾不上大局了，而非是陷阱。去，把每月15的解药，还有那日的解药，都给摄政王妃送过去。黄昏之前，解药和一封口信通过宋氏探子送进宫里，送到洛雪欣面前。素月的解药，洛雪欣细心检查过后才让素月服下。至于口信威胁，洛雪欣直接无视。明日我们出宫。对，明日午时3刻，宋白霜在东菜市场问斩，宋氏要救，只能结刑场。我们可以看一场好戏。好啊，洛雪欣期待起来。宋白霜这个饵能不能钓出大鱼，全看明日。龙泉茶楼2楼包间清场，全是伪装后的麒麟卫。洛雪欣和景林上了2楼，这才脱下斗篷露出脸。哥哥，我来了。杏儿，来哥哥这里坐。木哥对洛雪欣露出妖孽温柔的笑容，而后语气一改，淡漠疏离说道：位置有限，摄政王坐对面，不介意吧？木哥先来改了布局，只2张椅子挨在一起。无妨。宋氏若真的劫刑场，摄政王打算怎么做？放长线钓大鱼，要抓就要抓到证据确凿，抵赖不了。宋王林老奸巨猾，劫刑场也不会让宋氏的人来劫，摄政王可有对策？木哥公子可知雀影？知道。雀影藏身铜雀台，受到宋氏藏匿包庇，今日劫刑场十有8九会是雀影出动。雀影是司马一族的死善卫，只听司马一族号令，宋氏怎能掌控得了雀影？这个不难猜，宋氏肯定窝藏有司马一族的余孽。宋白霜身份可疑，指不定他跟司马一族有什么关系。木哥若有所思起来。景林这时候问素月：什么时辰了？回禀王爷，52刻。外面哗然嘈杂起来。时辰到，5时3刻，罪人宋白霜，闪立决。就在鬼头刀落下，人群惊呼之时，阳光下寒光一闪，利剑破空而来，射穿了刽子手的胳膊，他惨叫倒退，鬼头刀砰地砸在地上。与此同时，人群之中杀出数人，包围刑场。来人，抓住他们，反抗格杀勿论。其他人带走宋白霜。麒麟卫何在？杀无赦。谁知人群中又出现一群劫匪，见人就杀。尖叫声、惨叫声、求救声混杂喧哗，人群惊慌逃跑，场面混乱，冲散官兵。劫匪护送宋白霜逃离刑场，从小巷里牵马出来，疾驰往城门跑去。凌雨安冷哼一声，高声下令：哼，麒麟卫，随本将军追。是。宋白霜被成功劫走后，景林起身披上斗篷，拉下帽子遮住自己的脸。有劳木阁公子照看欣儿，本王感激不尽。快走快走！
木哥挥挥手，巴不得他赶紧走。骆雪欣站起身，担心看着景林，抿唇叮嘱道：“景林，万事小心，你的安危最重要。”好，欣儿等我回来。欣儿，哥哥已经查到宋氏手里的天山秘药出自谁人之手？谁？花舞。哥哥提过这个名字。原来宋氏手里的毒药都是出自他之手，也是他毒瞎了景林的眼睛。时间如流沙，转瞬即逝，天色近黄昏。骆雪欣看着天边瑰丽壮观的晚霞，忍不住又困惑又担心，怎么还没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不会是遇到麻烦了吧？王妃有消息了，进来说。素月推门进来，欠身行礼。王妃，王爷抓捕雀影和宋白霜还需要一些时间，请王妃先回宫中休息。骆雪欣皱了下眉头，直觉不对劲儿。牧哥走过来，语气不悦地说道：“回宫做什么？希儿不如去哥哥那儿住一晚。”牧哥公子，宋氏有可能报复王妃，皇宫是最安全的地方。素月神色急切，解释完了，再次催促骆雪欣回宫。不对劲儿，素月，你看着我的眼睛，老实回答我，景林是不是出事了？希儿，你怎么会觉得景林出事了？因为我了解他。素月，告诉我真相，你不说实话，我哪里都不会去。素月咬咬牙，只得老实交代。前线送回消息，景林失踪，林允安他们担心骆雪欣安危，这才假传消息，想让骆雪欣回宫。景林失踪了？景林失踪，我怎么能回宫？他在哪儿失踪？我要过去看看。王妃，太危险了，你不能去。这是命令。骆雪欣取出麒麟令，语气冰冷严厉：“见令如见景林，我要一辆马车，立刻马上送我去景林失踪的地方。”遵命。他匆匆出去准备。骆雪欣转身抬头看向牧哥，眼神带了央求：“哥哥。”你呀，都决定了，哥哥还能拦你？走吧，哥哥和你一起去。谢谢哥哥。哥哥也要去看看景林搞什么，要是连这种小事都搞不定，害得我妹妹牵肠挂肚，担心受怕，她这辈子都别想过我这关。哥，骆雪欣又无奈又好笑，但是被牧哥这么一打岔，他心底的担忧和紧张消散了一些。很快，一辆马车在伪装麒麟卫的护卫下疾驰出城，往天边黄昏奔去。一个时辰后，天色如墨，繁星点点。王妃，牧哥公子找到景林了吗？两人摇摇头。骆雪欣抿紧红唇，抬头看上山。黑夜下树影重重，风中摇曳，如同鬼手，分外骇人。王妃，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请王妃回宫。骆雪欣也懒得废话解释，直接拿出麒麟令，其他人继续上山搜。林雨安留下，事情经过151时告诉我，5时3刻，雀影劫刑场救走宋白霜，在麒麟卫有意无意的布敌下，雀影一行人逃出皇城。出了皇城，麒麟卫不再遮遮掩掩，景林一声令下，麒麟卫一路追杀雀影到这座山脚下。小姐，您快逃，快！本小姐会记住你们的功劳。说完，他扭头连滚带爬往山上跑去。利剑破空，景林听声辨位，拉弓射箭，一箭洞穿宋白霜的小腿，将他钉在地上。一个都别想逃，抓住他们，本王要活口。是。麒麟卫一拥而上，轻而易举抓住2个雀影，但在去抓宋白霜的时候，寒风破空，麒麟卫闷哼，受伤退开。与此同时，景林再次拉弓射箭，这一箭却落空了。有人在他们面前救走了宋白霜。林雨安回忆起来，语气都是震惊的。那个满脸图腾绘画的男人，跟山中精怪一样，一闪身就不见了。然后呢？我们和王爷各自率队去追，然后王爷就不见了。林将军，有劳你飞鸽传书，让方大夫送一些药草过来。好，我这就去找些纸笔。王妃，你等等。天刚蒙蒙亮，林雨安急切地来找骆雪欣。王妃，找到宋白霜了，他失血过多，无法下山，麒麟卫已经将他包围起来。好，准备上山。哥哥，我要上山亲自去找景林，一时找不到他，我一时无法安心。好，哥哥陪你上山。宋白霜是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找到的，看他的样子，自己动弹不得，是被人藏在这下面的。一夜过去，宋白霜失血过多，虚弱至极，昏迷不醒。暂时死不了，也醒不过来。让我来。骆雪欣走过去，他活动了一下手指，开口：“让他醒过来，很简单。”左右开弓，一连串行云流水、快成残影的巴掌打下来，宋白霜脸肿得不成样子。好猛，好粗暴。所有人沉默了。宋白霜吐出一口血，呻吟着醒过来。
陆雪心一脚踩在宋白霜腿上。冒牌货，你回答本王妃的问题，救你的人呢？有没有见到摄政王？他把摄政王引开了。往哪边走的？我不知。我说。宋白霜痛得抽搐，脸色惨白如纸，冷汗直冒。他说要在那边解决摄政王。凌雨安立马带人冲出去，顺着宋白霜手指的方向，他们发现一条藏在藤蔓墙后面的山缝。搜，有任何可疑迹象，立刻禀告。是。陆雪心摸了摸腰间的匕首，正要迈步进去时，牧歌喊了他一声：“星儿，哥哥有话和你说。星儿，你的玉佩可带在身上？”“一直在。”“那就好。哥哥已经证实，那个图腾男人是天山弃子，又被称之为天山石。他们听从族长一脉的命令，手段极其狠辣。一旦玉佩发光，星儿绝不可以靠近。好好保护自己，你才是最重要的。”“我记住了，哥哥也要照顾好自己。”“好，我们走吧。”陆雪心紧紧跟着牧歌，耳边匆忙脚步声和呼吸声很近。突然眼角余光瞥见什么，陆雪心步伐一顿，分了心。再回头时，脚步声和呼吸声都远去。“哥哥，素月，麒麟为何在？”陆雪心喊了几声都不见回应。糟糕，他叹了口气，冷静平复下来，右手握住腰间匕首，往先前匆匆一瞥的方向走过去。陆雪心抬眼一看，呼吸停滞，心跳也落了一拍。他睁大眼看着对面，景林半躺半靠在树下，浑身是血，蒙眼不丢失，脸色惨白如纸，奄奄一息，昏迷不醒。景林！就在这时，一股寒气逼来，鸡皮疙瘩窜起一大片。洛雪心下意识就地一滚，抬脚踹去。“你不是景林！”冒牌景林从地上站起来，他身上伤口众多，这一动鲜血流淌滴落在地上。冒牌景林眉头都没皱一下，直勾勾锁定洛雪心。“快找，仙儿一定在这附近。”“哥，我在这里。”冒牌景林如一阵狂风掠来，洛雪心拔腿就跑，但没跑出2步就被拽住了胳膊。二话不说，洛雪心拔出匕首，转身狠狠刺向冒牌景林的手。冒牌景林先松手，电光火石间，右手并指为掌，掌刃敲在洛雪心的手腕上。剧痛之下，洛雪心拿不住匕首，当啷落在地上。“别想逃，逃不掉的。”洛雪心后退一步，抬手摸了摸胳膊。冒牌景林手劲太大，抓他胳膊也跟掐人一样，又疼又麻。“景林在哪儿？”“不知道。”提到景林，白离眼底有浓烈的忌惮和畏惧。他是被景林一路追杀逃进山谷的，趁着黑色躲躲藏藏，好不容易甩掉景林。结果白天再出来，唯一的出口被麒麟卫堵住，他重伤难敌重，只能退回。“你被景林追杀得很辛苦吧？逃不掉就打不过，只能出此下策，易容成景林来骗我们。”白离阴鸷地盯着洛雪心审视了一番，语气警告：“敢逃，我打断你的腿！”白离就坐在洞边地上，一边透过藤蔓盯着外面，一边指挥洛雪心：“你身侧石头下压着我的包裹，取止血药出来，给我后背上药。”“好。”“小声点。”洛雪心仿若未闻，原地转圈踏步。“你的包裹在哪儿？这里面太黑了，我看不见。”洛雪心声音又大，脚步声杂乱，吵得白离额头青筋直冒。他忍受不住挣扎起身，就扯到了伤口，紧咬牙关向洛雪心走来。洛雪心故作惊慌，连连往山洞里面退。“太黑了，我真的看不见，你不能怪我。”“闭嘴！”“低头。”洛雪心低头蹲下，长渊剑投掷飞出，剑光寒彻如黑夜下的月光飞来。长渊剑擦着白离的脸，划开一道口子，插进墙上。“什么时候找到这里？明明是个瞎子，居然被瞎子埋伏了。”白离来不及思考，景林已握拳砸了过来，还不忘语气稳重可靠地叮嘱洛雪心：“心儿躲到里面去，这里交给我。”“景林，你小心点。”白离狼狈躲开拳头，气得胸口剧痛。洛雪心肯定是看到了景林故意制造噪音。“我要杀了他！”景林拔出墙上的长渊剑，转身挥剑，白离就地一滚避开，迅速爬起来，冲向山洞深处。暗气从里面飞来，白离倒吸口气，艰难下腰躲开。身后景林提剑杀来，明明是个瞎子，看不见，却听力变态，感官敏锐，怪物般的能精准辨认他的位置。剑气凶残，一招一式都是杀人见血的招数，压迫力太强。白离只能遗憾放弃洛雪心，扭头对付景林，找寻机会逃出山洞。洞外，牧歌和凌雨安一众团团包围此地。“心儿呢？”“王爷。”
林雨安惊喜睁大眼看着走出山洞的景林。景林背后，骆雪欣探头对牧哥笑了笑：“哥，我没事。”景林挡在骆雪欣身前，剑指白离，声音冷血残酷：“要么投降，要么死。投降，绝无可能。”白离目光凌厉，凶狠一扫，挑中突破点，拔腿跑过去。他虽负伤，速度仍然快得惊人。景林听到动静，提剑要过去，骆雪欣急忙拉住他：“不用。3、2、1。”叫嚣发作，白离脸朝下倒下去，没了动静，搞定。有劳心儿了。景林对骆雪欣点点头：“绑起来，为他软骨散。林雨安亲自监视。”遵命。骆雪欣走出来，盯着景林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景林，你有没有受伤？”“不是我的血，我没受伤。”“仙儿，你管他做什么？”牧哥大步走过来，又恼怒又心疼：“仙儿，你看你的脸，手上都是伤，还有脖子青紫成这个样子，我都要被你吓死了。”“仙儿受伤了。”景林吃惊，脸色瞬间沉下来，握紧拳头：“没事，都是皮外伤。”“什么皮外伤？要不是你突然失踪，仙儿也不会大晚上跑到山脚下找人，更不会天不亮就上山，还被贼人挟持，一身是伤，险些被掐死。”景林呼吸急促，脸色越发冷峻阴沉，嗓音暗哑：“心儿，你哥说的都是真的吗？”骆雪欣抿了抿唇，没说话。“林雨安，回禀王爷，牧哥公子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事实。王妃为了找您，吃了大苦头。”“我现在没事。”景林双拳紧握，深呼吸道歉：“心儿，对不起，这次是我安排失误，让你担心，还为此受伤。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说完，又对牧哥说道：“牧哥公子，若我不能让心儿满意，随你处置。”“哼，本公子等着。”牧哥小心翼翼，温柔握着骆雪欣的手，哄道：“仙儿，他龙精虎猛的，别管他，快跟哥哥下山，上药休息。仙儿，你还能走吗？要不要哥哥背你？”“哥，我真的只是轻伤，看着吓人，回去没2天就好了，真的。”骆雪欣和牧哥一边说一边走远，景林侧耳听着，脸色越发冷峻阴沉，周围气势也越发可怕。“林雨安，心儿什么时候来的？151时禀告。”“是。”林雨安从骆雪欣昨夜来山脚开始，反复斟酌回忆，如实禀告，不敢有遗漏。“王爷，人杀了就没用了，死也太便宜他了。”“本王知道。将此人押回王府，本王要亲自审问。还有宋白霜，一并押送回去，让方福林盯着这2个人，有伤治伤，绝不可让他们断气。”“末将遵命。”还没完，景林继续下令：“放出消息，宋白霜已被活捉，盯着宋氏的一举一动。在飞鸽传书陛下，丞相毒害本王，即可查封丞相府，全府上下一并羁押，打入天牢。”林雨安点点头，立刻行动起来。骆雪欣一下山就被按在帐篷里，素月和黄陵为他沐浴更衣，检查伤势，然后一一上药。“牧哥公子，心儿怎么样了？”“摄政王还是去忙你的大事吧，心儿这里有我这个哥哥。”景林听出了牧哥的怨气和怒气，他没有走，放低语气再次问牧哥：“牧哥公子，本王要审劫匪，你和心儿要旁听吗？”“当然。”“那就请牧哥公子入住王府，便于随时审问。”“给我上套，避免我带走心儿。是了。”景林脊背挺直，微微低头，任由他眼神不善地瞪着自己。“行，住就住。本公子正好亲眼看着，摄政王能给心儿给本公子什么样的交代。”“好，也请牧哥公子准备一下，我们即将动身回王府。”“知道了。”摄政王府暗牢之中，人人以为昏迷的景林此刻正亲自用刑审问白离。“此人难讯，只能暂且缓缓。本王现在去审问雀影和宋白霜。心儿，牧哥公子要来吗？”“摄政王，能让我们兄妹审一审吗？或许我们兄妹有法子，让他乖乖开口。”景林顿了顿，他没有回答牧哥，而是问骆雪欣：“心儿想什么？”“景林，你去审其他人吧，这里交给我和哥哥。”景林微微沉吟了2秒，不知想了什么，最终点点头答应了骆雪欣。“你是花舞派来的吧？”白离表情终于有了变化。“果然是他。他跟宋氏有交易，他不出天山，但可以让他的狗来。难道他忘了族中禁令？天山一族不可插手朝堂政权，天山再远，能人异士再多，也挡不住一国100万铁骑。”在牧哥字字句句的斥责下，白离终于动了动嘴巴，反驳道：“他没有插手朝堂，只是答应了宋氏，要救一个人。想要活命，保护天山一族，就听我的。
摄政王再审问你，立马指认宋氏和雀影勾结，合谋劫刑场，救宋白霜。而你不过是个被雇佣的杀手，与天山一族无关。白离沉默了，半晌他点点头，认可了牧哥的话。景林速度够快，已经审出结果了。他没有隐瞒兄妹俩，张嘴说道：真正的宋白霜5年前突发水痘去世，宋氏并未发丧。我们所见的这个是司马家的四小姐司马玉凤。司马家满门抄斩前，司马玉凤和丫鬟互换了身份，被雀影送走，后藏身宋氏，更名顶替宋白霜。雀影正是听从他的号令。这么说，上次名臣遇刺是他下的命令？星儿，是他或是宋王林并无区别，下一个满门抄斩非宋氏莫属。翌日，皇宫启明殿，文武百官纷纷入殿。陛下，先办正事。李明臣立马整理龙袍龙冠，张嘴问：义兄，你真的不露面吗？还不到时候。早朝时间到。臣等恭迎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将罪臣落红押上来。末将遵命。凌雨安站在殿外，大手一挥，麒麟卫押着丞相进入殿内。一日不见，丞相身着囚服，头发散乱，神色恐惧惊慌。看见宋玉清，他连连眼神求救。宋玉清别过脸，一言不发。跪下！丞相哎呦摔下去，膝盖撞到大理石地面，砰的一声，听得文武百官都忍不住吸了口气。林将军，罪臣落红所犯何罪？可都审出来了？回禀陛下，罪臣落红身为丞相，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证据俱全。陛下，这是罪，受贿官员共18人，皆在朝堂之上。末将已命麒麟卫包围宅邸，一一查封。陛下，是丞相大人拿官职压臣，逼臣收的呀。陛下，臣也是被逼的。呼啦啦一下子跪了6人。林将军，还有呢？罪臣落红谋害摄政王，已搜得毒药1瓶，经御医院和方大夫查证，瓶中毒药正是摄政王所中之毒。不是本官下毒，是摄政王妃。只有摄政王妃能接近摄政王，是他下毒。丞相大人，这毒药是你给我的。陆雪欣走到殿前，眼睛冷冰冰地睨着落红。丞相大人不会忘了你是如何威胁恐吓，逼迫本王妃给摄政王下毒的吧？哼，丞相大人看下官做什么？你们父女谋害摄政王，罪证俱全，还不认罪？你……落红脸色变来变去，活像是调色盘，最终还是在宋玉清的眼神下认命了。孽障，你才是毒害摄政王的真凶。本王妃是真凶？没错，是你哭闹着不肯嫁给摄政王在先，随后逼为父寻的毒药，意图谋害摄政王后改嫁他人。落红越说越流利，越说越兴奋，一口黑锅全扣到洛雪欣头上。陛下，臣是爱女心切，一时糊涂啊！真正谋害摄政王的是这个孽障，陛下圣明，断不会被这个孽障欺瞒糊弄了过去。胡说八道！你当朕是傻子？陛下，臣敢对天发誓。晴天霹雳，一道惊雷震天响。丞相大人，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呢，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还不如实招来。陛下，臣可以认罪。落红怨毒死死瞪着洛雪欣，扯着嗓子喊道：陛下，摄政王妃亲手毒害摄政王，同样是罪不容恕，论罪当斩。景林走出来：王妃并未下毒，哪儿来的罪呀？摄政王醒了。参见摄政王。落红看到景林龙精虎猛好端端的模样，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宋玉清脸色更是难看，倒吸口气，握紧拳头。景林走到洛雪欣身边，嗓音低沉威严，尊贵霸道对众人说道：丞相胁迫王妃，王妃第一时间告知本王，我们夫妻合谋，将计就计，要不然又怎能让丞相原形毕露，人赃俱获呢？洛雪欣点点头，笑容明艳，夫妻两人一副明晃晃。我们是演的。想不到吧？落红又惊又恐，绝望之际看着洛雪欣，不禁怨恨生百念。我要死，想见人也得陪葬。他当即指着洛雪欣大喊道：摄政王可知你娶的是冒牌货？陛下，诸位，她不是本官的女儿，她是个贱民，她顶替本官的女儿嫁给摄政王，欺君之罪，她该死。
本王的王妃从来都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洛雪欣。景林嗓音低沉霸道，一句话镇压满殿喧哗。摄政王，您不知道这个贱人是如何啰嗦。凌雨安拔剑出鞘，剑指落红咽喉。落红吓得哆嗦，瘫坐在地上，张张嘴说不出话。将罪妇和洛雪欣押进来，请国师大人进殿。文竹押送丞相夫人和洛雪欣进来。宋玉清越发感觉不妙，手心都是汗。陛下明鉴，满朝文武也皆识母女二人。当然，这是丞相夫人，这个丑八怪是丞相府大小姐洛雪欣。母女俩都被绑成粽子，堵住嘴，恐惧瑟缩一团。当初陛下请国师卜卦，凑得本王应娶一名叫做洛雪欣的女子，国师可记得是哪3个字？洛神洛，雪天雪，心上人。嘿，洛雪欣睁大眼，看看景林，又看看凌无道，瞬间明白他们要做什么。摄政王应当迎娶一位精通医术、名叫洛雪欣的女子，方可救急治愈，恢复光明。对，义兄要娶洛雪欣，是朕心急弄错，赐婚成了丞相府大小姐，都是朕的过错。朕今日就拨乱反正，下旨昭告天下，义兄和丞相府大小姐的婚事不作数。满朝哗然，婚事不作数，那这位是什么情况？洛雪欣不愿出嫁，丞相府也不愿退亲。丞相府上下胆大包天，欺君罔上，绑架下毒，威胁恐吓本王的王妃替嫁，数罪并罚，丞相当诛9族。又是一声雷鸣炸开。摄政王，他是个冒牌货，他也欺君。王妃是国师钦点的天赐良缘，本王要娶的是她，她才是光明正大的摄政王妃，何来欺君？没错，我就是洛雪欣，洛神洛，雪天雪，心上人的心。真要论冒牌货，丞相府大小姐才是冒牌货。好在陛下赦免，以拨乱反正，还本王和王妃的清白。都是朕的错，朕重新下旨，一定要给义兄和姐姐补一个光明正大的婚礼。陛下又错了，不是补，3书6礼，4聘5金，明媒正娶。本王从未对任何女人做过。义兄教训的是，朕给义兄和姐姐赐婚，风风光光大办。后殿传来一声闷响，无形透露某人的火气。见好就收。凌无道也绷不住表情，眼神冷飕飕看着景林说道：陛下，摄政王，丞相人赃并获，证据齐全，是否该宣判了？李宁晨点点头，然后看向景林。你是陛下。你指罪臣落红结党营私，谋害摄政王和王妃，欺君罔上，罪不容恕。罪臣落红即刻贬为庶民，其亲族押入天牢，秋后问斩。丞相府上下奴仆发放边疆，亦应钱财充公。李宁晨说完，自己琢磨了下，好像没什么遗漏的了，又看向景林和洛雪欣。景林神色淡淡，洛雪欣对他眨眨眼表扬。落红浑身瘫软，绝望崩溃。将庶民落红一家压下，待宋白霜、阙影、白离上殿。末将遵命。凌雨安和文竹抱拳行礼，押走落红3人。文武百官还没从上一个重磅炸弹回过神儿，就被惊了一回。宋玉清松开满是汗水的拳头，挺直脊背，故作淡定从容。铜雀台没消息之前，他不能乱，绝不能露出破绽。陛下，本王已查证，劫刑场救走宋白霜的乃是司马余孽，死是阙影，而宋白霜也并非真正的宋氏6小姐，她是司马家的4小姐司马玉凤。宋氏勾结窝藏司马余孽，罪同谋反。启明殿彻底炸了锅。司马玉凤、阙影死事皆为司马余孽，他是宋氏高价聘请和阙影联手来劫司马玉凤的杀手。陆雪欣一一指出身份，随即看向宋玉清，眼神冷血讥讽，语气戏谑问道：宋大人，你是认罪呢还是狡辩？殿内所有人都盯着宋玉清。宋玉清闭了闭眼，语气强自镇定，张嘴回答道：下官无话可说，因为下官毫不知情，更没有参与其中。放肆！司马玉凤已经认罪，你还想狡辩？陛下，臣是真的不知道。宋大人不知道也没关系。宋氏勾结窝藏司马余孽，罪同谋反，这么大的罪，不是宋大人一人能扛下的。本王已命麒麟卫出动，包围铜雀台，缉拿宋氏的所有人。
就在宋玉清内心绝望时，启明殿外嘈杂起来。宋王林雄厚有力的嗓门传了进来：“草民宋王林，携林国公、岳公公求见陛下。”殿内皆惊。陛下，宣他们进来吧。哼，宋老贼还敢进宫，让他们滚进来。很快，宋王林三人走进启明殿，人人盯着他们看。草民宋王林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国公和岳公公也跟着行礼。李明臣站在龙椅前，怒目瞪着宋王林怒斥：“宋王林，你窝藏司马余孽，买通杀手劫刑场，救司马玉凤，你认不认罪？”宋王林跪下：“草民认罪。”文武百官震惊吸气，宋玉清和司马玉凤都惊呆看着他。骆雪欣和林无道也诧异极了：“景林，有猫腻。”稍安勿躁，看下去。景林低沉冷静的语气安抚下骆雪欣的震惊和狐疑。陛下，草民窝藏司马玉凤并非私心，而是先帝的旨意。宋王林，你胡说八道什么？岳公公，青袍男人人到中年，面色雪白，下巴干净，一张嘴尖细的嗓子：“陛下，老奴是先帝身边的总管太监。”“朕记得你。”“陛下，这是先帝亲笔所写，改了玉玺的圣旨，请陛下过目。”李明臣点点头，身边总管太监跑过去拿了圣旨，回头呈给李明臣。李明臣接过打开，目光所及，脸色瞬间姹紫嫣红，气到瞪眼：“荒唐，岂有此理，绝无可能！”“陛下恕罪，老奴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欺骗陛下。先帝的字迹，在场的大人们都是认识的，玉玺盖章，也绝无作假的可能。”宋王林看了李明臣一眼，似笑非笑，扭头对景林说道：“摄政王，你瞧不见，不如让满朝文武验一验。”凌雨安。凌雨安立马上前捡起地上圣旨，亲手拿着在文武百官面前走了一道。看了圣旨的官员一个比一个震惊，吸气连连。李明臣急得跑下来：“师兄，这道圣旨一定是假的，必须是假的。”“陛下，圣旨上写了什么？”李明臣噎住，一副恶心的说不出口的表情。先帝有旨，钦定司马家四小姐司马玉凤为下一任的皇后。无论登基的是哪位皇子，皇后的宝座都归司马玉凤。外面又是一道惊雷炸响，轰隆不停。景林皱紧了眉头。宋王林语气得意：“司马家虽被判了个满门抄斩，但司马玉凤乃是未来的皇后，一国之母。摄政王，你有权斩司马家，但你没资格斩未来的国母。老夫包下司马玉凤，隐姓埋名，化身宋氏六小姐，也是为了陛下，为了摄政王着想啊。”宋王陵，圣旨的真实性还未证实。这时候，凌雨安已将圣旨拿到了林无道面前，最后回到景林和骆雪欣面前：“请王妃念给王爷听。”“好。”骆雪欣接过圣旨，一字一句不快不慢，但语气越发冰冷厌恶：“圣旨若是真，先帝不配为人，太荒唐了。”景林听完了，冷酷沉声点出几个人：“宋家主林国公和岳公公既然如此的忠心先帝，不忘先帝，不如本王亲自送你们去见先帝。”林国公脸色大变，慌张跪下。岳公公抬头想求饶，对上李明臣跃跃欲试的桃花眼，回想曾经虐待过这位冷宫皇子，岳公公抖成筛子，肠子都悔青了。司马玉凤命令阙营3番5次的刺杀陛下，麒麟卫证据齐全，当斩。司马玉凤伙同宋贵妃、太妃下毒谋害陛下，当斩。即使先帝有旨，钦听她为下一任皇后，如此歹毒一心谋害陛下的蛇蝎毒妇，怎当一国之母？文武百官纷纷附和：“当斩！当斩！当斩！”宋家主既是遵从先帝圣旨，窝藏司马玉凤一罪可用圣旨抵消，但是宋氏窝藏阙营死士瞒而不报，当斩，3罪并罚，当诛9族。宋家主，死到临头，还有什么遗言？
宋王林死死瞪着景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陛下，请你拟旨诛宋氏九族。老夫有先帝亲赐，免死金牌。这是真的假的？自然是真的。景林知道，就等着他拿出免死金牌。宋家主，免死金牌只能用一次，你确定？确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宋王林脸孔都扭曲了。此事交由摄政王全权负责。本王领旨。景林拱手行礼，而后转身，雷霆命令：麒麟卫何在？封查铜雀台，收回国库。宋氏满门押入天牢彻查，死罪可免，活罪从重处置。宋家主，你也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本王亲自派人送你归乡，颐养天年。宋王林听出景林话语下暗藏的杀意，震惊难以置信，他猛地抬头，死死瞪向景林。摄政王要暗杀我！很快，消息传遍皇城，全城轰动。再传出去，传遍大浩国，世人震撼惊呆。大浩国仅剩下的百年世家宋氏就此跌下神坛，被逐出皇城，步了柳氏后尘。摄政王府，进了王府大门还不算完，景林亲自将洛雪欣送回西院，他也不走。他看不见，便静静听，姿态放松。一放松下来，景林身上的疲倦劳累遮挡藏不住。景林，我这里没事了，你回去休息吧。我也没事。星儿，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都好了。真的？景林不信，抬手想摸一摸，但看不见，手抬得高了点，摸到了洛雪欣的脸。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景林动作轻柔摸了摸洛雪欣的脸，再轻轻碰了她的骨。温热的手指接触到皮肤的瞬间，洛雪欣颤了颤，有种触电的感觉。真的没事了，倒是你看起来很累，回去好好休息，你的眼睛不能太劳累。好，星儿，伤你的人，我会砍了他的手。他呵斥过你，我会割了他的舌头。还有，我会查清楚，他背后还有没有藏着其他人，我不会放过一个。洛雪欣愣住，皱起眉头。百里可禁不住细查，天山一族不能牵扯进来。景林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星儿，好好休息，我回了。景林说着转身要走，不料才走出去2步，还没下台阶，高大身影忽然晃了晃，踉跄不稳。景林小心！洛雪欣立马冲过去，抱着景林的胳膊靠在自己身上，但景林太沉了。凌雨安、文竹，快过来！凌雨安和文竹冲进来，两人接过手，将景林搀扶进屋里，躺在了洛雪欣的床上。景林面色苍白，眉头紧皱，意识不清。洛雪欣立马坐在床边，扣住景林的脉搏。王妃不知，王爷自打上身起日夜不眠，回来后一直忙碌不绝，写书吃饭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司马玉凤和宋氏的事，王爷一直绷着心神，反复缜密布局。还有，王妃，王爷怕王妃离开，忧思不宁。众人退下，屋里只留洛雪欣和景林。洛雪欣静静看了好一会儿，忍不住伸手摘下景林的蒙眼布。看着这张俊美神仙般的脸，洛雪欣喃喃自语：我不走。景林，你的眼睛快点好起来吧。王妃，王爷已经昏迷3日了，真的没问题吗？洛雪欣回过头，眼神越过方福林，看向床榻。景林在他这里睡了3天3夜，一直没有醒过来。没问题，这反而是好事。好事？景林太过操劳，睡得久，睡得沉，更好补足元气。其次，他眼睛里的余毒散了，情况正在好转。王妃的意思是，等他醒过来，说不定能看见。方福林走之前，不由步伐顿了顿，回头看来。王爷醒来真的能看见，那就太好了。即便不行，看王妃照顾王爷的模样，我们王爷总算不是单相思。痴情单恋有了回应，也是个好消息。随后素月进屋，王妃，你也该休息了。我再看几眼，不用管我。洛雪欣挥挥手，又在床前做了一炷香的功夫，这才放下医书。洛雪欣最后来到床前看了看，弯腰伸出手，将百合金簪放在景林枕头边。景林，等你醒过来，我就告诉你答案。洛雪欣说完，转身走到外面。景林睡了洛雪欣的床。洛雪欣这几晚都睡得美人榻，方便景林的病情有任何变化，她都能第一时间察觉并做出应对。景林晚安，好梦。闭上眼，洛雪欣很快陷入梦乡之中，全然不知景林眼帘动了动，手指微移，好似听到了他的话。 一夜无梦，洛雪欣是被脸上痒痒的感觉唤醒的。
尤其是眼角泪痣那块，像是被什么轻柔的碰了好几次，痒痒的、麻麻的。洛雪心懒懒散散偏过头，还不愿意睁开眼。下一秒，温热柔软的唇轻轻落在他额头，洛雪心瞬间清醒，猛地睁开眼，对上一张无限放大的神仙俊美容颜，眉眼鼻梁高贵绝色，嘴唇红润迷人，噙着宠溺欢愉的笑意。他终于看见了星儿的模样。景林痴痴看着，用眼神描绘，也用手描绘过，更是偷吻过泪痣额头。景林的眼神太火热，灼烫的洛雪心脸上发红发烫，忍不住拽起被子一把盖住脑袋。景林愣住，星儿，我要洗漱换衣服了，你出去。好。景林笑了一声，没有立马走。他站起来看了看裹起来的被子，笑得俊美迷人。他看到星儿红了脸，绯红娇媚，很美很漂亮，其他人早都看到了，唯独他是最后一个。你走没有？我马上就走。等等，你的眼睛怎么样？酸不酸？痛不痛？能见光吗？有一点畏光。戴上蒙眼布，先别见光，再养一养，我等会儿给你详细检查。好，我都听星儿的。景林冲他温柔笑笑，这一笑，洛雪心的心跳又狂奔起来。等到景林出去，可恶，太不争气了。王妃，素月和黄陵推门进来，两人表情都很惊喜。王爷终于看见了，素月谢谢王妃大恩大德。素月快起来，黄陵把他拉起来。谢什么？我和景林有言在先，我答应过会治好他的。王妃，您是摄政王府的大恩人。好了，大喜事儿，哭什么？该笑才对。素月，去准备热水吧，我要洗漱更衣，再把方大夫喊上，我们一起检查景林的眼睛。等他收拾好，来到隔壁正厅，文竹方福林一见他，立马拱手弯腰行大礼。谢王妃大恩大德。洛雪心无奈扶额，看向景林。景林，你管管，不会每个人见了我都要行大礼吧？我可受不了。都坐下。星儿今日的打扮好美。洛雪心迷茫，我穿得很随便啊。方福林几人默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在这里？景林换上雪蚕丝的蒙眼布，轻薄能视物，也能遮光，认认真真地看着洛雪心。他舍不得挪开眼。景林，你坐回去，我看看你的眼睛。好。清晨的光线温和，背对阳光坐下，景林自己摘了雪蚕丝蒙眼布，灰褐色的眼睛神采奕奕，明亮灼热，含笑看着洛雪心。把眼睛闭上。景林有点不舍，但还是听话的闭上双眼。洛雪心伸手按摩过景林眼眶周边的穴位，一边轻柔按摩，一边问他的感受。睁开眼，看着我的手指，听我的指令，往上，往下，往左，转一圈。洛雪心怎么说，景林怎么做，听话配合。方福林几人悄悄对视一眼，越发觉得他们不该在这儿。眼睛会不会干痒？不会。余光的时候会不会疼，流眼泪？有一点疼。方大夫，你过来瞧瞧。好。方福林走过来，跟洛雪心换了个位置，然后就被自家刚刚恢复光明的王爷冷飕飕盯了一眼。等方福林检查完了，洛雪心把他喊到一边，两个人热烈讨论起来。王爷，齐内卫今日的情报应该整理好了，属下去取。去吧。王爷眼睛恢复是天大的喜事，素月这就去吩咐厨子准备一桌盛宴。景林摆摆手，素月跟着文竹一块溜了。于是等方福林和洛雪心探讨出结果，抬头一看，屋里就剩他一个多余的。王妃，你和王爷聊，我去准备药方。方大夫，你不说说你的看法？有王妃在就够了。景林迫不及待，主动走到洛雪心身边坐下，灰褐色的眼睛灼灼看着洛雪心。星儿，我的眼睛怎么样了？完全好了吧？还没有，你现在处于好转阶段，眼睛还很脆弱，白日光线强，你必须一直戴着蒙眼布避光，也不能在烈阳下待太久。到了晚上光线昏暗的时候才可以取下蒙眼布。好。药浴改成3日一次，药汤每天早晚一次，针灸视你的情况暂定2日一次。说完，洛雪心从袖子里取出一根绸缎蒙眼布。你白日里还是戴这种遮蔽性的蒙眼布？星儿等等。景林按住洛雪心要给他戴蒙眼布的手，眼眸暗了暗，语气热烈深情。星儿，我想再看看你。洛雪心涨红了脸，以后也能看到。可我现在就想看看星儿，永远都看不够。星儿现在可以给我答案了吗？洛雪心深呼吸，绷直了脊背，睁大眼睛看着手里的百合金簪。星儿，我昨晚在梦里好像听到你说，等我醒过来就告诉我答案。星儿，我的美梦有机会成真吗？
心跳越来越快，体温随之升高。陆雪欣没有再回避自己的感情。景林，我喜欢你。景林顿时笑了，笑得俊美迷人，笑得耀眼夺目，灰褐色的眼睛都在闪闪发光。他轻声靠近，低头，额头抵着洛雪欣的额头，语气温柔低沉。星儿，我爱你。他震惊地看着景林，爱不可以随便说的。我没有随便。星，我爱你，是一生一世的，永恒不灭的爱，直到我死亡，心跳停止，才会终结。这是我的真心话，星儿，我会等你也爱我，等你心甘情愿嫁给我。景林的情感太炙热，太浓烈。就算我愿意嫁给你，我哥也不会轻易同意。还有，我爹我娘，他们都没有见过你。我知道。景林早就考虑过了，也全都有计划。星儿，我说过，我要36里，4聘5金，明媒正娶，昭告天下。我和丞相府大小姐的糊涂事，陛下已经张贴官文，昭告天下，撤销了这场赐婚。我和丞相府的大小姐，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确。陆雪欣点点头赞同，进摄政王府的是他，从始至终都是他。星儿，我要娶你，这辈子只娶你一人，我会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景陵求娶的是洛雪欣，乐天城的洛雪欣。洛雪欣感觉有哪里不对，抬头迷茫看着景林，景林眼神温柔不舍。星儿去吧，去和你的哥哥住一起，我要光明正大的追求你，求娶你，明媒正娶，名正言顺的迎娶你回摄政王府。陆雪欣搬出摄政王府，素月跟着一块儿走了。方福林难以置信：王爷，您为什么让王妃搬出去？是谁担心受怕，怕王妃跟木哥公子走了，愁得忧思过度昏过去的？虽然王爷的眼睛现在好转，能看见了，但是木哥公子又不会因为这点就松口让王妃嫁给您的。本王这叫以进为退，也是为了星儿的名声。什么意思？如今大浩国人人皆知，赐婚不作数，本王和丞相府大小姐没有任何的关系。试问，星儿以什么身份留在王府？王府上下人人认可星儿，世人也知星儿是本王的心上人。但等风波热闹过去，没有明媒正娶，世人定会讥讽嗤笑星儿，说星儿的不是。他不在意天下人怕他骂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但他不能容忍世人说洛雪欣一句不是。王爷说的极是，这世道对女子太苛刻无情。我和星儿相遇最初并不美好，我想重新来过。她是洛雪欣，我是景陵，没有权谋诡计，没有宫廷斗争。我们春来赏花，夏日泛舟，秋日看枫树，冬天观雪。星儿现在喜欢我，但我想她爱我。方福陵一脸无言以对，万万想不到自家铁血无情的王爷谈情说爱起来竟是如此的柔情蜜意。虽然现在星儿搬出去了，但2日时针，3日要狱，星儿总得回来，或者我去找他。木哥别想拦，也拦不住。其次木哥一直心中不满，如今让星儿搬过去，他再也挑不出刺。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星儿，进而求娶，36里。让星儿搬出去，也是重视星儿的名声，未来岳父岳母得知，应当也是满意的。方福林听到这里，表情又变了。王爷就是王爷，谈情说爱也要用上策略，事事周全，服了。接着看景林揉捏眉眼，方福林的注意力这才落在桌上。王爷，你的眼睛还需好好休养，这是做什么？扩建东院，看看能不能把西院并出来。一东一西怎么并？的确很难。当初我为什么要让星儿去住西院？景林神色苦恼起来，不过下一秒他又露出了期待的笑容。东院扩建以后，能多出7、8间屋子，足够星儿将来当做药房，或者是做别的事。最重要的是寝室，需要重新做一张更大、更宽敞、舒适的拔步床，还有梳妆台、衣柜等等。算算时间，陛下秋日生辰宴前能够修缮好，不管是定亲还是成亲，良辰吉日我也挑了7、8个备选。他自言自语，完全不需要方福林回应。方福林沉默良久，方才悠悠插嘴：王爷，你要娶王妃的事，夫人知道吗？昨日便飞鸽传书告知我娘，边疆路远，我娘路程即便再慢，也能赶上秋季前帮我定金提亲，年前估摸着可以成亲。时间太紧的话，明年开春也不是不可以。方福林感到牙酸，是我多虑了。
幕府。穆哥前不久才在皇都东区买了个3进的宅邸，不大，但是离摄政王府很近。穆哥原本是为了方便自己去看望洛雪欣的，结果没想到刚搬过来几天，紧跟着洛雪欣就住进来了。穆哥一时懊恼，早知道就买最远的宅子。欣儿，锦麟当真主动让你搬过来的？怪哉，他就不怕我带着你回乐天城？哥哥，景麟的眼睛虽然看得见了，但还需要我施针调养，完全恢复治好前，我不会离开皇都的。好，哥哥不催你。虽然搞不懂景麟打什么算盘，但眼下宝贝妹妹就在身边，就不管了。宝贝妹妹永远是最重要的。摄政王府，洛雪欣看着熟悉的一草一木，短短2日，她竟是有些想念，觉得这里更亲切，更熟悉。除此，洛雪欣还有点困惑，看着往东院进进出出拿着工具材料的人，她正打算问素月摄政王府要做什么改动，还没问出口，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星儿。景麟大步走来，龙姿凤张，俊美如神，站在洛雪欣面前，一脸温柔笑意，语气宠溺想念。星儿回来了，怎么不事先说一声，我亲自去接你。幕府离这里很近，不用接。洛雪欣看着景麟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心里砰砰跳，有种又甜又涩的滋味。原来我更想念的是景麟。景麟，你的眼睛怎么样？我不在的这2天有什么变化吗？星儿可以亲自看看。回到西院，洛雪欣摘下遮光的蒙眼布，细细检查，把脉诊断，接着又为景麟施针调养一番。除了端茶递水，没人打扰，空间和时间都留给2个人。星儿在幕府住的还习惯吗？哥哥最是宠我，什么都是最好的。景麟，今日府里怎么进进出出的？有什么事吗？我打算改一改东院，等建修完善，星儿再来看，好吗？原来如此。此时的洛雪欣完全不知未来景麟会给她多么大的惊喜和震撼。洛雪欣只知道施针完毕，事情都做完之后，她心底莫名的舍不得，不想这么快离开。景麟，我送星儿回去，时候还早，我们可以去街上逛逛，湖边走走，只要黄昏之前回去，相信穆哥公子也不会再说什么。好啊。马车行驶过热闹的街市，洛雪欣在看人间烟火气，景麟在看她，各有各的专注，津津有味。若是有感兴趣的，糖水果子、小吃美味等等，只需洛雪欣说一声，麒麟卫立马安排，很快送到马车上，自在享受，无需拥挤。就这样，车外是热闹烟火，车内是2人世界，又惬意又温馨甜蜜。星儿，你看见了什么？宋玉清。文竹，去探探。遵命。文竹快去快回，站在窗外低声禀告：回主子，宋玉清典当书画，已被皇都所有铺子拒绝。宋氏被抄家充公，宋玉清难免捉襟见肘，不得不拿自己的书画来典当。若是半月前，宋玉清的字画能卖出1000金，人人争抢吹捧。但如今宋氏垮台，满门逐出皇都，宋玉清虽然免于处置，保留了官职，但在皇都之中再无往日风光，人人鄙夷他，耻笑他。景麟语气冷酷无情：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无异常便不必禀报。是。景麟双手将长弓便插入地面，提出手摸了摸洛雪欣的脸，力道温柔，小心翼翼，感受着真实温暖，这才松了口气。他嗓音低沉沙哑，透着难以压抑的脾气。行了，都是旁人的血，我没事，没受伤。有，你内息不稳，操劳过度，元气大伤。我跟你说过的，你眼睛刚好不久，要多加休息，不可以。大力袭来，洛雪欣被紧紧抱入怀中，整个人都被禁锢笼罩。结实的胸膛，有力的怀抱，炙热的体温，还有风尘仆仆混杂浓厚血腥的气息。我没事。景麟没有回答，紧紧抱着洛雪欣，低头埋在洛雪欣的颈窝，闭上眼，满满的疲惫和脆弱。他差点就失去心了，还好，他终于找回心儿。我真难以想象他该怎么熬下去。报告了没有？景麟你都搜了，别训着欣儿。没事。星儿，你累了，我们换个地方休息。我不累，最累的是你和哥哥。他们已经回到了边城，这是第2天。穆哥和景麟苦熬了好几个日夜，现在才终于松懈下来，倒头睡到现在还没有醒。真凶！
替死鬼！仙儿，你在做什么？牧哥疲倦沙哑、没什么精气神的声音传入耳中。哥，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做了个噩梦，吓醒了。哥哥梦到你凭空消失，吓了个够呛。这会儿看到你活生生的就在面前站着，才觉得安心。哥哥，仙儿真的没事？有没有毒素残留？没有，我的能力治好了我。原来仙儿的能力是能治愈自己，这倒是极好。只是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仙儿才能使用这个能力，又为何凭空消失，足足跨越了千里。话锋一转，牧哥既是追问，就有顾虑。洛雪欣下意识避开牧哥的眼睛。起死回生，先死才能生。死亡意味着危险，因此才会消失，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次新生。洛雪欣无法直言告诉牧哥他死了，还不止死了一次。洛雪欣无法直言告诉牧哥他死了，还不止死了一次。幼时襁褓里一次，探寻谷遗迹一次，被黑曼青咬伤中毒一次，3次了。他自己倒是习以为常，平静淡定接受了，但告诉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洛雪欣下意识回避隐瞒，他转身走到桌前，拿了自己写的纸回来递给牧哥，转移话题。哥哥你看，这是我收集的关于花舞的情报，哥哥看一下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牧哥知道洛雪欣有所隐瞒，凭他聪明的大脑大致猜得出真相很残酷，心顿顿的痛。仙儿，你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一部分是我观察所得，一部分是花舞亲口所说，控兽便是他觉得有趣夺来的。极刑。牧哥眉头紧皱，神色严肃凝重说道：族中犯有大过错，罪不容恕者，经10大长老投票，有可能会处置极刑。我未曾亲眼见过，只听娘亲说被处置极刑者将失去能力，命不久矣。这么说，花舞10之8九拥有能夺人能力纳为己有的本事。此为禁忌，天山一族不可能容忍，哪怕是族长也不行。仙儿，我们可以告知娘亲，娘亲是圣女，与族长平起平坐，只要娘亲查证花舞拥有此等禁忌能力，便可剥夺他的少主之位，他娘也会因此被废除。洛雪欣失踪18年，他们满天下找了8年，毫无线索，备受折磨，最终家散了。星儿，哥哥不惜一切代价也会为你报仇。我知道的。哥哥，我在这里，我回家了。对，星儿回家了。牧哥深呼吸，压下情绪。好好的，不能弄得这么悲伤沉重，惹得星儿也难过。星儿，此地离乐天城不过100多里地，星儿跟哥哥回乐天城好不好？这些年，哥哥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外面传来动静，打断了兄妹俩的话。陆雪欣和牧哥齐刷刷看向门外，景林迈开一步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兄妹俩都是愣了一下，不知道景林什么时候来的，又听了多少。摄政王，偷听不是君子所为。穆兄，我可以和星儿聊聊吗？景林没看牧哥，他一双眼睛满满的都是落雪心，眸光深幽发暗，不知藏了多少情绪。哥哥，你的黑眼圈好重，我这儿有香膏，哥哥回去再洗洗脸，擦一擦。哥哥先回去，等会儿一起用午膳。好的。哼，你没个正当名分，注意点分寸。景林点点头，眼底深处闪掠过杀意。该死的花舞，若不是花舞横生之劫，这会儿早该定亲，有名有分。景林，坐吧。你跟哥哥都是精气不足，怎么不好好休息，多养养神？心里惦记着你，见不到人，总是发慌。洛雪心愣了一下，同样是惦记，亲哥哥和喜欢的人说出口，效果截然不同，心跳加快。你听见了多少？景林从容回答，牧哥就比他快了一步。这是前后脚来的，意思就是从头到尾全听见了。要不是牧哥想让他去乐天城，景林还能再听一会儿。景林将洛雪心的反应尽收眼底。我听闻过天山一族。洛雪心放下手看着他。300年前，天山一族2位谋士出山，分别效忠2国，后仙界大战，2国覆灭，才有了苍兰和大浩国的崛起。苍兰大浩2国深知前车之鉴，不可动用天山之人，便一起发兵，逼迫天山一族退回天山，立誓不得再插手权势之争。若有违背，苍兰大浩便会大军杀至，灭天山一族。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难怪哥哥口口声声不得暴露天山身份。皇族权贵一直忌惮盯着天山一族，天山能人一时再多再厉害，也不能抵挡2国数百万大军。
景林，你放心，我和哥哥绝不会。星儿，我信你。爱屋及乌，我也信穆兄。倒是花舞野心勃勃，意图染指天下，他必须死。爱屋及乌，话太深情，眼神太灼热，陆雪欣的心跳又快起来。花舞必须死。星儿，我已对外放出消息，寻得神医相助，救你性命。风福林已经联络上神医，神医自会配合。星儿也得小心，不要说漏嘴。好。下一秒，景林握住了他的手，握得紧紧的，有点疼。陆雪欣皱了下眉头。景林。景林眼眸深暗，语气暗哑心疼地问道：疼吗？星儿的时候疼不疼？难不难受？陆雪欣呼吸一滞，震惊看着景林。他的能力不是治愈自己，而是起死回生。星儿被丞相夫人所救那一次，是不是也死了一次？景林真的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下意识反应脱口而出：别告诉我哥哥，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不能让他知道。好。景林点点头，眼神更为幽暗。星儿还没有回答我。陆雪欣抿紧红唇，避开了景林的眼神，还是能感受到灼热滚烫的视线。疼是肯定疼的，疼完了好像大梦一场，睡了很久很久。丞相夫人那次是谁杀了你？我自己撞上机关丢了命，怪不了别人，但也因祸得福，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找到了亲人。景林神色缓和，眼眸也柔软温柔起来。星儿，你的能力有限制吗？陆雪欣摇摇头，她也是知道身世后才知不是玉佩特殊，而是她自己身怀异能，得以起死回生。陆雪欣还不知道自己能复活几次，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星儿，为你自己，为我，为你哥哥和爹娘，保护好自己，不要再拿自己去冒险，去试验。你需要什么，想做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都会支持你，我也会保护你，不会让你受伤害的。陆雪欣眨了眨眼睛，情不自禁乖乖的点头。好。星儿要记在心里，还有，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能力是什么。这话木哥说过很多次了，陆雪欣也很清楚。你是怎么知道的？就算刚刚偷听到了，也不应该立马猜到。黑曼青剧毒，药石无医。若星儿的能力是治愈，不该凭空消失。我问过李大娘母女，星儿昏迷了半个月，丞相夫人救你，也是昏迷了多日，才被他们得逞，下药替价。还有，星儿幼时被天山一族所害，自此无了踪迹。花舞的神色语气，都笃定你是死了。种种线索情报抽丝剥茧后，真相摆在眼前，起死回生不可思议。但若是天山一族，便顺理成章了起来。听得景林的话，陆雪欣惊呆了。原来不止2次，景林3次都分析推敲出来了，秘密被扒得干干净净。景林，你还知道什么？干脆全说了吧。我只知道这些。景林笑了笑，整个人变得温柔从容，宠溺看着陆雪欣。星儿想去乐天城吗？想去就去，我陪你。你不回皇城吗？你是摄政王，岂能离朝政太远？皇城有陛下，有国师，还有我娘，并非离了我就不行。再者，金秋过后，陛下便15了，也该执掌朝政，自己治理天下。星儿，我少年在战场，青年在朝堂，一直为国效忠。今后，我想为自己的小家奔波努力。说到最后一句，景林的眼神语气格外温柔，像春天的风，秋天的蜜。好吧，我去跟哥哥说，我们一起去乐天城。最近大家都太累了，是该放松一下。星儿去吧。景林微笑松开手，温柔看着洛雪欣离开。耳畔的脚步声足够远了，他笑容淡去，屈指在桌上敲了敲，眼神冷厉嗜血，语气肃杀冰冷。文竹、素月。两人现身，无声无息跪下待命。派出麒麟军最精锐的密探，前往天山，找出天山一族的藏身之地。文竹领命。传令苍兰的棋子，该动手了。素月领命。柳苍秋查完了吗？回禀王爷，柳苍秋非柳家嫡系，并未参与世家之乱，期待边城败命玲珑，人脉极广，与锦衣卫接触颇多。让他去苍兰，告诉他，这是唯一脱离柳家
往上爬的机会。景林说完挥了挥手，温竹素月悄悄退下，屋中独留他一人。起死回生，听着厉害，谁知道星儿吃的苦，受的痛。星儿不能再动用他的能力，以后我来守护星儿。木哥他们抓不住的真凶，我来抓；杀不了花舞，我来杀。天山一族再逆天，也不过是凡体肉胎，会痛也会死。一次杀不了，10次、100次，错误扬灰。不信花舞不死。乐天成，星儿，哥哥亲自带你一处处的逛逛玩玩，好不好？好。乐天成欢迎摄政王来此做客，不过我们兄妹有正事要办，还劳摄政王自个儿游玩。好啊。景林答应的太快太顺利，木哥诧异盯着他审视，狐疑他是不是有诈。金月楼是我乐天成最好的客栈，我已为摄政王包了顶楼，随摄政王挑选房间。摄政王请。星儿，我们稍后再见。怪哉，景林这么配合。他还以为两个人要较半天劲才能赶走景林，夺得兄妹相处的时间。哥哥在想什么？星儿，摄政王该不会半夜来抢你吧？哥，景林又不是劫匪。哼，他比劫匪可恶，劫匪只图财，他不要财要人。到了我的地盘，他休想轻而易举的拐走你。和景林虽然分开了，但他的心一直在景林身上。他们也约好了，到了乐天城先好好休息，养精蓄锐，然后再一起游玩。这件事就不告诉哥哥了。沐浴更衣，换上衣裙，梳妆打扮。陆雪欣捧着脸，笑看镜中容颜。很快就要满19了，19定亲，20成亲，21、2再要奶娃娃。他是这样想的，就是不知景林和哥哥的想法如何，也不知娘亲爹爹是什么样子，会祝福呢，还是跟哥哥站在统一阵营？不想了，走吧，去哥哥的一心殿。心儿，哥哥，这是乐天城的财库钥匙。此时兄妹俩完全不知穆天鹰已经到了。穆天鹰又戴上面具，收敛气势，如同护卫般站在湖边。你来乐天城钓鱼，苍兰国的皇宫不够你钓？景帝可算来了，坐。景林没理他，皱眉瞧着穆天鹰。此人收敛的再好，也不像个护卫，而且盯着他看上看下，十分冒犯。最后更是毫不顾忌地哼了一声。看我不爽。景林眼神暗了暗。此人什么来历？还没恭喜景帝治好了眼睛，恢复光明，可喜可贺。萧六插话，再次邀请景林落座。他连茶都倒好了。景林收回视线，从容落座，语气冰冷嘲讽。恭喜，你的军队磨刀霍霍3年，不就是等着我死了好发兵攻打吗？景帝说笑了，我们过命的交情，我怎会盼你死？景帝不坐镇朝堂，来这乐天城做什么？你一国之君不也来了？你又想做什么？萧六，大名萧遥，苍兰国皇帝，年26。许久不见穆哥，来与穆哥叙叙旧，只是不曾想还能有缘见到景帝，妙哉，美哉。景林皱了下眉头。逍遥语气里对穆哥的亲近随意，两人的关系远比他想的要深厚。刚上楼，听到景林在和谁说话，没等听仔细明白，茶杯破门而出，来势汹汹。洛雪欣瞬间汗毛耸立。小姐，素月和红鸾齐齐扑过来，夹着洛雪欣蹲下。刚蹲下的瞬间，茶杯从头顶飞过，砸在红木柱子上，砰的直接陷了进去。这力道，如果没躲开，脑袋都要多个洞吧？景林跟谁说话这么凶？星儿，有没有受伤？没有，就是有点吓人。洛雪欣对景林摇摇头，接着解释：“我也没偷听，刚刚来的。你们是在说什么机密钥匙吗？”没有什么机密钥匙，星儿没事就好。景林不敢想，如果洛雪欣受伤了会怎么样？不过只怕有人比他更害怕，肠子都悔青了。穆天鹰直挺挺愣在那儿，脸色惊慌懊悔，不敢过来。洛雪欣顺着景林的视线看到穆天鹰时，当场愣住。不用问，也不用介绍，那张和穆哥相似的容貌更沉稳年长，气势凶猛，身份呼之欲出。星儿，我们进屋喝杯茶，压压惊，好吗？景林温柔安抚的嗓音唤回洛雪欣7上8下凌乱无措的心。好。景林看了眼慌张懊悔全无半分大宗师气势的人，心底的火气压了压。
事出有因，全是误会，他发火不合适。星儿，好点了吗？方才是误会，目前被无心之失。对。穆天鹰连连点头，感激地看了眼景林，手足无措解释：爹爹不知道是你啊，爹爹习惯了，爹爹错了。楠楠，你骂爹爹，打爹爹都行，你别不理爹爹啊。洛雪心看穆天鹰一把年纪慌成这样，洛雪心莫名有点想笑，一下子不紧张了。楠楠，是你的小名，你要是不喜欢了，爹爹马上改。不用了。景林看着缓解的氛围，握了握洛雪心的手，温柔轻声说道：星儿，你们慢慢聊。你别走。我不走，我就在门外，星儿抬头就能看到我。星儿和穆前辈有些私密话，我再不合适。这小子真有眼色呀，识趣啊，很不错呀。我叫洛雪心，洛是随师父姓，师父养育我，传授我医术，恩重如山。今后再也见不到师父，无法尽孝，我想留着姓，纪念师父恩情。穆天鹰神色微动，怜爱心疼看着洛雪心。不用改姓，楠楠节哀。洛雪心愣了愣，回过神儿，连忙解释：爹爹误会了，师父健在，只是太远，没法再见。天下就这么大，再远也能找到。你师父养育你，如此大恩，爹爹定要好好报答。你师父他在哪儿？说到尽头，穆天鹰后知后觉，话锋一转，激动看着洛雪心。楠楠刚刚换爹爹了？洛雪心点点头，一次生疏，两次顺口，他又喊了声爹爹。人到中年，眼眶都红了，高兴得说不出话来。18年了，爹爹终于找到楠楠了。楠楠，这18年来，你过得可好啊？我师兄师姐也很宠我。爹爹，你什么时候到乐天城的？爹爹是和陛下来的。楠楠，陛下也很关心你啊，你们俩还有个娃娃亲呢。娃娃亲？门外素月也震惊了，耳朵狂动，眼睛放大，着急看着对面的景林。主子出大事了，有情敌。这可没有开玩笑啊，千真万确。爹爹和娘亲与陛下的母妃是好友，当初她先有身孕，我们呢便是定下了娃娃亲。我不接受这种娃娃亲。穆天鹰细细打量他的表情，继续说道：楠楠放心，爹爹娘亲不会强迫你和小哥，你们兄妹俩呀，要娶谁嫁谁，全凭你们喜欢。爹爹啊，帮你长眼。洛雪心顿时长松口气，谢谢爹爹。下意识的他看向对面的景林，眼睛亮闪闪的。穆天鹰全看见了。看来是郎有情，妾有意，两情相悦。楠楠可想习武啊？想啊，不求像爹爹这么厉害，能强身健体，利于行动足矣。洛雪心兴趣十足，但也看得通透，半点不贪心。楠楠啊，爹爹有一道身法，名曰飞檐，可教你。楠楠若能学到3成，飞檐走壁不是问题。又竖起5根。若能学到5成，可在一流高手底下成3招，7成可保性命无忧，9成以上，若非是宗师出手，否则抓不住你。够了，学到保命逃跑的身法，再次遇到花舞，我也可以自己脱身，也能让景林他们少担心几分。洛雪心连连点头。爹爹，我要学飞檐，请您教我。楠楠啊，身法不是1、2月能学会的，你要学就得留在爹爹身边好好学，学出个模样才能走。洛雪心愣住了，略有迟疑纠结，他抬头看出去，正好和景林对视上。爹爹，我要去苍兰国吗？不用，就在乐天城。好，我学。洛雪心坚定认真，毫不犹豫。接下来的3天，洛雪心和景林游过湖，逛过街，吃了不少美食，也买了许多东西。偶尔会在街上碰到逍遥，客客气气的打招呼。第4天，景林和逍遥一同离开乐天城，一个往东，一个往南。等景林走了，洛雪心才收心，全身心投入，跟着穆天鹰学习飞燕身法。时间匆匆，眨眼即逝，夏去秋来。8月12，大浩国皇城外70里地，望山秋猎之地。曾经眼盲，景林对视线格外敏感，察觉出与众不同的一道注视，他抬头看过来，远远的和洛雪心对视上。景林动了，乌月飞驰疾奔，几个眨眼功夫就到了楼下。直到站在洛雪心面前，景林才平静下来，目光深幽暗沉看着他。景林，我回来了。
一双大手直接将洛雪欣抱起来，脚尖离地，炙热有力的拥抱紧紧相贴的胸膛，又硬又结实。洛雪欣都能感觉到景林胸腔里砰砰热烈跳动的心跳声。星儿，我好想你。情月如梭，风月错，心事总是吹不散，几丝浮云谁说。林中深处，洛雪欣停下来，刚要吹哨子，雪芙蓉温柔宠溺的嗓音传入耳中：“楠楠不去玩，找娘亲有事吗？”“娘亲，今儿是中秋，阖家团圆的日子，爹爹哥哥不在，我想陪陪娘亲。”“好，楠楠真乖。”雪芙蓉心下柔软，眼神越发温柔。母女俩找了处空地，一起吃糕点，喝果酒，乖巧粘人的和雪芙蓉度过了一下午。景林找了洛雪欣一下午，见到人却没有追问她去了哪儿。“星儿，我来接你了。”两人相握，并肩而行。两人肩并肩，手一直牵着，两颗心在一起。洛雪欣停下脚步，转过身，将一样东西放在了景林的掌心里，笑容璀璨动人。“景林，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这是星儿雕的。”“我在乐天城雕的，气势不太好，你不许嫌弃。”“怎会嫌弃啊？我很喜欢，特别喜欢。”景林立马摘下右手大拇指上的墨玉扳指，戴上了洛雪欣送的玉扳指，大小刚刚好。“景林，你还记不记得我帮你对付宋家，你答应我3个条件，你还欠我1个。”“我记得。星儿要什么？”“你把眼睛闭上，我没说话，你不许睁开。”景林挑了挑眉：“快点。”景林顺从地闭上了眼睛。景林听到了洛雪欣衣裙布料摩擦的声音，闻到了靠近的甜香，然后一吻，唇贴唇，蜻蜓点水，一触即离。洛雪欣才刚刚退开，一只手横过他的腰，锁进怀中，一手捧着他的后脑勺，封锁他的退路，一吻落下。洛雪欣瞪圆了眼睛，所有的话都被堵住了。点火者终被燎原之火吞噬得干干净净。景林力量大得惊人，好像要把他揉进血肉里一样，根本挣扎不开。吞噬都大到裂流，说不出话，唯有小兽般多夜，没办法呼吸了。洛雪欣焦急的抬脚踩在景林鞋面上，呼吸，看来星儿要多练练了。你，声音都是软绵绵的，一点气势也没有。你想得美。我错了，我不该亲得太久，太用力。可是星儿太甜了，我情难自禁，下次一定克制。幕府，鞭炮噼里啪啦响彻不停，提亲的队伍热热闹闹，喜庆红火的进了门。隔着大半院落，洛雪欣在闺房里也能听到外面的热闹动静。洛雪欣换了身衣裳出来，看到周雨彤、李云昭他们窃笑连连，一个劲儿冲他挤眉弄眼，纳闷儿：什么情况？我这身不妥？周雨彤嘿嘿一笑，故意卖关子：哼，妥不妥？洛姐姐不用问我们，去问外面的人吧。洛雪欣，摄政王在外面等你。洛雪欣瞬间眼睛亮了，二话不说，抛下周雨彤他们，理了理衣袖裙摆，步伐轻快，速度出了闺房大门。星儿，这是你我的定亲之书，现在我们是未婚夫妻了。我看看。就在这时，景林低头凑近，笑声暗哑：现在我可以吻我未婚妻子了吗？景林伸手搂过洛雪欣的腰，两个人退到金桂树下，树枝摇晃，金黄色的桂花洒落在头发上、肩膀上，又顺着裙摆抖落在地，香气四溢。甜甜的滋味回荡在唇齿之间，甜得直进心扉。等到景林终于回答洛雪欣问题的时候，洛雪欣已经软绵绵，像是化掉的糖糕，手指颤颤，连聘书都拿不住。景林接过聘书，笑意艳足地说道：雪姨和木叔让我回去准备聘礼。聘礼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吗？洛雪欣摸了摸滚烫的红唇，语气绵软困惑：是准备好了，只等一个假期。什么假期？冬至，洛雪欣年满19岁，摄政王府浩浩荡荡送上聘礼，送礼的队伍能绕皇城3圈，从早轮到晚上。核对礼书的管事都安排了7个才能清点核对完，如此惊人隆重，可见摄政王对这场亲事的看重在意。就连宫中陛下也随了一条街的赏赐，祝贺洛雪欣的生辰，期待洛雪欣和景林的大婚之日。冬至当天正式敲定迎亲之日，
于正月15元宵当日完婚。整个年关前后，摄政王府幕府热闹忙碌，就没有一日停歇过。洛雪欣这个主角更是被拉着团团转，忙得晕头转向。娘亲，你们忙完了吗？还没呢，不过接下来的事交给你爹和小哥，免得他们父子俩太空了，又在那儿借酒消愁，抱头痛哭，丢人现眼。啊，爹爹和哥哥哭什么？他们能哭什么？还不是哭你出嫁，便宜了景林那小子。爹爹和哥哥真是的，我又不是嫁到天边去，只是从幕府搬到摄政王府，还不是一样的。正月15元宵佳节，摄政王迎娶王妃，1000骑临卫整装待发。吉时到，摄政王翻身上马，迎亲队伍敲锣打鼓，鞭炮开道，行程3圈，一路从摄政王府热热闹闹到幕府。岳父大人，小婿来接心儿了。等着，心儿，哥哥来背你出嫁了。雪芙蓉扶起洛雪欣，温柔笑道：“奶奶，该出发了。”心儿，你永远是哥哥的宝贝小妹妹，不管你嫁给景林，还是将来生了儿女，或者白发苍苍老了，只要哥哥在，哥哥永远宠着你，保护你，没有人可以欺负我的宝贝妹妹，景林也不行。心儿，你听好了，景林要是欺负你，伤你的心，哥哥带你走，咱们踹了景林，天底下好男人做的事，不差他一个。这幕府再大，路再长，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穆天英揣着手等他们，一看到洛雪欣背出来，红了眼眶，一脸不舍，还是被雪芙蓉眼神警告了一番，这才挂起笑脸。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响彻耳畔，人群热闹鼎沸，但景林只看得到洛雪欣。穆哥背着洛雪欣出来，景林立马上前护着左右，一起将洛雪欣送进花轿。星儿，坐稳了。别在这傻看着，赶紧出发，别误了吉时。穆哥理理衣袖，低声催促。景林再次深呼吸，深深看了洛雪欣一眼，这才转身回到马背上，朗声喊道：“出发！”迎亲的队伍成功接到新王妃，浩浩荡荡、热热闹闹的敲锣打鼓回摄政王府。这路上不仅有喜糖喜果，还有分发的金叶子，送嫁的嫁妆也一台台、一担担的从幕府里抬出来，源源不断，壮观至极。比起绕城3圈的聘礼，只多不少，足见天下首富的豪横。空の下手をつないだ歩く帰り道何気ない会話が胸に響くメロディー雨の日のベランダ